嗯，闻到了吗，盖布里埃尔？是阿斯莫德的味道。你马上就可以长出漂亮的皮毛了呢。副队，恶魔的气息好像消失了。那东西应该还在附近，去外面看看。这里怎么阴森森的？副队，这次要抓捕的是高阶恶魔吗？具体资料不足，只知道会伪装成人接近人类。几个受害人尸体口鼻有被硬物插入的伤痕，内脏骨骼全部消失，就像是被吸干一样，只留下一张人皮。人皮？嗯？副队，怎么了？少儿不宜。副队，我已经成年了。不对劲。啊！这是……看来我们找到了。它竟然会飞！还是来晚一步。副队真厉害，一招就解决了。尼尔，叫6队来善后，你也可以下班了。副队放心，回去后会把行动记录补上，明早把魔盒交给魔元部归档。您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没事吧？没什么，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先走了。请您放心。还好城堡顶层没有人。该死，心脏好难受，这段时间越来越严重了。终于找到你了。这里是……醒了？如果不是我需要一些答案，刚才就可以直接杀掉你，而不是在这里慢慢等你醒来。你身上为什么有阿斯莫德的味道？这人是谁？这味道对魔物来说就像催情药，会招来无数觊觎者。这个变态在说什么？不肯说呀。这个徽章，你是黑羽的成员吗？哼，一块怀表，真是位迷人的女士。把东西放下，你想知道什么？你身上味道的由来。小时候的意外，阿斯莫德寄生在我的心脏。如何证明你的话？
我的身上有他留下的印记。印记在后背。有趣。原来如此，虚弱的恶魔借用漂亮的人类躯壳蛰伏，以待复活。据说这种暗玫瑰色的印记会随着时间慢慢绽放。当延伸的印记在前胸心脏处交汇时，就是你的死期。我知道，印记一旦进入绽放期，被寄生者剩下的寿命就不到1年了。看样子你离死期不远了呀。你的心脏我预定了，在你濒死时我会来取走，不会让你的灵魂落在恶魔手中。阿斯莫德的气味太强烈了。你要干什么？送你一条项链，作为心脏的定金。你管这个叫项链？款式是特别了一些，但能压制住你身上的味道，保护你稀有的心脏不被其他觊觎者发现。而你那珍贵的怀表，暂时由我来保管。晚安，我的睡美人。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用不了多久。那天晚上的事完全没有头绪。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躺在莫里斯堡外的丛林里，那个拿走我怀表的混蛋到底是谁？嘉兰，嘉兰啊，队长，最近怎么了？你很少这样心神不宁的。没什么，一些小事。和我去一趟卡尔纳斯。是有新的任务吗？不，是去见一个相当麻烦的人。虐杀？这人在各地狩猎恶虎，虽说行为正义，但似乎以虐杀为乐，手法也相当张扬。猎杀对象都是占据人类身体的高阶恶魔，心脏都被完整取出。虽然最近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停手了，但我们身为黑羽成员，不能放任这样的私刑存在。他是谁？菲泽尔公爵。晚上好，先生们，请问是霍克先生和诺伊斯先生吗？是的。公爵大人恭候两位多时了，请这边走。这里可是圣亚里斯的边境，怎么会有贵族住在这么偏远萧索的地方？这条长廊的尽头就是公爵大人的书房，请两位在那里稍微休息。公爵大人马上就来。啊，先生，我能留下来参观一下公爵大人的长廊吗？您请便。霍克先生，我们先去书房吧。要是我没认错，这就是我的怀表。那天带走我的人就在这个城堡里。又见面了，黑羽的副队长大人，以及我的猎物先生。那晚带走我的人，是你吧？黑羽的副队长果然敏锐。不愧是黑羽成员，身手不错。少废话，把怀表还我！队长大人生气的样子，可真是威严又骇人。现在可以安静的谈谈吗？可恶！
这家伙比想象的难对付。哎，副队长大人，果然不听话。怀表可以还你，不过接下来需要副队长大人配合一下。抱歉，让您久等了。这位是我们的主人，黑泽尔公爵。初次见面，我是罗德里克·霍克，这位是加兰·诺伊斯。哼，我刚刚和诺伊斯先生认识了，在走廊上。他很喜欢我的雕塑们，我们聊得相当投缘。这次我们前来拜访，想必公爵大人也能猜到原因。不用这么拘束，叫我黑泽尔就好了。前段时间的事情只是一个正义的公民应该做的，还劳烦两位亲自跑这一趟。明明在狩猎恶魔阿斯莫德，说的冠冕堂皇。虽然除掉了祸患，但您的正义感也给黑羽造成了一些困扰，要疏解民众恐慌，还要应对政府施压，我们的工作也很难推进，希望您能理解。我本来也在为程序正义而苦恼。刚刚在走廊里，诺伊斯先生提出一个绝妙的建议，鬼话连篇。他热情地邀请我加入黑羽，这样既能为民除害，又不会令黑羽难做。而且，加兰说他正好缺一个固定搭档。加兰，是这样吗？是的，这人要加入黑羽，目的应该不只是我身上的东西。公爵大人，您的这个提议，我们需要时间讨论一下。不知时间很晚了，两位先生今晚就请在这里留宿吧，可以去客房再商量。黑羽的成员的确是两两一组，需要有固定搭档。可你不是一直都拒绝的吗？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么棘手的人，与其放在外面任他肆意横行，不如放在黑羽中好监管。我可以监视他。短期内这倒是个最省事的办法，不过这人身份应该没这么简单，还需要详查。你负责这事吧。只是这种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少爷，能吃得了苦吗？您真的决定去黑羽了吗？距离那个地方那么近，会不会……别吓自己，这样加入黑羽，说不好能悄无声息地进入那个地方，不必大动干戈，这样的体面优雅，才符合贵族的身份。昨天的提议，我们商量后觉得很好，欢迎您加入黑羽。首都那边还有些事务需要处理，我们就先回去了。期待您早日入队。这是我的荣幸，不过还请您对我的身份保密，给大家带来压力是我不愿看到的。诺伊斯先生，我未来的搭档。回见。黑羽，全称圣亚里斯黑羽骑士团，总部位于圣亚里斯的首都光之城鲁米诺斯。黑羽骑士团直属于女王陛下，是维护世界和平、世界性的组织。骑士团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各领域有天赋的人才，吸纳并培养成为团队中的精英，守护世界秩序。黑羽特别行动部的副队长加兰诺伊斯一向独来独往，是让菜鸟新人瑟瑟发抖、望而生畏的存在。不用瞪着我吧，我可不是非法闯入，是宿舍管理员带我过来的。别乱动，我可不希望每次见面都绑着你。这还不是拜你所赐？项链不但能压制恶魔的气息，还能减缓心脏发作的次数。被恶魔寄生的身体会逐渐虚弱，尤其是使用能力之后。想必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上次在城堡见面就发现，加兰大人就没戴项链，今天果然也没戴。还是说，
你想由我亲自为你戴一次？他说的没错，心脏的症状越来越频繁的发作了。如此诱人的皮囊，如果被人抓了去，就不会像我这么绅士了。我有话问你，要维持活物不死，需要相当强大的幻术能力，而且还是一种失传已久的禁咒。你身为圣亚里斯的贵族，怎么知道这种禁咒的？这已经超出猎物的提问范围了。放心，不会让别人看到的。江兰大人，请带新人去总部记录备案。这里是日常工作的大厅，副队，那边那位是队长，想必你已经认识了。资料档案室，案件的卷宗都记录在这里。哼，黑羽一向这么敷衍地对待新人吗？难道还需要我教您怎么走路吗？您的登记完成了，黑泽尔先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为您配备生活用品。大家都想瞻仰一下加兰大人的新搭档长什么样子呢？这两位加在一起，简直是双倍的可怕。接下来去哪儿？你去哪儿我不管。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不要把其他人牵扯进来。哼，放心吧，我只对加兰大人感兴趣。听到这种承诺，完全高兴不起来。不寻常的气息。那么多人在看什么？来来来，看一看呐，雷克村盛产的稀有珍珠啊，一颗只要1个金币，一颗珍珠居然这么贵啊！据说最近发现的稀有品种，大部分进贡给皇室，只有少数才能被平民见识到。这珍珠啊，是天然形成的人面珍珠。虽然只是珍珠而已，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黑羽的大人，请帮帮我吧。这个人被什么东西纠缠上了？我遇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求您救救我吧。这里又不是流浪汉收容所，为什么要把他带进来？你不是也住进来了吗？还有，你把他吓得不敢说话了。那个，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事实上，我一直都被困在同一天里了。不相信吗？上午9点45，库尔克里商店会失火，但没什么伤亡。中午12点，格罗里亚剧院门票开始发售。阿莎尔公主即将于21点30诞下一名女婴，取名塔尼亚。这件事会在22点47登上皇家晚报。在21点55会下雨，在1小时后会停止。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经历了太多次，倒着都能背下来。时间未到，无法验证你说的事情，请等等。如果你说的是实话，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或者有什么关键的契机。记不太清了。记不清了。窗外的东西会让你想起来吗？他果然又来了。救救我！是怨念幻化的怨灵，一时还无法进入屋内。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叫布莱恩，艾琳娜生活在阿伊尔斯城，而我来自周围的乡镇。我是搬运工，往返于两地，时常会碰到去学校的艾琳娜，久而久之就相识了。尽管我比艾琳娜大10岁，但我们无话不谈，很快就相爱了。她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铁匠，瞧不起我的职业，反对我们相爱。于是我们私奔了，一起来到圣亚里斯生活。大城市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尽管省吃俭用，还是花光了积蓄。坚持了3年，还是回到了阿耶尔斯城。本以为我们多年的诚心会感动他，谁知道滚出去！他的家人还是极力反对，我丢了工作，流落街头。艾琳娜，
既然这辈子不能在一起，下辈子再见吧。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是看到他死去的惨状，我却退缩了。我浑浑噩噩的沿着街道行走一天，在午夜12点钟楼声响起的时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又回到了那天早晨。我想也许一切还有机会，连忙跑出去阻止，挽回犯下的错误。可是四处打听，却没人认识、听说过有一个叫艾琳娜的人了。失火啦！快来灭火！失火啦！快来灭火！尼洛利亚的门票已经售罄了。皇家晚报上说，公主殿下诞下一位女婴。下雨了，曾经自杀的景象又在我面前重现。他死去的样子再次在我眼前又慢慢消失。无论我躲到哪儿去，到了他当初跳楼的时间，他就在我眼前一遍一遍地跳下去。而我永远在这一天循环，试了无数种方法，今天遇到你们，觉得可以帮到我。21点55分，下雨了。原来是这样，不如回到原地看看。这个人有这么好心吗？不过我也正有此意。怨灵的怨念把这个人困在同一天，或许现场会有什么突破口。就是这里，他还没有出现。就在附近，非常强烈的怨气，被怨念彻底吞噬之前，还是有机会唤醒的。居然要用这么费事的办法，要与亡灵对话。听到了，痛，亡灵的声音。痛苦，好痛苦，痛！艾琳娜，不要再陷入痛苦之中了。来陪我吧！糟了，停止！已经没有作为人类的意识了。受伤了吗？心软的下场就是这样，加兰大人。更何况，你现在的身体如此虚弱，居然还尝试越界对话，想从重复的时间脱困？是啊。放心吧，我会让你解脱。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解决了。第二次了，这么虚弱，还是别浪费灵力了。你这是杀人！渺小又无信的人类，本就应该死。想想你的心脏，先管好你自己吧，加兰大人。印记又扩散了一点。我马上带队去处理，乖乖在家里睡觉，千万不能出门，听懂了吗？知道了，爸爸。爸爸马上回来。
嘉兰，嘉兰，我的孩子，妈妈，妈妈好痛苦，救救妈妈！来，孩子，在发光，嘉兰，妈妈好痛啊，把钉子拔掉好吗？好孩子，妈妈，真的是你，我好想你。我也想你，我的孩子。真是一个不错的容器。再次醒来，我就已经得救了。那晚的经历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谁也没料到，过早越界与恶魔沟通的能力，反倒成了我噩梦的开端。真是不让人省心的。盖布里埃尔，项链在哪里？竟然放在这种地方，看来你的食物完全不想活下去。该死，距离这么近，阿斯莫德的气味害我差点失控了。醒了？走开！不想这副样子，就乖乖戴着项链。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一定会是我这样的好人了。要有做猎物的自觉啊！乖乖躺着。打扰了，请问有人在吗？这位是副队传说中的新搭档。您好，我是黑羽实习队员尼尔加西亚，我来取上周的案件资料。请稍等，我去拿。谢谢你。另外，今天副队没有去总部，请问是有什么事吗？只是感冒了，需要休息，我会照顾他的，请放心。副队最近好像经常生病，一定好好休息。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叫我帮忙。虽然外表难以接近，实际上是个好人嘛。求您一定要帮帮我，我的弟弟奥乔亚布罗克已经失踪很久了，这是他的照片。请进。这是队长您要的关于雷克村的警署资料。副队，您的身体好点了吗？队长，我这次能跟着副队出外勤任务吗？不行，上次偷偷跟着出外勤的事不能再发生。你资料室的活做完了吗？现在去阅览室整理资料。入队这么久，恶魔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收到，我这就去整理资料。不出任务，他就永远无法转正了。那样就最好。说正事，一早把你叫过来，是因为皇室珠宝供应商麦克布鲁克找到了我，他的弟弟奥乔亚布鲁克失踪了。麦克布鲁克因为事务缠身的关系，让他的弟弟带他去雷克镇取货。可是过去了5天，他的弟弟音讯全无，供货的人却说奥乔亚布鲁克已经回去了。这不是普通的失踪案吗？这事多少跟皇室有关，报案人还求到了盖利斯伯爵那里，昨天也是伯爵的人带他来的，所以这事儿已经算在我们工作范围内了，还要你亲自跑一趟，以示重视。好的，
另外，根据警局的说法，当地失踪了很多人。多人失踪？没错，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在当地做珍宝生意。这种珍珠感觉有什么奇怪之处？我那天在街边的珠宝行也见到了，这种珍珠好像从1年前变得很有名。那这次的调查就交给你了。可能这事儿不只是单纯的失踪案。接下来说说别的事。你和黑泽尔公爵的初次搭档好像不太顺利。十分抱歉，我没有控制好他。这也不是你的问题，贵族老爷们安分守己才不正常。但毕竟他加入了黑羽，还是要时刻提防着。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及时告诉我。我明白。心脏确实没有那么痛了，他的项链真的有用，无非是多活几个月罢了，还要把麻烦随时带在身边。今天有十分重要的委托，如果你再不起床，就留在宿舍。急什么？雷克村，那是什么地方？近1年才兴起的港口渔村，大概要坐22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真是麻烦。你们就没什么附近的案子吗？莽撞行事，草菅人命。托某人的福，我可以呼吸下偏远小渔镇的新鲜空气了。我要出门一段时间，要乖乖的，别被人看见你哦，盖布里埃尔。根据警局的资料，雷克村已知的失踪人数有34人。我们这次的任务分为2部分：第一，要寻找失踪的乔亚布鲁克；第二，调查这次的任务是否与恶魔有关。由于无法确定是否在职责范围内，这次的行动以调查为主，希望您控制住自己。如果不想长期被流放，就按规章制度办事。这次出门调查，我们需要一个身份作为掩护。卢米埃斯珠宝行老板的朋友是个好选择，而你是我远亲的堂弟，跟着我做珠宝生意，非必要情况你不必开口说话。堂弟，我已经26岁了。啊，我会时刻谨记的，哥哥。下次给他安排一个哑巴的身份。那边是这可不止34件失踪案例，远超加兰大人预估的规模呀。看来要推迟与珠宝卖家见面了，先去当地的警署。你小点声，别把跟着我们的尾巴吓跑了。在哪儿？你的3点钟方向。看到了吗？放开我，人已经走了。这都是加兰大人反应太慢了。又是来报案的，人口在失踪1周之后才能报案。打扰了，我是黑羽的加兰诺伊斯。原来是黑羽的大人。我们来调取奥乔亚布鲁克的资料。哦，这个名字我可是印象深刻。要知道他的哥哥麦克布鲁克前段时间才在雷克镇雇人大张旗鼓的搜寻了一番，如你所见，他们无功而返了。刚刚说人员失踪1周后，你们警署才能立案。大人，您还不了解雷克镇人口流动的速度，不少人只是因为靠珍珠生意发财，所以搬走了。有的人则是故意躲避警方，毕竟在做黑市买卖，我们也难以确认是否失踪。这案件得一件接着一件，查案难度实在太大。雷克镇的珍珠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1、2年前，我也记不清了。给您，这是关于奥乔亚布鲁克的调查资料。一个名叫盖奇布朗的人与奥乔亚布鲁克于11月下旬进行过交易，警局有他的资料吗？盖奇船长，他是我们雷克镇的名人，他前段时间还捐了一大笔钱给政府建学校。11月28号，奥乔亚布鲁克。他在麦克唐纳旅店住过，这个旅店在哪儿？您沿街直走到尽头，在向左就能看到一个最高的建筑物，那就是麦克唐纳旅馆。
二位吃饭还是住店？住宿，我们要312房间。哦，抱歉，这个房间已经有客人预定了。已经被预定出去的，我们也没办法。啊，那我想想办法。不过312是单人间，你们二位，请给我多加一床地铺。不过您为什么非要住在312号房不可呢？312是我们家族的幸运数字，我们生意人讲究个吉利。哦，原来是这样。来帮二位贵宾把行李放在312号房去。加兰大人也有张口就说瞎话的本事啊！二位是初次来到雷克镇吗？没错，我带着我的堂弟来这里做珍珠生意。来雷克镇的人10个里8个都是来做珍珠生意的，我倒是也略懂些门道。是吗？老板不妨给我们添杯酒，慢慢讲给我们听。哈哈哈，在我们西边相邻的小国，有一位叫法伦的公主。法伦公主偷偷爱上了自己英俊的侍卫戴米安。戴米安是个严肃的人，却对公主十分温柔。有一天，戴米安经不住公主的苦苦哀求，偷偷带公主溜出宫殿玩耍。公主意外扭伤了脚，戴米安小心地背起了公主，公主就忍不住亲吻了他的脸。尽管夕阳很红，公主还是看出了他红了脸。两人互相明白了心意。可是就在回宫的路上，两人遇到了刺客袭击。戴米安为了保护公主受了伤，公主也受伤晕了过去。公主昏迷了2天2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发现没有熟悉的身影，她连忙问身边的侍女戴米安呢？在公主的追问下，只好回答：因为擅自带公主离开宫殿，戴米安已经被国王处死了。公主不顾阻拦，冲到了城门口，看见了被吊死在城墙的戴米安。公主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公主没有哭，只是喃喃自语：再也没有人为我的餐点上装饰笑脸了。曾经活泼的公主变得少言寡语，城堡再也没有过去的欢乐笑声了。这时，一个珠宝商人的人献给了公主一颗珍珠。这颗珍珠上面隐约看到了一张脸，样子和戴米安有7、8分像。公主随手把珍珠放到了枕头下，夜里竟梦到了一个长相和戴米安类似的人。公主在梦中抱住他，诉说着自己的思念。自从有了珍珠，公主逐渐好转了起来，仿佛有了精神寄托。国王很高兴，奖赏了那个珠宝商人一大笔钱。从此之后，这种能让拥有者在梦中见到挚爱之人的珍珠，就在贵族和皇族间慢慢流行了起来。什么东西一旦与这些贵人们有了关联，自然就能卖出高价。尽管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但怎么可能阻挡得了人们的向往和痴迷呢？这个珍珠售价极高，让发现它的盖奇船长成为了雷克镇最富有的人。他尽管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是坚持自己出海，对珍珠的捕捞地点守口如瓶。有趣的故事，谢谢您的招待，我们已经吃好了，该回房间休息了。这就是那个倒霉蛋的房间，跟这帮人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倒是让我损失了不少钱啊！加兰大人，您该怎么补偿我？回到总部以后，你可以申请报销。你不是公爵吗？这珍珠在你们贵族之间流行，你有吗？说笑了，我一个住在卡尔纳斯边界的落魄公爵，哪能够到这种稀罕物？满嘴跑火车，警员没有及时封锁，房间不知道已经住过几次人了。就算有什么痕迹，也被扫得干干净净。至少目前没有看到翻新的迹象，也没什么打斗的痕迹。过去1年，雷克镇记录在案的失踪人数为143，失踪人员涉及各个年龄层，以15至30岁的年轻人居多。失踪的大多都是本地人，其次就是雷克镇附近的地区，他们职业各异。像奥乔亚布鲁克那样做珍珠生意的外地人是极少数。
你的伤怎么样了？不劳您费心。喏、啊，这是你把物证从警局偷出来了？哦，偷？嘉兰大人，您的用词未免太不文雅。那个警员的态度摆明了有事想瞒着我们，何必和他客气？自取即可。流氓对上无赖。过奖过奖。11月26日，这是奥乔亚布鲁克刚来雷克镇的时间。没有了。看来他不光与盖奇布尔做了交易，还一同出海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会面，你不要又睡过头。怎么又开始了？开玩笑，难道已经严重到一刻也离不开项链的程度了吗？不对，这次好像更严重了。痛得快要喘不过气了。奇怪，怎么写了这么久？又被你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我又真是一个不错的容器。嘉兰，好孩子，我也想你，我的孩子。过去的痛苦时刻折磨着我。死亡啊，你何时降临？我已迫不及待。我就一个洗澡的功夫，您差点就咬舌自尽了。以往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吗？如你所愿，距离阿斯莫德的寄生，应该是更进一步了。干什么？我看，行了，别乱动。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吗？我对连反抗能力都没有的人没兴趣。刚刚抱你出来的时候，看到后背似乎有伤，我要确定一下。好好面对被恶魔寄生会逐渐衰弱的现实吧，尤其是心脏发作之后，会虚弱到任人摆布，这个时候逞强是没用的。我下楼拿点药，你别乱动。昨天，好了，走吧。您好，盖奇先生，我们是来自卢米埃斯的商人，您可以叫我嘉文。旁边这位是我的堂弟。幸会幸会，两位是真的值得被时光和珍宝铭记的好容貌啊！我都转不开眼了，很高兴见到二位。关于两位的引荐函我已经收到了，原来是我重要客人的朋友。我正翘首以盼的等着二位呢。我们可以先去展厅看货，然后再详谈。到了，这就是我们享誉盛名的珍珠，怎么样？很美吧？哥哥，这珍珠真漂亮，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可以先买一颗吗？两位是我重要生意伙伴的朋友，这颗珍珠就当是送给两位的见面礼了。抱歉，让您破费了。哪有的事？
两位这样的容貌，才配得上如此美丽的珍宝啊！您过奖了，这么美的珍珠，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订到货呢？真是不巧，这段时间订单太多，大概是没什么存货了。的确没有了，船长。我们急需这批货物，价格什么的好商量，还请您通融一下。这可太叫我为难了。不过，看在熟客介绍的份上，我给你们破个例。正好我明天有出海计划，可以带着两位一起。有什么收获，可以第一时间与两位交易。好啊，合作愉快，两位。这是帕吉特农庄的典藏，请两位慢慢享用。谢谢。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像您这么富有的人，为什么还坚持亲自出海呢？那是因为我对大海的爱呀。只有我们知道，那片充满暗礁与漩涡的海域有多么迷人。了不起，我敬佩一切热爱事业的人。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金，我愿意提供帮助。不好意思，加文先生，物以稀为贵，我可不想赚钱的道路变得拥挤。这样啊，是我唐突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要早些回去，为明天的出海做准备。好啊，明天见，两位。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这次也许会大赚一笔啊。这两人大概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我们的人在车站就看中了他们，看见两个人在巷子里搂搂抱抱，不是一般的关系。管他是什么关系，这次上钩的鱼正对我的胃口。记得留给我享用一番后，再一起解决。是。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可以感受到诡异的气息，但我也不确定，所以才问那个狡猾的老狐狸要来一颗。喏，你看看。怎么回事？只是一颗稍有亡灵残息的珍珠而已。喘不过气。难道是你越界沟通的能力太强，可以和惨死的亡灵产生共鸣？是我的疏忽，应该早点检查珍珠的。你现在的状态根本不能应付明天的出海。这不关你的事，我自己什么情况，我心里清楚。不关我的事，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商量吗，贾兰大人？看来是我这段时间太客气了。如果身体不想要了，可以提前交给我，让它变得与我有关。从被阿斯莫德寄生那天起，我就知道我活不长，呼吸停止，心脏被夺走，可能灵魂也会湮灭。也许是明天的事，也可能是10年后的事，结局早已写在那里。我不想在那天来临前，就提前躺在床上，等待这个结局的来临。欢迎来到塔尔伯特号，各位。今天真是个适合捕捞的好天气。前半段路线，各位可以去到甲板自由参观，海上很冷，注意保暖。等到午后，就到了关键航线，涉及商业机密，还请各位回到船舱去。好大的风！和我们一起来的商人都在船舱，只有2个船员在维护甲板。这是
新的渔船，却有很多磨损的痕迹。这个艰巨的划痕，像人类手指造成的。风这么大，回船舱里去吧，哥哥。啊，你要我问的，我已经打听过了。塔尔伯特号是盖奇船长新购入的渔船，船上的成员大副、二副和船员，包括事务员在内，一共16人。这伙人共事2年左右，其余的就是和我们一起上船的商人，是一对夫妻。搭档2年，看样子整船的船员都脱不了干系。什么声音？只是在教训偷懒的家伙罢了。不好意思，一点小事就惊扰到各位。不准叫了。低级的爱好。哦，对了，马上就要到秘密航线了，希望各位回到船舱里去。没想到盖奇布朗这样苛待自己的船员。没错，他的船员竟是些独眼、瘸子、缺牙，看来都是这位船长干的好事儿。但他们仍然跟着盖奇布朗出海工作，还坚持了2年，看来这份工作很挣钱呢。既然如此，这些人还有必要留着吗？如果他们真的有罪，裁决他们是当地警署的事，而不是供你虐杀用的。太遗憾了，我可不会轻易让赫斯特姆出现。有幸目睹我使用能力的，还活着的，你是唯一一个。难道我还应该感到荣幸不成？你能控制好自己的行为，我就谢天谢地了。先生们，你们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来了，加兰先生，真是令人期待。不知道这饭菜里加了哪种药呢？你小点声，他们可能还没走远。啊！你要干什么？一个玩笑。也许我会提前被这个人气死。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呀，哥哥。这个容器装饭菜正合适。谢谢您的款待，非常美味。你是怎么被阿斯莫德寄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不记得了。你昨晚梦到什么了？好像还哭哭啼啼的。谁哭了？假装中了迷药，可不能这样大喊大叫啊，哥哥。你……有人过来了。刚到城镇的时候也是，这个人的听觉简直像狗一样。睡得真香啊！啊！神啊！在后面！蠢货，别划伤他的脸！先管好你自己吧。黑子儿，麻烦。第16个，船上的人都齐了。哦，隔壁的那对夫妻呢？他们只是中了迷药，睡过去了。之前失踪的人都是被你们骗到船上的吧？为什么现在才下手？这片海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何必和他们费这么多口舌？这个部位虽然痛，但不会死，是绝佳的真话吹。真话就会和血一起涌出来。乳臭未干的小子，就算是杀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别担心，我不会杀你。我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先生。什么？有你的鼻子、耳朵、眼睛穿成的项链。你可以选择接受礼物，或是说出真相。从您的眼睛开始，也许一只眼更有助于您瞄准方向。不要啊！我说，怎么样，副队长大人？你在刑讯逼供这方面很有造诣啊。我有一对智力低下的双胞胎儿子，那时我们太穷了，每顿饭只有混着木屑的黑面包，近海打不到鱼，我只好带着兄弟俩去了新的海域。我记得那天天空阴沉沉的，让我感到心慌。好大的雾啊！不好了，船长，大卫跳到海里去了，我们正在找他。
啊！你们怎么不看好他？我们还没来过这里的气血。这束光，好想过去啊！这是我的孩子啊！大卫，太危险了！船长，你看看我们脚下，不要送死！那是什么？怪物的外壳合住了，我们无法破坏，我们就把它吐出的珍珠拿走了。大卫死了，我很伤心。大卫，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每次拿起这颗珍珠，都会梦到大卫。难道我千辛万苦拜访到位于加拉赫山林的女巫，她一定知道些什么？人面蜘蛛在100年前流行过，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那批捕捞的人全都死了。再后来，听过故事的人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你确定还要知道吗？我想知道，快告诉我。在雷克镇某处浅海湾洞穴里生活着海妖，因有心智不坚定的人跳入海中作为他们的食物。他们吃掉人类，再吐出封住亡灵残魂的珍珠。只要海妖不死，亡灵就会一直困在珍珠里。你听说了吗？法伦公主的事情，她的爱人死了啊！是啊，我的儿子不能白死。既然通过他的死发现了这个怪异的珍珠，不好意思啊，能和我说说他爱人的长相吗？那个女巫把海妖说的那么可怕，实际上是个不会移动的海洋生物，还没有鲨鱼危险呢。只要我保持相对的距离，他就只是我赚钱的工具。我知道了公主爱人的长相，再把相似的人献祭给海妖，因此收获了第1桶金。有了第1次的成功经验，我们获得了很多珍珠。变得乞丐变得珍珠不值钱，给我找年轻漂亮的，本地不够就给我去外地。所以在车站跟踪我们的人也是你派来的吧？绑架外地人，欺骗与你们做生意的商人上船，把这些人献给海妖吃掉，变成你们想要的珍珠。你们究竟杀了多少人？数不清了，没想到在你们这里栽了跟头。等靠岸了，先把他们交给警署，我去解决那个怪物，你看好他们。你一个人？还有他，希望您不要搞什么小动作。盖奇先生。只是会制造幻想的低级恶魔，在普通人眼里是美丽的少女，但这洞穴充满诡异的气息，不是这种等级的恶魔敢散发的。怎么了？好像阿斯莫德的香味。走！怎么回事？水下好像有东西在动。我看中的猎物要被偷走了。要干什么？心脏又开始了，这是遇到危机时的警告。那个海妖只是他的诱饵，这里有更高级的怪物。怎么回事？跟着我原路返回。洞口合上了，我们出不去了。太美味了，你身上怎么会有阿斯莫德的味道？我不想死，我的孩子还在等我。我们在恶魔肚子里。你太吵了。小心！女巫的火应验了，大卫。可恶，根本清不干净。手还没有恢复，完全使不上力。美味的心脏要挖出来，慢慢享受。
这都是幻觉。想反抗吗？新鲜的血液让我更加兴奋。该享用我的晚餐了，投入着。来走，不可饶恕！你要和我抢吗？这是我先看中的猎物。再生了，这怪物还不死，在水下撑不了多久，必须速战速决，找到他的心脏，杀死他。心脏是恶魔最脆弱的地方，必定受着层层保护，需要人主宰他的注意力。你跑不了的。他的心脏可能在眼睛和触手最密集的地方。是了你！现在还不是倒下的时候。这家伙不要命一样的冲过去了。当你的灵性随风飘荡的时候，你孤零而失神的对别人，也就是对自己犯了过错。为这所犯的过错，你必须去叩那受缚者之门，要被怠慢的等待片刻。你是在找死吗？还是只会自杀式攻击？这么想死，就该把你关起来折磨到死。谁会开船？给我返航！敢动手动脚，就剁了丢去海里喂鱼。还有，拿一下止血的药来。项链断了，用这种方法摆脱幻觉，还真是他会做的事。随时可能会死掉啊！这时候知道疼了，刚才还摆出一副不要命的架势。浪费时间，要是能直接吃掉就好。哇！这里，队长很担心两位呢，让我一定要早点来。还是先把这块牌子收起来吧。副队的情况严重吗？大部分是皮外伤，目前还在发烧，已经提前联系了医疗部上门检查，我们尽快回去。这是什么？糖衣杏仁。什么手感？盖布里埃尔，别和你的食物那么亲近，一醒来就在工作，你不要命了吗？在工作中死去正合我意，就算这次逃过一劫，我的心脏以后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另外，它现在还是我的。干什么？去洗澡。伤口不能碰水。你以为你受伤昏迷的时候，衣服和包扎是谁做的？现在害羞，是不是晚了点儿？谁害羞了？那接下来就别乱动。为什么？就算作为获取心脏的报酬了。
可以了，我自己来。您好，我是6队医疗师尤娜，副队他情况如何？醒了，看起来活蹦乱跳的呢。那真是太好了，加兰大人，你快变成我们医疗部的常客了。嘘，他睡着了。身体还是太虚弱了。看起来样子不太好呢，还是做个全身检查吧。他身上的印记不用了，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了。哎，发什么呆呢？没什么，感觉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不会被灭口吧？要亲自上药什么的。佳兰，佳兰，爸爸，都是爸爸的错。自从妈妈不在了以后，爸爸忽略了你，没有发现你过早的觉醒了越界沟通的能力，让阿斯莫德侵占了你的心脏。在恶魔即将苏醒的时刻，心脏的能力是最强的，会有无数恶魔想要吞噬你的心脏。爸爸没办法救你。对于这个世界而言，阿斯莫德寄生成功或者被其他恶魔吞噬，两者都是糟糕的结果。记住我的话，为了阻止上古恶魔再次降生于世，20年后的今天，也就是阿斯莫德即将苏醒的时候，杀死自己。已经是深夜了，头好晕，这身体越来越没用了。哎，我的糖衣杏仁，宠物和主人一个德行。不过屋子里没人，这么晚，他去哪里了？副队让我来查个资料。啊，好的。那不是旧案曲吗？是这个街道送信的小鬼。睡着了。这家伙就不能老实的待在床上吗？阿斯莫德目前还在沉睡，在察觉到危险靠近的时候，会释放气息，迷惑附近的捕猎者。这是阿斯莫德自我保护机制，尝过一次就无法忘却的美味，无法抗拒。更严重了，按理说体温应该降下来才对，现在反而……您是怎么回事？只是小问题，吃点药就可以解决。可是……尤娜，感谢你凌晨跑一趟，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记得让副队按时吃药。我明白。抱歉，刚刚是我失控了。如果你说什么是阿斯莫德的原因，建议你和我保持10米以上的距离，离我越远越好。公爵大人，也许这样我的伤口会好得快些。说起事情的源头，如果你不靠过来，接下来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够了，不要再提了。我会尽快修复好项链的，用来掩盖你身上的气息。这个月第11起了，伤口呈撕裂状，像是受了外力撕扯造成的，双眼被挖走。年龄呢？死者最小的只有5、6岁，最大的不过8岁而已。都是凌晨被人发现死在泽诺比亚街附近。我们已经找了受害人家属谈话，其中最大的共同点，受害人的瞳孔都是蓝绿色。给我地址，我要去案发地一趟。您不是还生病？差不多好了。请带上我。不行，你今天可以收工了，我可不想看到霍克的臭脸。副队，最近怎么都看不到黑泽尔先生了？那天之后，那个人就没有出现过。他是这么轻易就善罢甘休的人吗？我的怀表还在他手里，那是我唯一一件死后想带进坟墓的东西。好像不该问这个问题。泽诺比亚区就算是白天也没什么人。看来大家都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事，不敢出来了。
我记得汉德就住在这附近，我们去问问他情况，让他最近别出门。好主意！自从那孩子被收养，我最近1周都没怎么见过他了。汉德，你在家吗？我们来看你了。加兰哥哥，还有尼尔，直接称呼我名字啊？你和我也差不多大嘛。加兰哥哥，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花和卡片。那我就放心了。我还要去泽诺比亚街送信呢。汉德，泽诺比亚街区最近很危险，你要注意啊。没错，这几天很危险，你还是别在外面走动。没关系，我对那边很熟，而且巴贝特女士也很照顾我。等把这几天的报纸送完，我就可以去学校上课了。我们可以见见巴贝特女士吗？她不在家，晚上才回来。你们要进屋陪我玩一会儿吗？我们就不多打扰了，你要注意安全。好的。下次趁大人在家再来拜访一次吧。怎么了，副队？没什么。那人还没有把他的宠物带走。今天看到的黑影，到底是我生病演化，还是……总是有些不安。还是去看看。谁？黑泽尔。哼，好久不见，看来拿剑指人是你最喜欢的打招呼方式啊！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踪我？只能说碰巧，我就在这附近，也听说了这片街区的事情。我想，不安分的某人，也许会在夜晚来到这里。别跟着我，很奇怪，他的状态很奇怪，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周围杀戮的气息。难道他又出去进行他所谓的狩猎了吗？不管了，先办正事。这么晚就别在街边乱晃了，早点回家找妈妈去，年轻人。你们难道没有听说最近发生的事儿吗？再往前走就是203公寓了。别告诉我你们是故意去那边探险的啊！203公寓怎么了？那是个凶宅，也许是200年前，或者是100年前，看呢，在那里发生过凶案。现在凶宅的主人是一个怪女人，白天都看不到人影，只有晚上会裹着披风出来，从没有人见过她的脸。夜晚房子就会隐约传出小孩子的声音，还有弹珠声，可白天又不见小孩的影子。被低廉房租吸引而搬过去的人们，住一小段时间就会害怕的搬走。我就是其中之一，流落街头还能睡得更安稳些。最近这片街区接连有诡异惨死的小孩，大家都说和这位古怪的女士脱不了干系。汉德不是住在那里吗？到底是什么情况？没人。你这门根本就没锁，你不是担心吗？不进来看看？汉德，汉德是谁？你是来找人的呀？没人。哇！这地方怎么起了这么多小鬼？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被困住了？不说算了。你看到什么了？一些小鬼，有人把他们藏起来或者困住了，并没有攻击性。这阁楼完全没有人使用过的痕迹。画像，看起来有一定年代了。这么晚了，汉德会去哪里？这阁楼给我的感觉十分不好。这是古老的毛线袜，看起来像画像里的那个女人给她肚子里的孩子织的，不过并没有织完。出什么意外了吗？看来要问问这屋子里的东西。那是我的手，不要踩到哦！不要再玩我的头啦！喂，大力，巴贝特女士说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假装看不到也听不到就好了。萨利，这不是早上的受害者之一吗？还有其他人，
都是这几天受害的孩子，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假装听不到就好了。谁和我说话就有糖吃。我来告诉你。我想吃。你想知道什么呀，先生？你们怎么来到这儿的？是巴贝特女士，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巴贝特女士带我们来到了这里。巴贝特女士，她是什么人？哦，她现在去找汉德。汉德？他去哪儿了？越界沟通，还用这种费力的招数，只不过是为了找回你们。汉德去送信，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那天晚上……闭嘴！果然还在发烧就出门了，这家伙找人要钱。不知不觉送信送得太晚了，他们好像说有片街区很危险，要绕路走。是哪里来着？赶快回家才行。汉德！逃跑了。黑泽尔，你来抱着他。亲爱的，当我辞别人时，请别为我悲歌哀泣。村头无需玫瑰的芬芳，也无需柏树的茂密，就用青青之草将把我遮蔽，沾着湿润的露珠雨滴。如果你愿意，可将我记住；如果你愿意，可将我忘记。你醒了，加兰哥哥。我睡了多久？已经3天了。这么久？很苦吧？要不要吃糖？大人怎么能和小孩子一样怕苦呢？他还在。你先出去啊！我有话和你加兰哥哥说。哦。项链已经修好了，现在就戴在你的身上，想必你已经感觉到了吧？尽管它能让你不那么痛苦，但它就像止痛剂，并不能抑制你身体的衰败，甚至到最后，它的作用会微乎其微。你要接受身体逐渐虚弱的事实，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我早就准备好了。算了，关于那个公寓，我看了旧档案，203号公寓曾经发生过凶杀案。什么？大概是100年的一起悬案。一个怀孕的女人被人刨开肚子，死在了阁楼。她的海员丈夫当时还在外面出海，听到这个噩耗就疯了，再也没回到过卢米埃斯。凶手带走了她的孩子，从此销声匿迹。203闹鬼的传闻从那时开始就没有断过。难道就是那天看到的黑影吗？顺便一提，那晚你晕过去之后，我正要离开，出来，远处有一个身影，散发着腐臭味，他好像想和我说什么。汉德，不过我当时没什么捕猎的心情。就这么走了？他是谁？怎么会认识汉德？哼，开玩笑的，他逃跑了，拖着一大一小2个累赘，我懒得去追。我只觉他和那个巴贝特女士有什么联系，所以又去了203公寓一趟，还是没人啊。汉德说巴贝特女士白天几乎都在家，但我过去的时候还是没有人。也许是看到我来就匆忙逃走了，挂在后门的衣角碎布印证了这一点。这个味道是那晚遇到的女人身上发出的腐臭味，难道她就是巴贝特？她已经不是活人了。你是说他已经死了？一个幽灵怎么会领养孩子？
灵魂会忘记自己是谁，得以安息。但如果有了执念，就不一样了。203公寓的主人，也许从没有变过。巴贝特·琼斯，一屋子小鬼，也许都是屋主杀的呢。幽灵附在别的物体上袭击人类，又不是第一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不太可能这么做，她还领养了汉德，要是想杀掉，早就动手了。而且这样没法解释受害的孩子眼睛被挖去这件事。受害的孩子都是蓝绿色的眼睛，而琼斯夫妇都不是。相同颜色的眼珠？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什么，我倒是知道有一个仪式。阿内修斯大人，已经是12对了，就只差1对孩子的眼睛，可惜被不识趣的人打断了。你被发现了？没有。为了防止别的势力注意阿斯莫德大人，从而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我们特意挑选了有替罪羊的地方。诺拉是最低级的怪物，不会让人注意到它的属性的。等仪式开始，日使之剑就会为我们指路，我们马上就要找到它了。当年我们的死对头诺伊斯，他的孩子被阿斯莫德大人寄生的人类。还是要多穿衣服啊，加兰哥哥。快尝尝汤，是我煮的呢，面包也是我烤的。汉德好厉害。这太好喝了。嘿嘿，你怎么做的？这很简单啊。比你加兰哥哥做的饭好多了，我还以为他的味觉和一般人不同呢。哈哈哈哈，这是巴贝特女士教我做的呢。是不是想他了？汉德，可以和我谈谈他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第一次见到巴贝特女士是在我送信的途中。那天泽诺比亚下了很大的雪，风很大，我又冷又饿。巴贝特女士对我伸出了手。我可怜的孩子。她的声音很沙哑，我却觉得很温暖。她带我回到了她的住所，给我取暖，给了我热水和面包。我们只相处了几周。巴贝特女士有时候的确有些奇怪，她不许到阁楼上去，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脸，她也许真的不太寻常。别人都说她很可怕，是个怪人，我却觉得她是个温柔又神秘的女士，她很好。离开这么久，巴贝特女士一定会担心的。我明天送完信就要回去了。我就知道你不会闲着。食物是带有记忆的。我的小加兰，饿了吗？一直趴在这里看。稍等等，黄油融化后就可以放鸡蛋液了，加了牛奶和芝士，很香是不是？是我再也找不回的味道。吃吧。要来不及了，我要去送报纸了。要在天黑之前回家。谢谢你们这几天的照顾。加兰哥哥，黑泽尔叔叔。这小鬼。笑什么？看起来更像是因为某人的早餐逃跑的呢。不过折腾一晚上，你总算愿意放这小鬼回家住了。汉德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不放心。我可没有要阻止你，同路而已。听汉德说，那个巴贝特女士一整天在闲晃，十有八九又不在家。如果不在，就在她家里等着。又不是去观光地，还把宠物带上。放心吧，半夜没人会发现的。盖布里埃尔也需要户外活动啊。一唱一和的。哎，等等，毕竟是位女士，要不还是在门口。看到我们在门口，她还敢回去吗？干坐着太无聊了，我还是去阁楼吧。喂，这次是来和他谈话的，别再翻了。不会这么巧的。
还真是巧。他应该不会欢迎从他家衣柜里走出来的人。好奇，手要没处放了。这么小的空间，就算是戴着项链，也可以闻到一点。不要再乱。还是出去和他说吧。先观察一下，万一跑了呢？不过……什么？盖布里埃尔还在外面。什么东西？一只猫？你从哪儿来的？这位女士大概是能看到盖布里埃尔的本体，所以干嘛要把猫带过来？她跑得掉。孩子们都去哪儿了？快出来吧！哇，它好可爱！她把帽子摘了。好，我看看。什么人？糟了！抱歉，用这种方式与您见面，女士。没关系。这次为什么没有逃跑啊？上次在街角见面的时候，跑得很快啊。我知道你们就是那晚救了汉德的人。汉德他还好吗？他很好，今天又出去送报纸了。那就好。这几天我都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苹果派，可惜他一直没有回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看到我的脸就会害怕的尖叫跑开，也拒绝和我交流。说话声音好小，所以你才这身打扮出门？是的，如果有人和我说话，就会下意识跑开。那晚也是，看到他，等我反应过来，已经找不到你们了。您为什么会收留那么多孩子呢？这让我想到了自己走失的小孩。我在路上遇到了他们，他们都无家可归，又不怕我。汉德是最特殊的孩子，好像有点不合群，不和别的小朋友玩呢。我常常在想，嘿嘿嘿嘿，要是他是我走失的孩子，该多好。能和我们聊聊吗？关于你走失的孩子。其实关于那段记忆很模糊。我的丈夫是个海员，常年出海，很辛苦，我却把我们的孩子弄丢了，所以才会每天都出去找。毫无意义的是，你的……希望您早日找到你的孩子。一定会的。寻找孩子是他的执念。那位女士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所以还一直在这个世界游荡。是谁看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出现在眼前，都会吓得大叫吧？你不想告诉他真相吗？那小孩迟早会知道的。他和一个幽灵生活在一起。我会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和汉德谈谈。至于巴贝特女士，如果知道真相，她灵魂会随着执念的消失而消散。当务之急是找到杀害那些孩子的真凶。就是他杀了我们的孩子！我早就知道那个古怪的女人有问题。他们在做什么呀？他们说找到了最近杀害孩子的凶手，说要替死去的孩子报仇，好像就是住在203的那个怪人吧？啊，队长，什么事？谭纳伯爵死了，被他的佣人发现，吊死在了阁楼的天花板上。你是怎么知道的？擅自离港？碰巧就跟着布斯他们出去了，他们还在现场，我先赶回来了。再偷跑出去，你就把20年至今的档案都整理一遍，这样就没有偷跑的时间了。接着说。他的死法很奇怪，受害人离地足足有32英尺高，卡斯还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他还未消化的舌头，应该是生前被迫吃掉的。哦，对了，他的左脸被刻了一行字。是什么来着，队长？明白了，去把这些拿到资料室。好。等等。最近很危险，你别偷偷溜出去。好的。果然因为前几天跟着副队偷溜出去，今天又有了离港的双份不良记录。我是最差劲的实习生。不过
为什么每次见到队长都会心跳加速呢？奇怪，难道是太害怕了吗？可是又总想看到他。不可以。黑泽尔，管管你的猫。你推开门，把它放进来。你就不能穿好衣服再见人吗？这可是我的房间。哼，而且是你自己要闯进来的。陪你折腾了一晚上，早上回来就要立刻演戏给那个小鬼看，怎么都要收取一点代价吧？加兰大人。下手还真狠，偶尔斗一斗还是蛮好玩的，要常见到那种表情才行。那个混蛋，他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加兰哥哥，开门！开门！那个女人呢？她在哪儿？这屋子不太对劲啊，我可是懂一些门道，让我来看看。怎么办？快藏起来，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要出来。那你呢？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些人明显是来找麻烦的。这办法到底行不行？放心好了，这可是能让鬼魂现出原形的方法。他出来了！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这要问问你自己，对那些孩子做了什么？好多血，为什么眼前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不要，不要！求求你，求求你，我肚子里还有孩子！我的孩子，孩子！总算赶到了！队长，快我！快我！都逃跑了，难道汉德？巴贝特女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危险！汉德，他已经失去神智了。让我来。每次越界沟通都是会对身体产生损耗，尤其是他现在这种状态。为什么想要去阻止他，为不相干的人做到这一步，真的值得吗？是为了让无处可归的灵魂安息，还是为了关心他的人不再痛苦？好像明白了一点。巴贝特女士，别过来啊！汉德，我会吓到你。可是你说过，如果抱一抱，伤口就不会痛了。你流了那么多血，一定很疼。我没事。事到如今，只能把真相告诉。坐下，你先去阁楼。巴贝特·琼斯，你已经死了。其实，我也回忆起了不少当时发生的事，只是脑袋浑浑噩噩的，难以将它们串联起来。我在阁楼上，被人，难怪人们都躲着我，我还自以为是的收留了那么多受伤的孩子。他们也是死人，只是些残缺的灵魂。汉德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被你带到了这所气场特殊的房子。
所以暂时没有消失。汉德，为什么哭？来和我们一起玩呀！不过他们没有所谓的执念，消失是早晚的事。那我的丈夫和孩子，他们还好吗？其实你已经死去100多年了，你的孩子和丈夫早就已经不在了。自从得知你被人杀害，未足月的孩子也被人取走，你的丈夫就疯了，然后死在了异乡。杀害你的凶手已经认罪，因为自己无法生育，所以盯上了孕妇。但你的孩子太虚弱，几天就夭折了。是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到死也没见到他们，居然过去这么久了。执念已经解开，明天天亮之后，你就会彻底消失。去做最后的告别吧，和你当下最重要的人。那是什么？可怜的孩子，跟我回家吧。下雪了。怎么了？只是一晚而已。是啊，就只剩1晚了，我也很快会迎来这么一天，像雪一样消失。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杀了他呢，这次是为什么？看心情而已。为什么要露出这种表情？在我看来，能够告别是件幸福的事。为什么没有多看一眼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怎么样，黑泽尔？不，我讨厌你这样打扮。哎呀，就不能夸夸妈妈吗？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感觉束手束脚的。不过一会儿公爵大人就要来接我们，要穿得正式一点。以后爸爸会和我们一起住，是不是很开心？别再愁眉苦脸了，和妈妈来个告别之吻。不要。那好吧，那盖布利埃尔就交给你照顾喽。我走了，等我回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再见面的时候，而满心期待见面的人，就在那里站着，看着他被那些所谓的上等人烧死。他是恶魔，他会给皇族带来灾难，烧死他！妈，别看少爷，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人的脸，因为记得太清晰，连他的脸都变得模糊了。雪更大了啊！咳嗽的像小狗似的。今天的饭菜好丰盛，你也快来吃吧。好啊，汉德。瞧瞧我发现了什么？逃跑的小老鼠。哼，这次准许你用我的影子，交给你了。这个很好吃。快来！金士兰德的帽子，水果。要买帽子吗，先生？有小孩的吗？大概这么高的小男孩。这边这几顶都可以，如果买2顶就只要3个铜币。感觉这个颜色更合适呢。金士兰德产的帽子，你要不要？我怎么会戴那种东西？这个就送给汉德。虽然巴贝特女士会给汉德留下字条，就说自己要出远门，不过那孩子会相信吗？怎么了？这屋子有东西来过。看样子是昨晚的事。无属性的低级恶魔，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他们。你没事吧？他的表情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和之前那些遇害的孩子一样，眼珠被挖走了，是同样的恶魔做的。但他的手指在发抖，什么都无法感知到，一片死寂，都消失了。我去通知黑羽的人。副队，您等了这么久，
怎么样？的确和之前是同一种攻击方式，但比以往的手段更残忍。受害者……明白了，我进去看看。这都是我的错。嘉兰哥哥，只要闭上眼，就会看到当时的惨状，心脏时刻传来的疼痛，就好像生命的丧钟一样。这时刻提醒着我不要投入感情，就不会有任何人为我的死难过。可现在，因为我的疏忽，让爱我的人痛苦的死去。我说怎么整天都不见人影，原来是躲在房间里哭啊！啊，是你啊，全圣亚里斯最恶劣的混蛋公爵！你喝醉了？人类死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你身为黑羽的副队长，应该再明白不过了吧？你懂什么？那孩子总是叫我嘉兰哥哥，偷偷送我花。那孩子和我不同，他还小，还有那么多时间，是我害他以那么糟糕的方式离开了，就那样死了。因为这没用的身体没有留下来陪他。没用的酒鬼，还是去床上躺着吧。喂，还有你，我为什么要闯入我的生活，把我最后的日子搅得一团糟？我宁愿在任务中死去，在黑羽挂个勋章，带着我的怀表一起走。还给我，还给我！就凭侦查，放我下来！我怎么找了这么大的麻烦？这个混蛋，自以为是的小鬼，变态，自恋狂！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啊！赶紧睡觉。总算清静了。黑泽尔，公爵大人，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给我回去躺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要是对我这副没用的身体感兴趣，拿去好了。得到了就赶紧滚蛋！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醉酒的家伙，劝你少说几句。第二天清醒过来会羞愧的人可不是我。清醒了吗？还要继续吗？后悔？晚了，我可不是什么绅士。给你2个选择，用你的这里解决，或者这里，选好了吗？不开，我要出。好像在水里一样。仁慈的我，给你第3个选择。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给我看，出来就放过你。怎么办？3、2、1，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看样子一个都不想选。既然你不想选，我就来帮你选。不是没用的身体吗？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在乎的？的确，没什么好在乎的，没什么，狼狈又可笑。这味道真的是，整个浴室都是。我真是作茧自缚。你这样要做到什么时候？什么？放手！行了，这样可方便多了。应黑暗之妖，以地狱之名，日食之剑，告诉我们那个被阿斯莫德大人寄生的孩子身处何处？哈！白发的美人和诺伊斯的妻子一样的美貌。的确，而且好像在哪儿见过。没想到能看到这么香艳的画面，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气息了。
阿萨内修斯大人，请容我先去探探情况。这样羞辱，我如你所愿了吧？羞辱？这可不是什么羞辱，我很生气，这是对你的惩罚。你可是我的猎物，你的身体为我所有。谁允许你说出那样的话的？因为一个人类小鬼的死就这样。记住，你今天晚上的行为多愚蠢！怎么办？只是靠着我的手指就出来了。听不清了。这次就先放过你。而且项链又在垃圾桶，还真是坚持不懈呀。到底是惩罚谁？知道我忍得多辛苦吗？谁？这是画，是梦啊，只是个梦，身上好重，怎么回事？肩膀这里好痛，肩膀，急的。副队长，那孩子的死是我的失职，无论什么样的惩罚我都接受，但请把接下来的调查交给我。我想找到凶手，拜托了，在我剩下的时间，会尽我所能。不，我才不会把任务交给一个颓废、没精打采的家伙。今天的脸还这么可怕，还浑身酒味。哦，您还好意思说我？我会的。对了，你还记得保尔森吗？当年和你做任务的时候，替你挡下攻击，失去一条胳膊，之后调去了别的部门。怎么会忘？他说今天会来，希望能和我们几个见个面。是有什么事吗？好像是要来商议什么案子。好，我今天在资料室，到时候请通知我。自从那天后，泽诺比亚区没有发生过儿童被袭击的事情，居民们都误认为是巴贝特女士消失的缘故。这份警局的资料你可以收走了，尼尔。肩膀疼吗？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尼尔呢？都不敢抬头看我。哦，那个小孩宿舍里漏水，放心回去吧。您真是大好人。我们是搭档嘛，加兰大人。你，只是一点漏水而已，被低等的管道恶魔当窝了。这么简单，我们自己也可以解决，对吧，啾啾？消失吧，是这样念吗？保尔森差不多要来了。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搞的？对不起，这么狼狈的样子被队长看到了。队长，在担心吗？我在等尤娜过来，她已经去医疗室取药了。我让她来办公室找你。谢谢。所以你去修管道，反而把宿舍淹了，还滑倒被灯砸到了头，脚也崴了。是，衣服都被淹了，所以只能这样走回来了。吓我一跳。给。我还有事，你在这里等着。好的。又变得冷漠了，刚才的关心好像错觉一样。队长的衣服很暖和，可是有点想哭。我不管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赶紧走。昨天发生了那种事，还若无其事的样子。是吗？那我出去狩猎玩了。加兰大人。加兰，好久不见啊，加兰。保尔森，我早就想来看你，可惜调离的地区实在太远。很熟吗？一口一个加兰的叫着。这位是加兰的搭档黑泽尔先生。真是稀奇，加兰可是从来没有过固定搭档。你好，我是保尔森·肯特。左手，这个人没有右臂。确实是有事相求，所以才到这里。
他在场不要紧吗？只是商量案件，没关系。我们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蛇男又出现了，是非常古老的种群，他们通常以人类的形象出现，用特有的毒素诱拐人类女性，诞下他们的后代。的确，他们是出了名的狡猾，相当难抓捕的对手。除了繁衍时期，都生活在丛林中，任何缝隙都可能是他们的藏身处。受害人被发现时，浑身赤裸，身上会有部分组织消失，推测是蛇男带走所谓的战利品。蛇男为了繁衍，通常都不会杀人，这次怎么这么反常？我们也很疑惑。事态紧急，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才特地来请求总部支援。这个行动，嘉兰是最适合的人选了。我？感谢你答应我的请求，嘉兰。你救过我的命，只要你开口，我一定会帮你的。等案件办完，我们像之前那样去喝酒吧。喝酒？最近都不想喝酒了。原来之前经常去喝酒。是我无礼。您就是黑泽尔公爵大人吧？公爵大人，我曾经在女王的加冕礼上见过您，刚才没有认出，真是失礼。女王加冕，这么说来，你也不是普通人嘛？博尔森，这是内部的安排，公爵不希望公开自己的身份。抱歉，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还有你们两个，我们不会往外说的。放心放心。你们两个去办公间等我。哎，我会处理这个问题，不要担心。生气了？刚才还以为场面要失控了呢。虽然刚刚那个表情只是一闪而过，立刻又变成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和那家伙待久了，虽然性格恶劣，人又变态，但没有摆过贵族架子。我也忘了，他是圣亚里斯的贵族，本来就是要时刻恭敬的身份。那为什么要生气？难道他讨厌这个身份，然后被保尔森说出来了？不至于因为这个原因就把保尔森杀死吧？还是问问比较好。因为昨晚的事，对宿舍产生了心理阴影。关于保尔森，他曾经也是黑羽总部的队员，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观察到了什么就会直接说出来，并不是故意的。你刚刚为什么生气？难道是因为他暴露了你的身份，让别人畏惧你，影响你玩弄人了？差不多吧。我讨厌赋予我这个身份的人。还真是，遇到你就是我倒霉的开始。赋予他身份的人是你的父亲，沃尔德伦公爵。这就是你一直生活在圣亚里斯边境的原因吗？是啊，那个懦弱的人畏惧我，可惜又无法生出其他的子嗣，只好让我在边境长大。我好像在接人伤疤一样。作为交换，也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你想知道什么？等价的秘密交换，我都会告诉你。哦，居然说出这样的提议，这么心软可不太好。我想知道为什么留长发。故作镇定的样子，后悔好心的交换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打趣，留在指尖的触感让我时不时想起来。我的确想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妈妈，你抢走的怀表上面的人就是她。嘉兰的头发闪闪的，又滑滑的，摸起来像小动物一样。如果剪掉就太可惜了，对吧，亲爱的？哦，就这样？就这样，这算是一个念想吧，再也回不去了。嘉兰的头发软软的，又滑滑的，摸起来像小动物一样。嘴。长头发很适合你，所以那个计划才会来找你啊。抓捕那天不准过来。看我的心情。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脚既然崴了，这几天就别随便走动了。好。喂，现在都流行办公室恋情吗？他身上还披着队长你的衣服，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上次那个管理员就不错，也许我该试试。尤娜，那天的计划需要你到场。好的，这几天我也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蛇男的毒素，会对该种类制定出针对性方案的。这几天就先去我那里住。简直不是能干的活儿。怎么样，能挣脱吗？如果是蛇男的程度的话，是无法挣脱的。从哪儿找出这么奇怪的？这可是黑羽曾经记载的针对蛇男的咒术，要反复练到熟练才行。
缺点是害怕水和火，对普通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到时候的抓捕要到房间里进行。这弱点未免也太多了点吧？反正蛇男又不知道。无论是人或物都会有弱点吧，就像你也不例外，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那么怎么感谢我？什么？辛苦陪你练习，不知道感谢吗？你答应的时候又没说。给，和你主人一起吃吧。恩将仇报。吃完饭餐碟你可要自己洗。人呢？镜中的场景明明就在这附近，可是阿斯莫德大人的气息总是时隐时现，难道已经被别人盯上了？逃跑？我说怎么最近总有一股臭味围绕在附近？看来最近要看紧猎物了呀。来喝一杯吗，小姐？不用了。要保持微笑啊，副队，很受欢迎嘛。事情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是啊，副队要真实，脸上要涂很多颜色才对。我看尤娜就是那么做的。闭嘴吧，小屁孩儿！你偷偷跑出来就要安分守己。天天坐着太无聊，也许我能帮上一些忙。蛇男很危险，我在这里待命，以防有人。这个计划真的靠谱吗？也许我不该答应啊。诱饵？是的，请听我详细说明。我们已经找好了蛇男最喜欢出没的酒馆，计划设立了3个点，需要1位诱饵加2位接应人员。这次出没的蛇男喜欢将身材高挑的、拥有柔顺头发的美丽女士作为目标，因为蛇男善于隐藏在人群中，一般人难以察觉。综合上述条件，符合的人选实在太少。我知道这对加兰你来说很为难，如果拒绝的话，我也理解。完全无法拒绝。然后就……公爵大人，他怎么也来了？笑什么笑？走过来了，真是人群焦点呢。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注意表情，副队。这个酒馆比想象中更热闹，太离谱了！怎么可能正巧遇到，还要被某人看笑话？2杯朗姆酒。突然冷飕飕的，一般人难以察觉，只有你们比较敏感的，才可以感知到它周围的低温。来了。另一杯给这位美丽的小姐。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一个人吗？因为太寂寞了，先生。是吗？看来就是他了。我看刚才有个很帅的家伙向您搭讪呢。很帅的家伙在说黑泽尔吗？可惜不合我的口味。今天除了你以外，都没有顺眼的人呢。害羞的样子，却说着大胆的话呢。还在摸？手放哪儿呢？今晚要与我共度吗，美丽的小姐？这位生啥气呢？好啊，先生，我正期待一个浪漫的夜呢。微笑，要微笑。大人，你也跟着呀？其实我就是另一个接应人员。他没带项链，蛇男一定会被味道引诱的。如果无法控制，就糟了。哇，蛇男给副队披了外套。哇，很体贴嘛。你好香。我的猎物那么好骗，说不定3言2语就上当了。好可怕。你们几个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我观察了你们好久了。抱歉，我们是来……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哪有空和他废话？不愧是公爵大人。不过副队人呢？都是被那个臭老头耽误了。这2人太吵了，顺着他的气息就能。去吧，啾啾，给我们引路，找到副队。关键时刻还是很厉害的嘛。啾啾好久都没出场了。嘿嘿，只要跟着啾啾就好啦。那玩意儿还是活的，不会和主人一样不靠谱吧？水还有火，都是会影响咒术的东西。喜欢吗？别急啊，先生。不过是这家伙提前预定的，提出换房会引起怀疑。门窗已经上锁。抱歉，我对花粉过敏，而且太亮了，我会害羞。
老实说，你比我之前找的床伴都要高，声音也很粗。那还真是抱歉。不过你身上有股特别的香味，啊，真香啊，真是太迷人了。他说的香味，难道是黑子儿说的阿斯莫德的味道吗？他们怎么还不过来？要等等吗？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来晚了，副队。放我出去！你这个骗子！已经解决了，没想到这么顺利。少爷，怎么还会喷火呀？难道是蛇男的变种？脚要扭到了。先带他出去，这里我们解决。好，黑子，把他的嘴捆住，我在施咒。我怎么办？只能在原有的咒术上加一层试试了。他嘴巴咬合力很强，又不能切断，你要在他挣脱之前。发什么呆？快点！方法奏效了。你被咬了？什么时候？不要紧，我去找尤娜。怎么了，尤娜？这蛇的颜色和花纹和给我的资料报告完全不同，我担心这个解毒剂会不会对这个蛇有效。等这条蛇醒了，就可以问出它到底是什么。等不了那么久了，万一是剧毒呢？喂，哎，副队，放我下来，我的腿可没断。走路腿都在抖。你磨蹭什么？你想被别人看见吗？完全是乱来。这些毒都对我无效。旅馆的人员已经被疏散了，我们在这里等，蛇男应该很快就能醒。你的脚受伤了，就别乱跑了。放心吧，公爵大人可不是一般人。公爵大人对副队很好啊，一开始我还会被他的样子吓到呢。这么说起来，副队真的变了很多呢。尤其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受了这么重的伤，好像一个不会疼痛的人一样。我们认识了很久，才开始疏离的打招呼，看过去的时候，总是一个冷漠又孤独的背影。现在感觉更像是个活生生的人呢，面部表情都丰富了。这么说，的确是。他醒了，看到这口锅了吗？赶紧老实交代，不然就把你煮了。给煮了。够了。感觉怎么样？好一些了，有点尴尬，头也有点晕，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才好。副队，蛇男醒了，得救了。快老实交代，你是什么品种？我可是最高贵的蛇王。还好是蛇王，据说蛇王的攻击力很强，但毒液的毒性有限，不用担心了，副队。太好喽！哎，不要低估我好吗？蛇王和给出的报告不一样，一般的解毒剂不太能起效。您今天先回去休息，针对他的解毒剂，明早我就研制出来。不是剧毒，我为什么要看他？你们抓了我，我的子嗣一定会为我报仇的。子嗣？你哪来的子嗣？你不是把那些女性都杀死了吗？什么？是谁干的？他好像真的不知情。蛇男出没就是想要后代，的确很奇怪。不会是搞错蛇了吧，副队？不可能，的确不可能。蛇男会划分区域生存，不可能同时出没两种蛇。算了，我们先把它放到总部去，再仔细调查。都记录完了，今晚就早点睡吧。好冷，又感觉昏昏沉沉的，怎么回事？要不要过去看着？睡了吗？冷。里面没穿衣服啊？这是什么情况？喂，你这样乱摸乱蹭的。等等，公爵大人，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吧。什么事？建议您多观察一下，有什么没查证过的副作用。副作用？身上却是烫的，这样下去不会失温吧？塞拉，好温暖。还把我当成了别人。塞拉又是什么人？给我说清楚，塞拉是谁？塞拉，好好看清楚我是谁。黑泽尔，要暖和起来吗？好，
蛇男总不可能放任繁衍的载体死掉，解毒的方法显而易见，只不过尤娜顾忌着嘉兰的性格，没有说出来而已。嘉兰大人真可怜啊，马上就不冷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刚给你抹了药，你刚那里流血了。别再说了，离我远点！只要不提这件事，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起来吃药。你怎么还没走？啊，药，尤娜这么快就送来了，看来没有睡多久。想什么呢？现在是第二天晚上，早上我已经亲自喂了你一回了。他用了“喂”这个词。我也给你上药了。这个牙印是什么？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手指印？我可没有这么掐过，一定是那个蛇男弄的。那玩意儿被关到黑羽总部了，暂时还不能找他算账。不是不提昨晚的事了。糟了，今晚还约了保尔森见面，可恶，胸口好痛。你这样还要出门？去哪儿？去见保尔森，我好得很。哼，是吗？那个保尔森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只是说话，我不会和他喝酒的。你要是敢跟过来，就死定了。算了，卡布里埃尔，管家从卡尔纳斯过来了，我们也去和他见个面。来不及多想就跑了出来，接下来该怎么办？就算是蛇毒的原因，也竟然与人发展成这样的关系，事情好像往失控的方向去。我不能这样，回来之后就搬出去。哦，你来了，嘉兰，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过去搭档的日子。这次抓捕成功，多亏了你的帮忙。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听说你因此负伤了，你的身体还好吗？之后有发生什么情况吗？我很好，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情况。我们的身体很合拍，虽然只是一个意外引起的，但我想让它变成寻常事。突然开始同情那个人了。他好像最近都没有发作，可是项链的作用不是会越来越弱吗？这对宿主来说不是好事，主人。这意味着排异反应逐渐消退，恶魔与身体正在融合。我这次来是有事要问你，关于蛇男，你给我们的材料报告都是错的，为什么？关于这点，我很抱歉，出现了纰漏，我却没有及时发现。你所处在的地区是蛇男最常出没的地区之一，针对这么大的案件，检验人员也不止一位。当然，这不能排除他们有同时出错的几率。我只是说出我的疑惑而已。都是我的失误，该死，我害你差点。我来找你之前，又去了一趟资料档案室。我看了你们部门的成员，有专门应对蛇男训练的人，而且这次的目标喜欢的是身高1.7米左右的女性，可却找我这个1.8米的男性。蛇男出没通常是为了繁衍交配，可这次为什么反常的杀人？为何你们没有追查下去呢？为什么这么快就得出找到真凶的结论了呢？我看你已经标记为结案了。那条项链您也知道，是伊莎多拉夫人留下来的遗物。夫人赋予这个物品治愈的能力，只是这个能力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受它保护的人，迟早会被其他觊觎心脏的恶魔发现。最近出现一批隐藏在人类中的寄生体，他们甘愿与恶魔共存，我们几乎无法辨别。还有这种事？也许是各取所需吧。他们可能是和恶魔达成了某些交易。贪婪的人类。如果您真的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看好它，在心脏成熟之前，不能被别人夺去。真是麻烦。那是什么？是我从卡尔纳斯带来的特产。您不是不喜欢吃甜的吗？我的猎物喜欢，我带回去给他尝尝。那么我就先走了。公爵大人，关于皇室那边的事，请您千万要低调。
就算是为了夫人。行了，我自有分寸。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我为什么没注意到？我很希望这只是你的工作失误。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希望你可以尽早去说清楚，在总部发现之前。我很抱歉。头头，本来就是不想面对才着急出来的。死神，真麻烦，就算是这样也很难解决啊。没关系，他现在变得很虚弱，被阿斯莫德寄生的滋味不好受吧？是因为快死了吧？行了，这可是我的收藏品，你可不能把它弄伤。还不回来？最近出现一批隐藏在人类中的寄生体，他们甘愿与恶魔共存，我们几乎无法辨别。我这是……到处都是用人类制作的标本，这到底是哪里？别白费力气了，这些都是为你而做的。健康的身体，多么完美的收藏品啊！这一切是因你而起。哎，你不是要毁约吧？别把他杀了！怎么会？这个罪魁祸首要留着慢慢折磨。如果当初没有救你，鲍尔森，胳膊整个被吞掉了呀！哎，真可怜，以前那么厉害，真可怜啊！真可怜。你申请了调离总部？是啊，我想离我的母亲近一点，不需要再看到你那张同情的脸。鲍尔森，你用了自以为可以稍微挽回尊严的说辞。没错，我要调走了。别这么难过，不是你的原因。我想也许在小地方，没有认识我的人可以过得好点。在这里，我的资历足以让我担任重要的职务，但这前所未有的轻松又很快被打破了。都不能用双手拿起武器的人，凭什么直接当我们的上级？你好，这些虚伪的脸，上面的人也瞧不起我。你刚来这里，当然要委以重任了。什么委以重任？全是些没人愿意做的杂事。他来了，来了第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案子。失去手臂的我远不如从前。绕到他身后去。我的搭档丢下我跑了。人呢？我一个人真的打得过吗？我的人生为何变成这样？我明明……恭喜你加入黑羽，谢谢你的帮助。这次又出色的完成任务，是这样的开始。来和我做个交易吧。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我可以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我也需要你的帮忙，我们各取所需。我活着回来了。对，当时太害怕了。哎，听说你的胳膊就是因为保护搭档失去的。你这么无私的人，这次也愿意保护我吧？是啊，我们晚上去喝一杯，怎么样？当晚我杀了他。我和恶魔做了交易，你的心脏归他，你的肉体归我，我又拥有了完整的躯体和我的尊严。你想说什么？鲍尔森，你怎么能相信恶魔？这样的大道理我已经听腻了，还是呻吟声更适合你。不靠这些，我怎么能顺理成章的回来接近你？看来黑羽的副队长也生活很精彩啊。
你的身体好烫，你感觉到了吗？你在发烧。什么？他已经被恶魔影响了心智。要赶快！你怎么？就算是快变成一个废物，恢复好体力，也是可以挣脱的。保尔森，你快清醒过来！是恶魔侵蚀了你的心啊！是我低估了你，不该给你恢复体力的时间的。他完全听不进去。为什么要避开我？你明知道要害是我本人才对。同样的招数，第二次已经不管用了。无用的人类，他不是快死了吗？怎么都打不过？喂，你不是想……保尔森抛弃了。我也在接受自己变得衰弱。别绑了，恶魔咆哮我马上也会没命。我都做了什么？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真奇怪，你居然会为我这样的人难过，不应该直接杀了我。你根本不是。啊，雨好大呀，贾兰。这是……路边的小猫，我打算放到霍克的办公室去。你是认真的？唉，总不能让他们淋雨吧？别乱动，之后就有家了。哦，偷偷的，不告诉他，等我回宿舍再说。你要说什么？阿萨内修斯，索尔特死了。什么？都让他不要贸然行动了。这次只是个尝试，下次要找个更厉害的人类签订契约才行。怎么回事？为什么此刻竟然觉得安心了下来？我好像陷入了一个名为关系的牢笼，想逃离命运，却愈发的紧，我无法找到出口了。人呢？喂，你……我只是想清醒一下。你泡澡的时候没有这样过吗？我还以为你晕过去了。是害怕我寻死吧？保尔森，他死了，要通知黑羽去杀后。真奇怪，我因为被恶魔寄生那么痛苦，那么想摆脱，可保尔森却主动让恶魔寄生在自己身上。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呢？黑羽的人已经过去了，那家伙是和恶魔签订契约了吧？恶魔把他抛弃了。他临死前清醒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名字：阿萨内修斯。你听说过吗？那不是阿斯莫德过去的使徒吗？恶魔已经开始利用人类接近他了，这就意味着……转过身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奇怪的感觉。印记又扩散了，气息也变得更强烈。项链放在哪儿？我去找卢克。不用费那个力了，不是迟早的事吗？水变冷了，去外面。这次怎么不躲了？就今晚。算了，在那一天来临之前，
想好好感受一下温度。除了这里，他还碰你哪儿了？这里吗？还是这里？不想说也没关系，反正会被我遮住的，全部。醒了，疼吗？你还是别起来，等早餐做好就在床上吃吧。昨天晚上，马上。复杂的心情。其实昨晚已经收拾好行李了，就藏在衣柜，趁他做饭的时候出去呢。可是无论去哪里，都会被找到。早餐要我喂吗？开什么玩笑！你出去吧。可是刚才和我还在一张床上的人，好像是要逃跑了。的确是比我做的好一些，可是难以下咽。我来看看要跑的人带了什么东西走。你够了。怎么还是混着我的衣服？那是打包的时候太匆忙了。这是什么？没想到这东西水洗不掉啊！是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个凡人的尾巴，那时候留下的。我要送到黑羽去，也许能分析出什么。现在，你不是又要逃跑了吧？行李还在我手上。这个混蛋，你是只会行李这个词了吗？尼尔，请收留我吧，副队。怎么回事？你不是因为水管坏了去队长那里了吗？我让黑泽尔去隔壁待着了，你放心说。这让我怎么说出口？那么丢脸的事。宿舍漏水修好之前，就先住在这里吧。是队长的房间。包里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整理的资料，因为脚受伤了，没办法每天去总部，我一定会按时完成的，队长。你做的很好，脚崴了就别搬重东西了。心脏啊，不要再跳了，请您放心，我已经有好几年的整理经验了，一定会好好完成工作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队长的脸上总流露出愧疚的表情。全屋光线最好的地方有盆花，没想到队长会养花呢。你好呀，又见面啦。哟，我们好像第一次见，你认识我吗？当然认识啦。奇奇怪怪的小花，之后什么也没问出来。你确定你成年了吗？脸上没有疤的队长，没礼貌。这是我的声音，怎么能这样和队长说话呢？切，我可不是那种事后哭哭啼啼让你负责的小朋友。如果再磨蹭，这份谢礼可就没了。我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所以是什么？我还有什么脸住在队长那里？是噩梦，总是做噩梦。也许床不适合吧，请您一定要收留我。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嗓子好像哑了。没事，也许是轻度的感冒。昨晚太冲动了。又有人来了。是队长来了。尼尔，你怎么在这里？呀，队长。我刚从阿巴亚区回来，就听到了你这里的消息。当初就不该答应他的调离请求。算了，我先不提这些。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佩斯学院，那是个专门学习艺术的知名女校，不过逐年落寞。一开始只收贵族，现在也开始招收平民了。匿名信能查到寄信人吗？不能，但是信的确是从佩斯学院所在地寄过来的，以防万一，还是要去调查一下。3年前那里发生过一次集体自杀案，已经结案了。不过最近又有了女孩在学校失踪的传言。这封信上所说的，不知是否指这件事。这是当年案件的记录，你看一下。你们黑羽还真是数不清的活儿，连个假期都不给吗？等这次案子结束，就给你们2周的假期。发生那样的事，也许需要潜伏进去，可以得到内部的消息。
没错，因为这件事，学生大量退学，学校急需外聘一些资深的教授来授课，留住学生。我们需要一个对艺术史精通的人，假扮客座教授进去，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容易被学生接纳。艺术？您来这里的目的不会是想找他吧？气质也很贴合，是不是？他的品味那么奇怪，怎么能？怎么不行了？只是我这个教授需要一个听话的贴身助理。你做梦吧！希望您是值得信任的人，黑泽二先生。我还有别的案子，就不打扰两位了。尼尔。可是我想和副队。这里是双人间，哪有你睡的地方？慢走。这下正好。你打算逃跑的行李总算派上用场了。那不是我即将任职的学院吗？你好像对教授这个身份很满意，现在就开始演起来了。那当然，说起当教授的好处。尊敬的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过来，站那么远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你在想什么？当然是正常的教授和助理的关系。气什么？不觉得这样更加真实吗？想把他扔出去。马上就要到了，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举止。这是邀请函。怎么还来人？我带你们去校长室。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快看，那是什么人？好帅啊！听说今天客座教授要来。学校很大，两位才刚来这里，请不要在学校里随意走动，都去教室坐好。你们下课了吗？新来的管理员好凶啊！是啊，他比上一任严格多了。那么我先出去了，校长先生。辛苦你了，卡希尔。我看看，想不到是这么年轻的教授啊。请您放心，教授已经执教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履历从哪儿办的？您是从卡尔纳斯那边来的？怎么会想到来佩斯学院呢？实不相瞒，我已经厌倦了在卡尔纳斯枯燥的生活，毕竟卢米埃是大城市啊。很熟练啊。另外，也和我的收藏品有关。卡尔纳斯太潮湿了，不利于我藏画的保存。藏画？这是我们带来的见面礼。幸好提前调查过了这位校长的喜好。这不是毕加大师的作品吗？我可是费了大功夫呢。是收藏着，怎么会？佩斯学院有您的加入，真是我们的荣幸。您客气了。听说您有个著名的展览馆，我们也许可以一起交流。你们离得远，也许不知道，整个西校区都在修缮，也包括展览馆。你们可以在东校区活动，如果有问题，可以问我们的管理员。那个展览馆果然是有什么问题吧？的确，就算之前发生过自杀案件，结案了也正常开放了，最近几个月却又关闭了。他在妻子死后霸占了全部财产，继承了学校，岳父母把他告上法庭，正在打官司。唉，这样的人怎么会舍得关掉一半校区，损失一大笔收入呢？你倒是很享受哦。有我的助理为我服务嘛。在看什么？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是你自己太投入，没注意到。对比笔记，看看这封信是不是校长写的。结果呢？我想大概率不是。首先是习惯字，他每天都要签几十上百张佩斯这两字，就算是有意改变笔记，习惯字也极大可能会写的相似。这个佩斯的写法完全不同。然后是纸质的区别，这个发黄软绵的纸大概率产自尤尔德地区，卢米埃斯这里的纸都是白色的。说到尤尔德地区，那个板着脸的管理员好像是那个地方的口音啊。如果匿名信是他寄的，为什么呢？听那些孩子说，他才刚到学校不久啊。是哪？食堂，学生这时间应该下课了。还真是一刻也闲不下来。听说你们是卡尔纳斯来的，那里的甜点很有名。那里的天气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上你的课？这个年纪的孩子真活泼。到时候可以来找我玩。真的？这家伙倒是很会说话，
这么快就和小孩子们打成一片。你们在干什么？食堂是吃饭的地方。管理员，得救了。这个管理员连吃饭都要管啊！是啊，您刚来还不了解，卡希尔女士相当严格呢。也许我该像马奇一样转学。马奇，她是我以前的室友，但是前不久突然转校了，老师通知了我们，我们才知道她转走了。最近至少转走5、6位同学了吧？马奇那么不遵守纪律，也许是被开除的呢。他离开的前一晚和我们说要和拉蒙娜一起去西校区探险，也许吧。西区探险，那不是在修缮的校区吗？因为那里有个传言，如果在0点过去，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像是拍打窗户和门的砰砰声。还有人说亲眼看到过，有几个人在天花板上飘着，风吹过去，他们拍打着窗户，发出声音。这个传说是因为3年前……好了，别再说了，会把教授吓到吧？这很可能是那些人编的瞎话了。这没什么，每个学校都会有些奇怪的传说，这很有趣。时间不早了，教授。也是啊，小助理，还有未完成的交接工作呢。还嘚瑟起来了。这是学生的名单，这是进度表。我咳成这样还能讲课？不好意思，我的身体不大好。等校长招到顶替我的人，我就能辞职回老家养病了。两位请坐。关于这个艺术史，我暂时给学生讲到了这里。但是每个人进度有天都黑了，领悟力，这老头什么时候讲完？所以我给他们分了小组，这样就能更好。然后，了解，这就表示你就不能……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么多药，看起来病得很重啊。完全就是个药罐子嘛。说句题外话，其实我着急离开学校还有别的原因，建议你们合约到期了也尽快离开吧。作为老人的劝告，千万别去西校区，最好也别和清洁工搭话，那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学校会放任一个这样的人在学校里走？校长看他可怜，才让他留下。工作了很多年，不会攻击人的。你对那个传说怎么看？之前的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展览馆，最近转校的孩子都是去展览馆以后连夜转校的。现在就要确定那些所谓的转校生是否真的是转校。如果走正常的程序，校长的办公室一定会有档案。那边好像有什么人在吵架。哪有什么？推不动。你突然发什么疯？这里可是学校。那边真的有人在吵架。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怎么回事？你说的没错吧？有时候真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宿不知道和拿着扫把保洁员。管理员为什么要和他吵架？好像是烧垃圾时烧了什么东西。管理员女士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这就吵完了？这是什么奇怪的学校？难怪快倒闭了。瞎说什么？校长、管理员、教授和保洁员，哪个是正常人？还真是啊。这是什么？玉米娃娃。等等，还是不挖出来的好。你看他们是被束缚住的，有可能是一种仪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边应该还有。果然没说错吧？得意什么？有人用了咒术，他想困住在西校区的怨灵，把被束缚的娃娃埋在了西校区的四周。难怪感受不到这里的异动。你的意思是说，这样留着，反倒让我们能更方便找到某些人想困住的东西？没错。做什么？当然是要进去查看。你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有多差吗？今天才第1天，至少要等到明晚吧。脸色差是因为你刚才……算了，今晚先去校长室看看，我们再商量计划。但是，跟着我可以，我们至少要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黑泽尔先生，随便你。
被他盯得凉飕飕的。你走前面。这门锁了。当然了，这可是校长室。明天我们还要在学校待着呢，又不是强盗。他不会是故意的吧？他就是故意的。哎呦，想不到我们的副队长还有无痕开锁的技术。少废话，全是艺术类的书，没什么特别的。不过这个校长居然没有雇个助理帮忙啊！大概令他头疼的事足够多了。你看，全是家长的投诉信，都是3年前那次集体自杀案件的投诉。看这封的字迹，是不是很眼熟？和那封匿名求助信用了相同的纸张，写字习惯也很相似。你看管理员和3年前那个案件其中一个孩子长得很像。看来我们有必要找管理员谈谈了。那就等明天。这工资单，给那个病老头开的薪水比我还高。你气什么？反正又不缺钱，这都是市场价格的5倍了。那个校长不是很吝啬吗？最近学校还经营不善，薪水是在3年前，也就是案发之后涨上去的。这么高的薪水也能雇来新的教授吧？还有这个清洁工的医药费，也是3年前开始全部是他出的。转校手续也没有最近那几个女孩的名字。这所学院的老人应该都知道那些孩子不是正常转校离开的，瞒着我们很多事啊。好像所有的异常变化都是从3年前那次案子开始的。在那个夜晚，佩斯学院引以为傲的艺术展览馆内，5个女孩在这里死去，她们的嘴里含着石蜡花，手里抓着纸张，上面用她们的笔迹分别写道：“我是自愿的，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真正意义的艺术。”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啊，被诱骗了也说不定。是啊。当年的案子疑点重重，结案的很草率。我看了队长给的档案，那个吊死的女生，头发压在脖子与绳索之间，明显不符合上吊自杀的常理，好像是该休息一下。没事吧？大概躺一会儿就好了。浑身难受，真丢脸啊！做什么？还以为你睡着了。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想？我去找管理员换宿舍。你在想什么呢？我是看你有没有戴项链，而且睡觉总要把衣服脱了吧？越来越奇怪了。睡觉，现在这样很别扭，可是现在又没什么力气。明天再……到底是……刚才是什么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管理员，出什么事了吗？卡希尔还活着，快把他送到医务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很可能是被人推下楼梯的。他的前额有多次撞击伤，也许是他自己狡猾呢。那个教授，我想和您私下谈谈。照顾好我们的管理员，小助理。那好吧，来。他手里好像一直攥着东西。既然卡希尔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对你我都好。这个你收下。1袋金币，这算封口费吗？这么点钱还不够把我送给你的画赎回来，诚意不够啊！也许就是你们2个新来的把管理员推下去的。那好，我现在就去把警署的人叫来。别去，我再回屋给你拿。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宁愿花一大笔钱，不敢让警署的人过来，给老教授那么多薪水，不会也是所谓的封口费吧？比如关于你那些死去和失踪的学生的真相。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他身上并没有血腥味，刚才的时间也不足够让他洗去。站在经营学院角度，这些的确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可是他却很排斥警署或者调查局相关的人。反正你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比如那个封锁西校区的半吊子阵法，还不如找我。你也知道卡尔纳斯那边有多乱，看来站在统一阵营反倒更容易撬开他的嘴。要是解决了，以后佩斯学院的分红
要给我一部分。您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眼下你还能找到谁帮你呢？唉，算了，我现在也是走投无路了。佩斯学院是我妻子一手创建的，她在5年前病逝了，因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她把遗产留给了我。就像你说的那样，3年前那次可怕的案件改变了佩斯学院，眼看学校经营不下去了，我就象征性的感谢了验尸官，很快就像我希望的那样，迅速的结案了。不过几天，老教授突然找到了我，原来是因为学校开始闹鬼，他身体不好，想要辞职。他辞职了，我从哪里找人呀？只好给他加薪挽留他。清洁工在案件发生不久后就开始神志不清，我只能把他留下来。我和老教授开始翻阅书籍，他从古籍中找到了这个方法。作为代价，只能把西校区封锁了起来，困住了那些可怕的亡灵。把枉死的冤魂困在一处，这不是养蛊？要是贸然放出来，不知道造成什么意外。本来以为事态平息，结果最近又有孩子失踪了。这事儿不简单啊，也许我该要更多的报酬才行。还能再商量吗？一条女士手链，手上还留着刚烧过的灰烬。晚上她可能因为这个和清洁工吵架，还问清洁工是从哪儿拿来的。很普通的款式，肯定有特殊的意义。什么人会想杀她呢？如果卡希尔就是写匿名信的人，那么可能是凶手察觉到了他的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就还在学校里。这是在配药，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事要做，真辛苦啊。每晚都要配好第2天早上的药，已经配了3年，都成习惯了。先生，一份是给老教授的，一份是给校工的。老教授已经3年了。是啊，3年前病情突然有了好转，没想到最近又变得严重，不知道这次能否熬过去。我来替你送过去吧。真的吗？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么巧？开门有什么巧不巧的？你们说了什么？我们达成一致了，校长先生为了他的学院，愿意全力配合我们。你是对他屈打成招了吧？怎么会？我可是绅士。大家都不容易啊。我和他说，我们搬离卡尔纳斯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被世俗所容纳，可歌可泣的师生恋。你是不是脑子有病？这可是让对方信任我们的基石，要配合。是不知道这个校长多排斥警署的人，更别说黑羽了。啥时候说正事呢？作案如此草率，是因为他来不及继续等待了。石那话意味着重生。3年前的那场悲剧，也许是凶手用他人向恶魔献祭，祈求着某样东西。那个偷走了本不属于他时间的人，是该受到惩罚。那后来的失踪的学生呢？明明没有到献祭的时间，却有学生在封闭的学校展览馆内凭空消失，不是那个病殃殃的老头可以办到的。看样子，那里的怨气比我看到的还要重啊。我取来了西校区地图和那些学生的入学档案。失踪的学生和之前死去的学生生日相同，有什么发现吗？这也许不是巧合。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他们在寻找替身，然后在死亡的那天回魂。这是什么东西？被灵魂附身的玉米娃娃怎么跑出来了？我好像忘了把那个挖出来的埋进去了。这种事你都能忘？那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还不是因为你当时突然……我当时……哎，我怎么不记得了？接着说呀。算了，我根本就不想提。这下麻烦大了。他似乎是在找入口，大概是在找更合适的躯体。听了，校长先生，为了你和学生的安全，立刻去把楼门锁起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贸然让这个跑出来的怨灵消失，那原有的仪式就被破坏，积攒已久的怨气就会像找到缺口一样出现，会惹出更大的麻烦。不能让学生遇到危险，必须在天亮之前解决这件事。差点忘了那家伙。等我一下，这是最后一个门了。教授，看好他，省得再惹出什么乱子来。那你们呢？
当然是去展览馆。情况不太妙了。不像是名画，更像是学生作业。那个校长妻子生病，大概是把很多收藏的名画变卖了，用他学生的画作顶替了上去。奇怪，那些灵魂躲到哪里去了？总要有个去处吧？难道在雕像里？什么都没感觉到。喂，你别随便摸来摸去的。这里的气息很混乱，用手触碰是最快找到他们的方法。好啊，到时候被扛回去丢人的可不是我。泰伯，你看这幅画是老教授画的。好，这是。这是画中幻境。刚才把我拽进来的那个人呢？落下来的时候就和这里融为一体了。也许之前失踪的学生也在这里。也许吧，赶紧找到他们，离开这地方。嘉兰，人呢？嘉兰，怎么样，黑泽尔？哎呀，就不能夸夸妈妈吗？不对，这里是幻境中的陷阱，你就这么看着，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就像当年一样。虽然是自己的样子，可是看起来真讨厌。怎么回事？幸亏及时收手了。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我就是你呀。看看你的脚下，血。在他快断气的时候，把他的心脏挖出来，这不是你一直期望的。你已经为了这件事杀了那么多人，现在怎么下不去手了？反正他迟早都要死。够了！蛋糕，祝你生日快乐！你今年多少岁了？几岁了？几岁了？是不是该死了？这是你的生日礼物，你的生日礼物。在他醒来之前，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这个世界的安宁，为了阿斯莫德不再降生于世，父亲，是时候了。这样啊，那就……塞拉，你怎么变得这么……嘉兰，妈妈的乖孩子，你也太好骗了。怎么回事？心脏突然开始抖，从一开始，这个幻境就好像了解我似的，不断针对人的弱点，很可能是跟着人的内心产生的，又不是真的阿斯莫德，只是个幻想而已。如果真是我创造了它，就有绝对控制权。真的成功了！花藤是石那花的花藤，靠吸取人们进入幻境的情绪为食吗？也许我顺着它，可以找到躲在幻境的恶魔。又来！醒了？现在是什么情况？3个，睡得可真巧。黑泽尔，你认识我？抓来的时候听到了吗？真是麻烦。要是能立刻杀死该多好，得等到心脏成熟才行。就这样一直锁着他，这样就不会惹出其他事端。
最大的事端，也许就是因为滋味太好，杀他的时候会犹豫不决呢。抓来，他的语气仿佛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好像也是。我来到了最初见面的时间节点。总不能只放在这里看着吧？那也太浪费了。疯了吧？这个幻境也太离谱了！冷静，我只要闭上眼睛，让这离谱的幻境结束。希望眼前这3个家伙立刻变成3颗木头，结束。你在走神？这种爱好倒是一点也没变。幻境会有这么真实吗？等等！这猎物也太不听话了。又来，突然动不了了，难道掉入黑泽尔的幻境里去了？这样也好，我就喜欢活蹦乱跳的。无论在哪里都这么变态，这是黑泽尔内心创造的幻境，其中一个必然是他本人，是哪个？真是麻烦，要是能立刻杀死该多好。不对，不是这个，总是重复着说想杀死我，还一直在舔我背后的印记。最大的事端，也许就是因为滋味太好，杀他的时候会犹豫不决。这个黑泽尔从头到尾只关心我的事，得等到心脏成熟才行。毕竟是黑羽的人失踪了，也许会有人找上门的。只有面前这个，这些是黑泽尔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嘿。黑泽尔，我如果真的死在这里，要是你能记得起来的话，项链记得拿走，把怀表还给我，埋在一起。在说什么？傻了吗？他好像迟疑了。我猜对了，你该回来了。下来，下来，下来！醒了？起得来吗？别管我，想打他。刚才的确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好像回到了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幻境好像让我做出第2种选择的机会，谁知道你跑到我的幻境里去了？还不是因为你暴力破坏，害得我掉进去了。还有某些人差点就出不来了。多亏了正义的加兰大人，要是没有你，你弱小的下属可怎么逃出来？弱小？如果是普通的幻境也就罢了，只有他的幻境才会这么奇怪。这个幻境会让人回想内心恐惧的事，你的幻境却回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该有阴影的人是我吧？你在害怕什么？休息好了吗？先把衣服穿好。很尴尬。算了，穿我的吧。你受伤了？什么时候？在幻境里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如果你是指嘴的话，当然是你咬的。我就不该对这个人产生同情心。这里也有花藤，我们顺着花藤走，也许有什么线。打破一个幻境，他的藤蔓就会枯萎一段。我想，他也许是靠人类负面情绪为食，负面的情绪消失，他也就随之枯萎。不过之前要有生日相同的女生这种特定条件，才会被吸入幻境。我们算是自己找上门的异类。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直接打破刚才那些幻境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也许某方面是不受控的，以此类推，也许也可以破坏别人的幻境。四周开始逐渐变暗了，藤蔓分支也越来越多，看来离幻境的中心越来越近了。黑泽尔，别碰那些藤蔓！知道了，你别乱动。没有用的，石那花藤怎么会被人类轻易折断？我可是
这里的主宰者。他就是这么骗那个老头的吧？欺骗，那是人类本就有的贪念。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凭什么他就可以？如果他死了，我不就可以独占，想骗更多的财富，想杀了他？多漂亮的石那花呀！他们的生命力如此旺盛，而我却活不过几年了。你想获得无尽的生命吗？只需付出一小部分代价。好啊！愚蠢的人类向同类下手，跟我来，这只是一次行为艺术，会给你们学期末加分的。年轻的灵魂更加新鲜可口，就像面前的你们一样。无耻，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别乱动！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条路：乖乖回到幻境中，永远成为我的养分；第二个选择就是乖乖让我吃你。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香味，这是什么味道？问他。既然给我们选择，其他人在幻境的哪里？开玩笑，我怎么会轻易告诉你？没有诚意，我们怎么会同意？总要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吧？转移他的注意力。你没事吧？炸了你们！救人要紧。暂时还不能杀死他，我们暂时控制住他，找出其他人幻境的位置。我明白。怎么可能？难道你不是人？你把他杀死，幻境会消失的。我忘了。幻境这么快就开始消失了，那些进入到幻境中的学生还没找到，还真是麻烦。你就是最大的麻烦吧？现在我根本就没力气，在这么短时间在幻境中找到人。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你不会是想把这里整个炸开？你只要使出防护的咒术就好了。真是乱来！准备好了吗？一直敲个不停，怎么办，校长先生？停下了！怎么回事？校长先生，那边的光。教授，你怎么样？要不还是给他解开？不是和你说无论发生什么都别管他吗？你们没事吧？怎么这个样子？当然是拜你的好员工所赐。真的吗？那几个后来失踪的学生就躺在展览馆里，建议你过去看看。他们还活着，我这就去。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供奉的那个所谓的神死了，被困在里面的献祭的灵魂也得到解脱，你苟延残喘偷盗的时间当然也就开始失效。时间开始流转，你很快就会病死。快把我放开！你在说什么鬼话？这个你认识吧？校工说是你给他的。我看他那天不光烧了项链，还烧掉了医生给他开的药。他在3年前目睹了你的罪行，为了活下去才故意装傻。现在你被控制住，他终于可以把真相说出来。你看到管理员眼熟，怀疑他来学校的目的，才故意让校工烧掉当年那个学生的遗物。管理员见到手链，果然很激动，证实了你心中所想。你立刻在当晚实施了计划。可惜造成的动静太大，我们很快就出来了。推完人以后激动的睡不着吧？我去抓你的时候还在装睡呢。你怎么能这样？这样摇会不会死掉？算了，别管了。这个还给您，卡希尔女士，愿您的女儿安息。就算不是匿名信，如果您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也会来帮您的。我能感受到他回来了，谢谢你们。你好，校长先生，我们是警署，来重启调查之前的失踪案嫌疑人，还有您涉嫌一起和验尸官不正当交易的案件。那个骗子！你不是答应校长不通知警署吗？卡希尔女士又没答应。哼，那个校长还真是单纯。这下某人可没分成了。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看到让最爱钱的人因为失去钱财痛苦挣扎的那张脸。
和那朵花某种意义上有点相似。哦，对了，炸毁的展览馆不用我赔钱吧？睡着了。怎么不靠过来呢？想我了吗，盖布里埃尔？总算回来。你最近没有到处乱跑吧？吃胖了。喂，哎呀，这里有个人快要失血而死了，需要有一个人给我重新包扎一下。我去找尤娜。哎，我的嘴角好疼啊！黑羽的医生会负责给嘴上药吗？把你的衣服脱了。真没想到你会主动和我说这句话。你的眼睛就不能看别的地方吗？不然看哪儿？就不能轻点吗？不满意你可以换个人，幻境不就只有你吗？怎么会伤成这样？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那是我，所以下了死手。现在我们受伤的位置一样的，都是心脏，还有手。你先把衣服穿上。其实我很好奇，要我的心脏想做什么？万一真被你抢走，死也要死明白吧。不想说就算了，没人规定猎人要对猎物解释理由。要完成一件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什么？比如让盖布里埃尔活过来，回到当初。他现在过得也不差。故意岔开话题，看样子他并不想说，和他之前说的身世有关。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样的人也要费这么大功夫？打扰了，有人在吗？什么事？黑泽尔先生您好。2周的假期，队长还在执行任务，不能来。听到您回来了，我就赶紧过来了。我不需要。哇，强制性休假，连总部的门都进不去，不错的待遇嘛。都怪你上次要什么休假。以防这种情况，队长还写了纸条让我转达。你的休假都要攒成年假了。医务室的止痛药一半都是你的申请单，这次是强制休假，这次是命令，这样。转达了。看来不关我的事哦。还有一件让人喜悦的事，副队，先不要生气。什么？休假加码，金士兰德兽人王国通行证附赠注意事项，带薪履行，就在休假的2周后。金士兰德通行证几乎不对外发放啊。没错，就是那里。那个几乎不与外界互通的神秘国家，是每个旅行者心中的圣地——兽人王国。说起金士兰德，你们听过那个传闻吗？看你的样子，肯定没听过。当然没有。金士兰德的女王饲养着上天赐下的神兽，这个神兽保佑着国家的安定。可是有个缺点，就是永远吃不饱。它会把除了女王之外所看到的一切活物吞到肚子里。仆人们送饭要低着头塞到厚重的帘子里。女王再三告诫仆人们，如果和神兽对视，就会被它吃掉。却还是有人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他惊叫出声，人们再次看见他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只脚了。听起来有点恐怖啊。传闻而已，谁知道真假呢？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您回来了，队长。那个，我可以跟着副队去金士兰德玩吗？我好像还没出过卢米埃斯呢，脚伤也基本好了。现在不怕我了？之前不都躲着我吗？也许是相处时间久了，就感到很熟悉。也许是这样吧，就觉得亲切。都怪那个奇怪的梦。那真是太好了。我刚才要说啥来着？什么？都走到这一步了。
你睡了吗？如果你半夜被人闯进房间，还问你睡了没，你难道还能睡着？我睡不着。你可以抱着你的猫去客厅看书，关我什么事？我嘴疼的睡不着。所以你为什么睡不着？你又不说。阿斯莫德怎么就偏偏找到你了？大晚上的问这个。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那个怀表给我做纪念。我父亲带着我，他的职业是驱魔师，他实在太忙了，忙到我每天几乎看不到他。即使那样，我也十分崇拜他，立志长大像他一样。如你所见，我成功了。阿斯莫德就被他们封印在丛林之中，这是无数个驱魔师用生命换来的。他变成了我最思念的人的样子，骗我解开了封印。我的父亲很后悔，他没料到我那么小就能听到恶魔的声音。他在我面前很镇定，却会抱着母亲的墓碑偷偷哭泣。小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疼吗？那当然，疼痛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已经习惯了。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他拼命的除魔，几乎没有再休息过。他难以面对我，好像这样就能忘记痛苦。直到母亲过世的5年后，在任务中死去，他解脱了。这么说起来，你好像在重蹈他的覆辙。也不全是，他是为了逃避伤痛和愧疚，我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做更多的事，不能有太多重要的人或事，越重要就越痛苦。这算什么安慰人的方式吗？你说是就是吧，反正也睡不着。睡不着的只有你吧？是猎物给猎人设下的陷阱。在黑暗之中的我，窥视到他正直的表面下是这样狡黠的灵魂。他企图将我引入陷阱，我却无法停下脚步。这样危险又可怜的猎物，一边想让他得到命运的怜悯，一边又觉得他本该是这样。那家伙是狗变的吧？昨晚好像和以往都不一样，说不在意是不可能的。哼，还以为你会在床上躺一天呢，没想到下午就起来了。怎么睡得着嘛？我可不像你那么悠闲，反正我本就计划整理之前的案件。要我把你抱到沙发上吗？好啊，反正冲动的后果也算你一半。一瘸一拐走过去，肯定被他笑话。等，反正是假期。说了我要整理案件，今天你就在外面，别回来了。哇，你这算是虐待下属吧？哇，那边就是基什兰德，好漂亮，好像做好吗？我大惊小怪的。不管怎样，队长突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前提是要跟我一起，能和大家一起出来真开心。不过大家的状态好像有些奇怪，副队看起来有点生气，为什么？黑泽尔先生心情好像不错，不过他脸上怎么会有伤？哎，副队，假期过得好吗？假期，完没完？黑泽尔先生脸上的伤，这个啊，大概是因为……我记得宿舍有2间房吧？难道放不下你吗？我怕黑，因为我怕黑，然后就被……够了，嘴巴！本来想缓和气氛的，这下可怎么办？队长昨天没休息好吗？哪里只是一晚上？从你来的第1晚，
你来做什么？我靠！然后凌晨再把他抱回去。脸色好像更不好了。哎呦，欢迎来到金士兰德！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今晚是1年1度的盛大庆典呐！你们可以叫我沃尔，我也是卢米埃斯人。呵呵。这么盛大的庆典，那旅店的房间岂不是不够用吗？想什么呢？您身边的这位早就预定好了，4间正正好好。啊，这样啊。你那失望的语气是怎么回事？这是你们的房间钥匙。哦，对了，记得千万要把帽子戴好。你们这些异国人的出现，有可能会引起骚乱的。照你这么说，本地人也会像我们这么打扮吗？没错，他们自己也有草食混血与肉食混血的区别。还有血统平衡论的拥护者，一旦偏向人类或者动物那一方，都会受到歧视。偶尔会发生相关的袭击事件，干脆就都戴上帽子披风，隐藏身份了。哦，对了，还有食物，建议你们吃自带或者本店提供的。这可不是我要赚你们钱，这里的食物很可能会让你们水土不服，买纪念品什么的就好了。快点，那个老板说花车的游行要开始了，总要先把行李放好吧？我们先走啦，黑泽尔先生。那个小菜鸟都先跑出去看了。你难道是在赌气谁先到吗？不是让你把帽子戴好吗？大惊小怪，你看刚才那人什么反应都没有。走吧，需要捂得这么严是吗？花车来了！哦，请赐予我们祝福，请赐予我们祝福。萨迪厄斯，那个传说中神兽的名字，这是关于他的庆典。他们不是都没见过吗？这显然是做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样子，祈求神兽保佑他们。人未免也太多了些。人呢？找不到我这么着急吗？人多，连名字都不好意思喊吗？得意什么啊，这家伙！嘉兰，看到尼尔了吗？尼尔找不到了，应该还在附近。尼尔，哦，是队长的声音，请让一下。我在。啊，我个子太低了。哦，这儿有一个异国人混进来了。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帕里斯？这是我的侄子，他只是发育迟缓而已，没看到他还未成年吗？未成年？我？也是，你们家族都是些血统不平衡的怪胎，你们这些低等血统也就只能卖草饼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太没礼貌了。萨米，这个低贱的血统还敢说我们，我都不耐烦了吧？你给我等着！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跑了？我们可是在别的国家。谢谢您替我解围。没关系，那些该死的血统拥护者，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最近他们也不好过，很多人都莫名失踪了。金士兰德并不像表面那样宁静，你们要时刻注意安全。可以叫我奥黛塔，这是我的店铺地址。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来这里找我。这么快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我们不是也遇到好人了吗？真没想到，现在还可以和队长坐在一起。如果我能成为正式成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和大家这样在一起了？这里其实还不错，和圣亚里斯完全不同。作为几日游很不错，很不自在。走，
干什么？我们出去透透气。他们什么时候？路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里了。我为什么要跟他干这种蠢事？喏，你从哪儿弄来的？当然是街边买的。他不是当地的守护神吗？仔细看也没那么丑。你什么时候信这一套了？听起来就不靠谱。他长了6只眼睛。好痒。刚才那是酒啊，橘子和无花果的味道，是果酒，所以刚才不小心喝多了吧？你怎么又变成3个了？我不会还在幻境里吧？说不准哦。明明长得人模人样的，为什么变得这么恶劣？小时候误入歧途了吗？一喝醉，话就变得特别多。塞拉怎么还不来找我？塞拉又是这个名字。塞拉是谁？他。哭了？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你不是洁癖吗？这里这么漂亮，我好像有点舍不得死了。别哭了。别哭了，回去吧。我不。这算是月下邀约吗？加兰大人，真想看到你明天的表情。喝醉了，好像小猫一样。我好冷。算了，还是回去再。殿下，萨迪厄斯的食物1天都没有动过了。什么？该死的汉密尔顿那个叛徒！雷尼，殿下，把塞迪厄斯带回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是。头好疼，浑身好像被打了一样。我去楼下拿早餐。楼下而已，也没必要专门留个纸条吧？醒了吗？别咬。阴气扩大了。卢克之前好像提醒我，血液之间也许会起一些克制作用。什么？咽下去。总算睡下了，血好像能缓解一些疼痛，可他一直在发热，情况很不好，必须带他回到圣亚里斯去。也许找到卢克，还能有什么解决办法。黑泽尔先生，我们买了退烧药回来，副队他怎么样了？还没醒，等他稍微稳定一些，就立刻带他回圣亚里斯。恐怕暂时不行。刚才我们出去才知道，金士兰德封城了。那就杀出去。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普通的发烧，你不会这么着急吧？有些事等他醒了自己会告诉你们。现在，他需要有效的治疗。杀出去是可以。城门附近至少有5个巡逻军在看守，这还不算街上找通缉犯的军队。为了防止犯人出逃，唯一通向圣亚里斯的列车也被叫停了。我们还带着一个生病的人，这个计划风险实在太大。或者我们去找到那个被通缉的人呢？抓到他不就都解决了？
我还拿走一张通缉令。调查和找人花费的时间更多，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是他。你见过他？那天在走廊的时候，我没见到他的脸，不过我认得这个。当时他从我们隔壁房间出来，不过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住在那里。哎，是不是一个灰色斗篷、个子高高、很冷漠的男人？他的确是那间房的住客。不过那2位凌晨就退房了。2位？他还有个看着生病的同伴，他一直扶着他走。他们有没有做身份登记？没有，他们出手很阔绰，所以……他们给了一枚胸针当做住费。镂空雕金、珐琅彩工艺，还镶嵌了绿宝石。这个徽记很可能是皇室的东西。难道是小偷吗？为了一个小偷这么大费周章。他们早晨走的，带着一个病人，半路又得知封城的消息，走不了多远。旅店这种地方肯定会被卫兵搜查，一般都会逃向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地方。对了，这附近有什么山林或者人少偏僻的落脚点吗？我这里倒是有游客的旅行地图。旅店和城门途经的路线北面有一大片未开发的区域，那里还有一处湖泊。我们就围绕这个范围寻找，如果1天内还找不到人的话，就只能选择冒险的方案了。尼尔，我们去找人，你留下来。我会照顾好副队的。这是哪儿？是梦啊！副队，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还是很烫，我给你拿水。其他人呢？这里因为一个通缉犯封城了，他们要赶快解决这件事，才能带你回圣亚里斯治疗。真是乱来！队长和黑泽尔先生一定会抓住那个逃跑的人的，我一定照顾好你，这是我的任务。已经中午了，我给你去拿食物。喂，怎么全是烤肉套餐，就没什么清淡点的吗？哎呀，过节嘛，客人。就没有面条汤吗？没有，客人。哦，对了，我记得当时替我解围的兔子女士也是卖食物的，而且就在同一条街上，去找她吧。什么破酒店，什么都没有。副队，这个酒店没有生病的人吃的食物，我去兔子女士的店铺看看。别去了，其实我没什么。就算没胃口也要吃东西。他们前天在我的旅店歇脚，我看他们好像往东边走了，是吗？除了你，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只有我。那赏金，你去向那位要吧。谢谢你。把这些知情者都处理掉。是。已经找了4个地方了，前面有个废弃的教堂，如果再找不到，天就要黑了，我们就回去。你和加兰发生了什么？我不了解。不过我没想到你会为了他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也没想到你会同意，还以为你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呢。于公，我是黑羽的队长，不可能对成员放任不管的。于斯，加兰是我重要的同伴，如果逼不得已，我会做殿后的那个。我也年轻过，也做过冲动的事。哼，冲动的事？谁啊？到了，旁边还有片墓地，看样子未修建完就废弃在这里了。这里都被荒草覆盖了，倒是藏身的好地方。天！这人直接下死手。果然是你。他的那个同伴呢？只要抓到被通缉的人就行了，再反抗就杀了你，尸体更好带走。那就杀了我吧。住手！放开他！不是叫你别出来吗？我不能丢下你，不能自己走。人类？阿米尔顿，这个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你别哭，你们这群异国人，放他走，把我杀了，
再带我回皇宫，否则你们会有麻烦的。不对劲，别让他们出声，有人来了。血腥味。这周的第5个了，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通缉犯。如果还找不到，不知要杀掉多少个持枪者。哎，会不会埋得太浅？我走吧。你们到底为什么被通缉？亚伯勒街24号，已经过了营业时间，敲门试试吧。有人在吗？我进来了。奥黛塔女士。你好。你们是奥黛塔女士的孩子？你好。可爱的小朋友，你们的妈妈在吗？我想买一些食物。美味的食物，跟我来。看来经常来客人啊，这房子的过道好长，都是腌制品吗？闻着很香。你们的妈妈在这里面吗？喂，小朋友，怎么回事？你们听说过萨迪厄斯吗？你们国家的神兽。事实上，萨迪厄斯就是他。他不是个人类吗？这事儿要从头说起。在金士兰德的国家秩序之中，只有动物与人类完美结合的血统才是最高贵的血统，偏向任何一方都会被视为低等的存在。如果你走到金士兰德边境的暗河，就会看到各种低等血统的尸体。我是贵族之子，曾在皇家护卫队任职，因为出色的表现被授予侍卫长的职位。我为女王效命多年，见证了萨迪厄斯的诞生。16年前，在这个血统之上的国家，殿下，王室诞生一个完全是人类模样的王子，这是一个致命的丑闻。如果流传出去，可能王室都会动荡。女王不忍杀死自己的孩子，却也不能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大部分知情人都死于一场不便。听好了，诸位，从此皇室出现了一只神兽——萨迪厄斯。如果直视他的眼睛，你就会被吃掉。那个没有拥有高贵血统的王子，从出生起就被关在萨迪厄斯的笼之中。汉密尔顿，让他把手放开。他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被厌弃了。之后再长大一些，到了好奇心旺盛的年纪。汉密尔顿。没人的时候，总是念着我的名字。藏在角落的我，几乎不会有任何回应。汉密尔顿，河流是什么样的？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像我吃过的糖霜一样多？汉密尔顿，你见过枫树吗？汉密尔顿，有一片枫树叶飘进我的房间了。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会是不祥之人呢？放在哪里好呢？给。这么快就厌倦了吗？果然是小孩子。还是送给最重要的人比较好。我还以为时间会这么过下去，直到去年的一天。只是轻轻的一摔，他的胳膊和腿就都骨折了，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差点要了他的命。汉密尔顿，我没办法出来看你了，好想和你一起去外面看看。很快就会的，我很快就会带你出去。就因为没有所谓的高贵的耳朵，就把自己的孩子关起来，这倒是皇室的一贯作风。我等他病好了，趁这次庆典就逃了出来。如果你们的目的也是出城，那我们的这次逃亡就还没有彻底失败。你说的没错，我们来找你们确实为了出城，本以为找到人就可以解决了，现在看来情况变得很复杂。那我们一起合作吧。2个人拖着2个人，
和3个人拖着3个人往出跑有什么区别？我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只要等到天黑之后。太阳快落山了，我睡了多久？副队，这个酒店没有生病的人吃的食物，我去兔子女士的店铺看看。尼尔德还没有回来，这么久没回来，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你怎么起来了？你们……算了，你先躺下再说。我出去时……还是这么烫，不会是烧傻了才起来吧？你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啊！这个旅店刚被搜查过，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我把那2个安排在了别的房间，好给他们时间准备。快去找尼尔，他说去找那个兔子女士，就再也没回来。没回来，那不就在附近的亚卜勒街吗？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找他。或许在路上。尼尔，尼尔，你流血了，还有什么地方受伤了吗？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再也不会了。大惊小怪，这些大多都不是我的血。霍克，没想到你会对一个傻子说这样的话。你怎么就没说给我听呢？混蛋！不用传这么多吧，我现在好像好一些了。烧了一整天的人说话可信吗？笨蛋也不会说自己是笨蛋的。你怎么样？手好疼！我是怎么从那个兔子店逃出来的？头也好痛，痛！队长说你一声不吭的，还以为你不怕疼呢，原来是反应迟钝啊，小不点儿。这次擅自乱跑，回去就给你处罚。不要啊，副队！怎么回事？难道只是暂时的恢复记忆吗？来，把头抬起来。他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出城的同伴。同伴？快起来吧，小不点儿，等会儿再和你解释。先说说我们的计划。后山有一片女王的不常去的马场，那里停着一辆女王专用的马车，看守只有20-30个，但是马的脾气很大，但只要你给它沾了蜂蜜的苹果，它就会乖乖跟你走了。你们2位取到马车之后，我们在这里汇合，往东边的城门走。路上肯定会碰到许多巡逻队，就把我拓印的这枚假信物展示出来，短暂的看是足以以假乱真的。告诉他们犯人已经找到，去宫殿外的西广场领奖赏，让他们走反方向，不能及时支援。没错，最大的麻烦就是看守城门的雷尼将军，他被称为帝国的不死将军，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好像没什么艺术方面的天赋，那个小朋友真的能装扮女王吗？毕竟是亲生母子，他们的脸，尤其是眼睛还是很像的。他一定会盘问我们的身份。你们这儿有什么不常往来的贵族吗？我想想，奥斯顿家族的长子和次子如何？他们常年不在金士兰德，见过他们的人很少。好，那我们就开始各自的行动吧。今晚已经遇到3部巡逻兵了，目前一切顺利，马上就到城门，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人？汉密尔顿口中的大麻烦，和那个画像一模一样。你难道不认识女王的马车吗？快把城门打开！女王要出城，我怎么不知道？难道要和你报备吗？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来自奥斯特家族。奥斯特家族回首都了？失礼了。陛下，就这么容易的出来了？总觉得不安。副队，怎么样？
他这是……别管我！糟了，外面……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女王身穿皮毛长袍，怎么会发抖呢？就想追上来确认一下。看来女王的出行遇到了困难，我特意带来了披风，需要我的帮忙吗？异国人，你们果然有问题！我是不死之人雷尼，伤到我是不可能的。你们先走，到我们事先说好的地点汇合。走。是逃犯，拦住他们！队长，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要吃东西吗？不用了，我想留下来帮忙，可是只是大家的负担而已。那2位与我交过手，我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我想对付雷尼还是绰绰有余的。吃饱了才能赶路。谢谢。难吃，馅儿是辣椒做的。不好吃吗？这可是基士兰德的特产之一。脚步声。尼尔，您受伤了？被那人的尾巴扫到了，看起来吓人而已。不过可以放心，没人会再追上来了。还在睡吗？醒醒，我们该回圣亚丽丝了。什么呀？没用的东西还带着。穿过这片丛林就是他国边境，那里有通向圣亚里斯的列车。那你们呢？去北部的斯诺斯。时间太紧迫，来不及好好道谢。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去圣亚里斯感谢各位。汉密尔顿，斯诺斯是什么地方？一个枫树很多的国家。主人，你看看他怎么了？前2天他突然开始发烧，我们就从金士兰德赶了回来。之所以发烧昏迷，是宿体对恶魔进一步的侵蚀所做出的反应，的确算是不好的情况。不过我为他喝了一些我的血，好像有轻微作用。您的血液也许会起到一定作用，不过这样直接的方式或许会加速阿斯莫德的寄生过程，最好还是间接的使用。间接？那条夫人留下的项链可以缓解宿体的痛苦，如果用自己的血饲养它，很可能会起到效果。说起项链，它的作用的确越来越弱，虽然带着，但起不到什么效果了。越来越多的恶魔都被阿斯莫特的气味吸引到周围伺机而动，他们因为忌惮我而不敢靠近。可是这美味的气味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快处理才行。还不行，卢克说该醒了呀。活着，也许是因为疼痛，所以没办法睡好。阿斯莫德不是应该找个更强壮的人吗？味道，项链还没有完全起效。你还在梦里，接着睡。黑泽尔，我只是生病，又不是脑子坏掉了。怎么没味道？病人最好吃的清淡一些，主人。那就多放一些玉米粒。是的，主人。在马车上就没什么意识，一路上昏昏沉沉的，再醒来就是现在。因为我难得的旅行变得一团糟，这样的事迟早还会发生。又不舒服，非要爬起来吃饭，没必要在这种方面逞强吧？你怎么回事？还说我这家伙对还在睡着的病人做什么呢？如果拿这件事来反驳他的话，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说不定是因为我，你才会醒哦。厚脸皮，他肯定会说出这样的话了。吵和不吵好像都是我输了。如果一拳打上去，喂，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算了，这一回原谅他了，没什么。对了，队长他们呢？我们到圣亚丽斯之后就分开了。他们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一点小伤。真是乱来，也许再等几天，我就会好起来的。那又如何？我讨厌这种无法掌控的情况。去哪儿？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要回去。我去哪？顺便回去为盖布里埃尔。你在干什么？这家伙都这样了，还想着出门。现在气息没有彻底消散，会引来不少麻烦。为了阻止恶魔的入侵，提前就设好了结界。老实待着，我去哪？放我下去！看好我的猎物，卢克。如果他逃跑了，我就找你算账。唉，我的猎物还真是一刻也闲不住。本来就想出来看看情况，果然很严重啊！被吸引的低级恶魔就像苍蝇一样烦人，以那家伙的性格，说不定会冲出来消灭他们。把我想成什么了？正好带回去当盖布里埃尔的食物。主人大概不久就会回来。那只小猫吃饭很积极的。你说起那只小猫，就是盖布利埃尔吧？说起盖布利埃尔，他曾经真的是一只猫吗？是少爷从小养的。那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的？这个嘛，那的确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往事。夫人去世，我带着主人来到了圣亚里斯的边界卡尔纳斯。好几天不吃不喝了，怎么劝都没用，大人都难以承受的事情，更何况是孩子呢？被赶出来了吧？你的主人最近心情不好，你不要烦他。哎呀，我在指望一只猫听懂什么呢？哎，去玩吧。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吗？盖布里埃尔也想让你好好吃饭呢。有什么好哭的？虽然嘴上那么说，他至少开口吃饭了。他比从前更沉默。盖布里埃尔一直陪伴着他。那是夫人去世的第3年，沃尔德伦公爵一直没有迎来新的子嗣，他抵不住人们的非议，有了接回主人的打算，给我们寄了一封书信。过了几日，他来边境探访，仿佛已经把夫人忘了。我这次就想带他回圣亚里斯去。最关键的，他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您指的是像夫人那样？善良的夫人在他口中成了可怕的存在。你去让他出来，我们明天就回去。恐怕不行，公爵大人，那么小的孩子，回去总比待在这种地方好。孩子能记住什么？可我试图阻拦这荒唐的提议。主人，我没事。和我回去。走啊！公爵大人，那个女人的猫，她怎么还在这里？把那只猫烧死！那个女人恶魔会借着猫的身体复活的。盖布里埃尔，那时的主人还没能力与卫兵们对抗，挣脱了束缚，得到的只是烧焦的遗体。公爵意识到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至此他再也没来过卡尔纳斯。主人觉醒了能力，他用尽一切方法让小猫以骨头的形态活过来。那只猫是盖布利埃尔。没错，选择做毁灭者，却也是不顾一切的拯救者。无论做怎么样的决定，都是主人他的选择，只是希望他能过得好。哎呀，好像擅自说了太多，请您别告诉主人。好。说完才反应过来啊！好好吃吧，这样才能维持你的生命。我一会儿还要出去，你别乱跑。无法掌控的事。危险！怎么？
你怎么从窗户回来？我赶回来的时候，看到窗户这里的恶魔，刚打掉它，谁知道你冲着我的脸就来了。玻璃，请交给我处理。脾气什么时候这么好？副作用呢？想不到还有一些恶魔能钻进来，打人还真疼。干什么？回你自己的房间去。嗨，反正你也看到那些恶魔了，在味道没散去之前，我们就待在一起吧。好。如果是平常，一定会砸过来什么东西。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你无不无？加兰诺伊斯。回答了。你今天怎么回事？你问我这些才奇怪吧，笨蛋。不对，因为小时候经历了那样的事，现在才变成这样。我该对他好点，就从一个温暖的拥抱开始。什么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身上的味道，我要受不了了。哎，年轻人呐。做什么都在10米内哦。嘿，前面的美人能为我停下脚步吗？我说，前面的美人。什么？在和我说话吗？请问黑羽怎么走？直走就到了。再问黑羽。感谢您的指路，这真是我的荣幸。可惜时光易逝，和您分别真是件痛苦的事。谁管你啊！不认识路耍陈帅，轻浮的家伙。问路黑羽，难道是新来的？这里到黑羽是直线，这家伙是路痴吗？这不是重点吧？你就由着他稳手里。我好像没让你这么早来总部吧？病好了吗？先别操心我了，您一直都是倒着看书嘛。看起来比我憔悴多了，脸更可怕了。先不说这个，这个月就别想再出任务，我给你找了别的事。别的？我最讨厌这种情况。满教室的人，这是完整救人质的流程。好帅！还有，黑子尔那是什么表情？嘲笑吗？你早上那个问路的人，那里还有个假人，谁想来试试？我来。又是早上遇到的那家伙，很有气势嘛。人质4分5裂了，这样你是无法通过黑羽测试的。抱歉。去，今天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那个故意装傻想引起你注意的人。哦，你是说巴宾顿？哎呀，这么快就叫上名字了？难道你喜欢那种人，整天围在你身边打转，色眯眯的盯着你看的疑似杀人惯犯的自恋狂吗？看来你的自我认知很正确。干什么？去做饭。做饭？其实生气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好像仓鼠。我在想什么？不对。别哭了，说说怎么回事。不会是被赶出来了吧？哭鼻子的小鬼。闭嘴吧！是我自己搬出来的，队长并没有拦着我。自从住到那里，就总会做很多反反复复的奇怪的梦。反复的梦？你说梦是反复的，那会梦到哪几种梦境呢？可以归类吗？第一种时常梦到的梦境，耳边是轰鸣声，眼前是一片血红，脸上没有疤的队长抱着我，急切地喊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梅菲尔德。每当我醒来的时候，总是泪流满面，枕头也被泪水浸湿了，心疼的感觉也还在。梦到经常见面的人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必太担心。第二种就是从金士兰德回来之后，我忘记在兔子商店所发生的一切，但我总能梦到零碎的片段。本来不想杀你，但你被带到了这里，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太痛苦了，杀了他，杀了他，我的妻子！别担心，亲爱的，我拿这把锋利的斧头来了结他。然后呢？然后我用手接住了。果然是在做梦。不过你当时从兔子商店回来，什么都不记得，的确很奇怪。也许是太过紧张，造成短暂的失忆。不过当时那种心情还记得，心里很苦涩，不知道为什么。至于第三种，
希望你们能为我保密。也许你们觉得我会很奇怪。眼泪真是流不完呢。说吧，我们会保密的。梦而已，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确定你成年了吗？切，我可不是那种事后哭哭啼啼让你负责的小朋友。如果再磨蹭，这份谢礼可就没了。我就知道。那个呆瓜不会是把真的当成梦了吧？真看不出霍克这么奔放。哎，你们黑羽应该不会因为和下属睡觉就被开除吧？哎，你说这个，两位，还是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在事情搞清楚之前，慢慢进行调查吧。正好，我做的晚餐好了，快吃吧。不用了，副队，我能在你这里先睡一会儿吗？很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好吧，那你先去我的房间吧。睡了吗？如果这小鬼直接在这里睡一整晚，要和我一间吗？想都别想，我去沙发。本来整理完卷宗都要凌晨了。谁呀？这么晚了。今晚还真是热闹。我是直接跟他过来的，因为不放心。我要回房间睡觉了，你们聊吧。队长和尼尔的关系，这种话要怎么问啊？委婉点吧。尼尔已经在我们这里睡下了。啊，或许，那个，尼尔是不是和你们说了什么？您有没有稍微试探一下？听过，梅菲尔德这个名字啊？你从哪听说的？尼尔说是他梦到的名字。很久没听人提起这个名字了。真的有这个人？是啊，我和梅菲尔德很早就认识了，那是新历342年的事，当时的你还没有来到黑域。新历342年，那时还处于世纪的恶魔横行黑暗时代。梅菲尔德他是个很不一般的人呢。收工，和我一起去喝酒吧。泽尼亚，我请你。啊，少来这套！梅菲尔德，这不是你一贯的勾搭方式吗？要不是因为认识你3年，我一定会因为你这张脸上当的。下周我就会调到本部去。这不会是你新的搭讪方式吧？当然不是。怎么，舍不得我了？才没有这回事呢。卢米埃斯，大城市会更热闹吧，对吧，小花？我给你取个名字，然后和我一起去卢米埃斯吧。这带薪休假太爽了吧！我要逛遍这里的酒吧，简直是为我而生的天堂嘛！不要，放开我！救命！喂，你们干什么呢？哦，又自投罗网一个小美人，成年了吗？老子最讨厌别人问这个。你们在做什么？好玩的游戏。来呀，小朋友，叔叔也带你来玩。等他们把裤子脱下来，就把他们的拽掉，再切成一段段塞到他的嘴里。算了，这么恶心的人还是直接揍了吧。欺负一个未成年和女孩，找死吗？哪里来的人？最讨厌别人说我是未成年了。欺负未成年和女孩，找死吗？饶了我吧！你们没事吧？哦。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不要伤心，梅菲尔德。上帝只是把属于你的那份爱藏在人群中了，就像一个有趣的寻宝游戏。真的，爱丽丝女士。真的，只要你愿意寻找属于你的那份爱。找一个。谢谢您的大救。需要我送您回去吗？我的同伴就住在附近，我去找他。虽然早就知道爱丽丝修女说的是假话，不过送上门没有不要的道理。好啊。冷不冷？不要再用哄小孩的语气说话了。你这样，感觉是个烂好人。都说了我不是未成年，难道要到我家去看居民证吗？不过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答谢方法。什么？就像爱丽丝修女所说的那样，在人群中寻找。你确定你成年了吗？哼，没礼貌。我可不是那种事后哭哭啼啼让你负责的小朋友。如果再磨蹭，这份谢礼可就没了。看样子
我好像只能收下来。身材出乎意料的好啊！这家伙是做什么的？这是什么？你说呢？我在人群里看走眼了。现在算什么？自讨苦吃。没事吧？继续，不能被人看扁了。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我是香槟大街的裁缝，叫尼尔。我又不是什么受虐狂，随便编一个糊弄过去就好了。裁缝，看起来不像啊。9点了，那个荒唐的夜晚以后，每天只能腰酸背痛的躺在房间里，酒吧都没来得及逛。哇，壮观！我来了。新来的是吧？去那边和队长报道吧，真可爱。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家了。你好啊，尼尔，我可是找遍了卢米埃斯所有的裁缝铺。看来寻宝游戏也不是每次都有趣的呀。梅菲尔德·福克斯，我是从密瓦特调来的成员，能加入您这里是我的荣幸。开局不利啊！居然和我一样大，这家伙靠着娃娃脸四处行骗。你可以自由的参观这里，我还有事，就先去忙了。好了，这里还是很不错的嘛，尤其是我是新来的，可以带我参观这里吗？好啊。何必挂在一棵树上？队长，新人和我来，不是没空吗？这就算我们的初次碰面，初印象好像不是很好呢。的确。你怎么出来了？反正在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房间太冷了，还不如坐在一起听。你这样，算了，这也没什么。请您继续说吧。那样的见面，我还以为他是个做事散漫的人，不过很快就改观了。我无法与他们沟通，还有腐臭味。这里的植物都是死人的血肉幻化成的。人质！控制植物的能力的确很厉害。是啊，都是当年很有名的大案呢。这俩人立刻说到一起去了。他优秀的表现，顺利通过了3个月的考核期。考核通过？还以为他会记仇呢，而且还这么说。做得不错，你处理案件的能力很强，又有责任心，让我刮目相看了。那干脆去喝酒庆祝一下啊！反正也不会答应的吧？好啊。冲动之下发出了这样的邀约。来了又什么话都不说，既然如此，干嘛要答应？干脆就早点喝完回去。这是哪儿？肩膀啊！醒了？我只是有点晕，意识还是很清醒的。我们去哪儿？黑羽的宿舍。我看出你想逃跑的心思了，没必要喝这么多酒。哇，雨后的小路，昏黄的灯光，还有送我回家的人，身上的味道也很好闻，而且很暖和。我说，干脆我们就维持那种关系吧。哪种？那种不谈感情，如果你有喜欢的人，可以随时抽身。理智告诉我不该这样，鬼使神差的答应了。为什么会是我？因为恰好就是你啊，就像今天恰好是雨天一样。你不怕我吗？我还以为你会逃走。你说话真有意思，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可怕，有什么好逃的？他在想什么，我琢磨不透。危险、狡猾、有魅力的，可是又露出天真的表情，像一个谜，闯入我的生活。这不是酒神街那家的三明治吗？只有他家会在三明治里加上烟熏三文鱼。他家的老板留着傻瓜西瓜头发型，但是对味道倒是很有品味。给我买的吗？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下午茶，就是给你买的。新人的报告单，
你怎么会要这个？怎么没有口味和爱好的统计？健康检查表怎么会写那种东西？我想知道关于梅菲尔德的，你不是和他们混得很熟吗？啊？厚着脸皮问道。果然还是喜欢吧。我还是没有完全了解他。听着都急死人。你想知道他想要的，直接问他不就好了？怎么回事啊，小花？过了这么久了，我对这个人还是不厌烦。我只是一时贪图他的脸和肉体而已。但奇怪的是，我每天都想见到他。等等，不会吧？就算是问也问不出来的。不过有些人心思难猜就算了，说话还弯弯绕绕的。看来这方面的事还是得和人商量啊。我确实也这么想。我想，我有了喜欢的人了。我想尽快结束目前这样草率的关系。我想，我有了喜欢的人了。我想尽快结束目前这样草率的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爱丽丝修女那些话都是哄小孩的。开始躲着我，她的态度变化得太快，我至今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对我来说，这是比案件还难破解的谜团。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酒精才是成年人的朋友。一个人吗？废话，也不是只有你才行。拿开你的脏手！谁让你碰他的？搞什么？是我挨打了。怎么一个人去喝酒呢？我给你买了酒神街的三明治，要吃吗？话也不想和我说了。到了，你进去吧。等等，照顾好他，要是把他养死，你就死定了。给我好好记住。队长，艾维森的天空突然出现的那个噬洞，还是没有缩小的迹象。副队长带领的第一批自愿报名的40名队员，目前死亡人数25，负伤8人，急需支援。我会立刻带新的一队支援。第一批的名单呢？我们好在噬洞找到他们。请过目。噬洞，每当血月出现之时，恶魔血月的力量吸引，聚集在天空所引起的浩劫。漩涡吞噬所到之处，房子被倒挂在天空，人类落到脚下，被称为颠倒的世界，或者叫恶魔的参盘。想要结束这一切，就要把恶魔都杀死。天空都是幻觉，看脚下，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尸体。恶魔会吸食驱魔者的能力，通常下场会更惨。我们的成员怎么会这样？他们已经是不可了。其他人呢？你有没有看见梅菲尔德？他为了救我受了重伤，可是还是到更深处救人了。其他人带着幸存者先出去，我带着最后的人去清理噬洞的分支。是。跟紧我。你没关系吗？恶魔越来越少，噬洞就会越来越浅。我们很快就会从这里出去，和与其他人会合。快跑！噬洞里藏着这么厉害的恶魔，这张脸！别看他，梅菲尔德！别看他！别看他！我爱你，我爱你。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人，我不会丢下你的，和我永远在一起吧。好，是会窥探人心的恶魔塔洛马迪。梅菲尔德，梅菲尔德，看着我，别睡。才不是厌倦了呢，和你在一起最开心了。我对你是认真的。你以为顶着他的脸就不会死吗？
喂喂，你说要是非要死的话，你会想要什么死法？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哪里奇怪了？黑羽的死亡率不是高的惊人吗？当然要死得有尊严一点，最好能让人记住，想起我的时候最好要痛哭流涕的。可惜我是烂命一条，有人惦记的命才值得珍惜。我要是死了，你会哭吗？至少在墓碑上给我放束花吧。我睡着了。对不起。本来也不是工作时间，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吧？是啊，居然还打算连夜工作呢，没那个能力瞎逞什么呢？我们从市洞出来，梅菲尔德受了很重的伤，差点就死了。1个月了，被塔洛马迪刺穿的地方还没有愈合迹象，全身骨头断裂，他的灵魂也成了破碎的残片，只能靠治愈术勉强维持着。这样下去，迟早会死。会有办法的。我这些天连夜翻遍了资料库古籍的记载，治愈之神艾斯马海斯的羽毛，既然他的身体承受不住，那就借助载体，存放他一半的灵魂和所有的记忆。我来看你了，梅菲尔德。如果这次能熬过去，你的外貌会倒退几年，并且永远无法长大。彻底忘记过去，新的记忆无法长久保存。快乐的事，痛苦的事，过不了几年又会彻底忘记。大家的时间都过去了，而你还停在那里。你可能一直会这样下去，直到死去，也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灵魂。擅自替你做了决定，没想到我是这样自私的人。如果这次你真的能醒来，哪怕你不再回头看我，我也会一直守护你。打扰了，我可以进来吗？请进。你好，我叫尼尔，是新来的实习生。等等，那个小鬼不是，尼尔就是梅菲尔德。发色留给了那团羽毛，样貌又年轻了几岁，完全不记得我。不过至少他活下来了，让他留在我身边，至少我能看着他，就算是怪我也好。他有了好转的迹象，我本该很开心，可是我有了别的担心。当初我们并没有杀死塔罗马蒂。塔洛马迪，传说中能直接窥视人心的恶魔，加入到恶魔的混战之中。他对红月的力量不感兴趣吧？难道有别的目的？在市洞出现，也许只是他操纵人类的初步尝试而已。我担心他在寻找在外界也能像在市洞中那么轻易控制人类的方法。你们很清楚，我的能力可以感知恶魔的靠近，尤其是交过手的。塔洛马蒂回来了。今天说的事，请记得保密，让他好好睡觉。我就先回去了。喂，你睡了吗？怎么？哎呀，最后还不是要和我睡？什么？你只是想问中间发生了什么？没意思。那你干嘛露出那种表情？听事情听到一半睡着这种事，当然会让人很不好意思。要有求人的态度吧。这样。是啊，纠缠不清的那种。队长和我们说这些，是让我们多多留意尼尔，毕竟他出任务有无法顾及到的时候。但我还有更担心的，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我不会这么快吧？我不是带着你给的项链吗？这就不是之前那些无名小卒能够比的。说不定他早就盘算着这么抓住你，然后吃掉。最近我可得看好你。你在吓唬小孩吗？我自己会看着办的。放开我，我要出去。给我看看，这么短时间能有什么变化？这些印记生长的时候会痛吗？什么？没听清就算了。的确会疼。你，嘘，隔壁还有人睡觉，你不想把他吵醒吧？那位四舍五入也算未成年，被他知道了，你还算正义的黑羽吗？
睡得真沉，看来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啊。真难得，我们在同一张床上醒来的这种情况可不太多。这算什么事？一觉睡到中午。中午？尼尔呢？喂，今天早上你还睡着的时候，我把尼尔送回了队长家。本来他要回他自己宿舍，绕几个圈圈骗人，就跟着回去了。没错，就是这里。最近外墙翻新了。感觉不像。昨天晚上他好像出去过，是早上送尼尔的时候。好了，当时迷迷糊糊的，给你饭，没能爬起来，都是这家伙害的，甚至都不知道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看桌上。什么？不知道。早上回来放在门口的漂流瓶，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非要在我喂完猫之前看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什么？看起来像垃圾小广告。你什么时候凑过来的？奇怪，他会用橙花和百合味的香水吗？有点熟悉，闻起来像是教堂的味道。去哪儿？我去总部报道就可以，你就不用跟着我了。这纸条我先带走了。别到处乱跑，运动过度，肉质会很鲜美哦。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被恶魔寄生之后，他逐渐不再与我说话。他在赌着。对不起，我3个月后会来看你。我想他是因为不想再次体会失去至亲的痛苦，选择了远离我。这个方法很有效，以至于直到他死去，我想回忆他的时候，他的面貌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不需要任何多余的情感。或许是知道黑泽尔的接近令人腹痛，我反而不再排斥。那些一起生长的时候会痛吗？那段话在脑海里反复回响。为什么？它是我通向死亡的变数。身体果然不如从前了，只是这样就会喘不过气。竟然忘了这张纸条，夹层戴着手套的缘故，这么久才发现。没事吧，副队？没想到您在练习室啊！我正好有问题请教你，今天或明天……抱歉，撞到了你，我还有事，先走了。我从黑羽调取了查验结果，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但和信封里的是同一种物质。更像是一个圈套。就算是显而易见的圈套，我也想找到一些线索。如果那里有发信人，他一定会知道什么。我的确也想杀了那个恶魔，但是眼下的情况，我不同意。不管什么情况，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你不去，我也一定会去。这明显不是普通的恶魔做的。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对自己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不然呢？反复查了这么久，终于有了点消息。这种情况，我会安心的待在家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客气？你以为我不敢把你锁起来？你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还是你担心你看好的心脏被别人中途抢走？你不就是冲着我的心脏来的吗？你说的对，我就是为了心脏。既然如此，你自己都不在意，我干嘛在意一个猎物想什么？你，他失控了，快醒过来！你好好待着。无论如何，我要从这里出去。我盖布利埃尔，别吃它，那个不是食物。你能把这些扯掉？这里这么漂亮，我好像有点舍不得死了。那时候在屋顶说的，都是假的吗？卢克，有人会哭着和你说假话吗？这个老仆也不太明白。天黑了，
这么快？天都黑了，盖布利埃尔是不是没吃饭？你说的对，我看书太认真都忘了。我先走了。猜对了。进去了，然后呢？我该和他说什么？我走了，这里几乎是无人区。深夜还等在这里的木船，大概就是和这次的邀请有关。欢迎客人。木偶，木偶会说话，怎么做到的？邀请函，这是要我把那个瓶子塞进去才肯走的意思吗？城堡位于一个小岛之上，四周都是河，难怪要坐船。木偶一直看向城堡的方向，不仅会划船，还会唱歌，谁做出来的？应该就这些人了吧？怎么还没人出来接待？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博尔特子爵，虽然不住在卢米埃斯，但在卢米埃斯有几个马场。四舍五入，也算是那个人的够不着边的亲戚。欢呼的，我喜欢干什么？这是我的熟人了，大法官塔尔伯特。认识您是我的荣幸，向各位问好。眼前的这些人怎么都不像是一个金币人引来的角色。尊敬的子爵大人，那边是奎妮女士。我就不过多的自我介绍了，你一样的女人会更吸引人，不是吗？你呢？我怎么不知道圣亚丽丝邀请人什么时候出现？嘉文，我是一名教授助理。伯爵大人。哦，你可以为我做单独辅导吗？不好意思，我的时间表已经安排满了。你呢，小姑娘？你看起来只有15、16岁，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其实我是城堡主人的女儿。怎么都这副表情？你是扎卡莱亚的女儿？你不是？难怪有点眼熟，是你把我们叫来的。不是我，事实上我的脑袋受到撞击，只有幼年模糊的记忆。前不久有人从乡下找到我，说可以帮我联系我父亲的熟人，帮我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我并不认识这个什么扎卡莱亚。那个帮你写信的人是谁？他人在哪里？不知道，他带我来到这里之后就走了。求求你们告诉我，过去关于这城堡发生的事情。我的父母和妹妹情况如何？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告诉他吧，他有知道的权利。我来说吧。该死的，说完我还赶着回去，还以为真有什么城堡派对呢。我认识你的父亲，也就是扎卡莱亚伯爵，是在一个酒会上，他很慷慨地请所有人喝了古董酒。那时你的父母刚在一起，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幸福的一家4口。不过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一切。他在一次围猎活动中意外瘫痪，他变得喜怒无常，也不再出门了。你的母亲受不了他的脾气，带着小女儿和他的情妇私奔了。被丢下的扎卡莱亚伯爵失魂落魄，渐渐的，他赶走了所有的仆人，沉浸于制造木偶陪着他生活。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了他留在墙上看不懂的血书，他自杀了，他的另一个女儿也不知所踪。城堡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诡异的事，没有人敢住在这里，城堡空置了下来。再后来嘛，出现那种告诉我们你失忆了，因为没有记忆了，听起来像是别人的故事。唉，事情说完了，我要回去。这地方到处都是木偶开着怪瘆人，还有那个端菜的人偶站在那里，我更倒胃口。这么晚了，要不先住一晚？你说的是，这可真像恐怖故事的开头。想要找出寄信，还是要多问问这个小女孩最近的特征。现在太嘈杂，等这些人走了再问。我要走了。可是外面这么大的雨，谁也别想拦着我啊！除非门口出现什么雨夜屠夫。开玩笑的。他怎么来了？别想走，那个破船刚才被风雨吹到礁石上散架了。他没有邀请函，还当是那个木偶怎么肯带他来这里的？邀请函没有，变成碎片的人偶倒是有一个。两位认识？
不认识，只不过小小年纪，要注重餐桌礼仪。我是奎尼，我该如何称呼您呢？黑斯廷斯。我说，既然不能回去，我们把这几个木偶随便找个屋子关起来吧，在这里看着太吓人了。好啊，这东西好沉，这玩意儿里面都是铁的吗？这里好像是个仓库。这么大个房间，全都是……眼睛被划掉了，还被泼了什么液体，不过还是能看出来，这些木偶都是卡扎莱亚伯爵的模样。至于这位伯爵夫人，好像有点眼熟。哎，真是吓死人了！黑斯廷斯先生，今晚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我一跳！怎么外面还有这么多个？算了，睡觉的时候关好门就行了。阿贝说今晚很困了，明天再聊。那就只能暂时留在这里。这个房间好大，是曾经的主卧之一吧？床角为什么会有断掉的铁链？房顶还有画像，是女主人吗？画得这么生动，仿佛置身于场景之中。我好像看过这个，他曾经是卢米埃斯，一个著名的专唱情歌的歌唱家，在事业顶峰的时候突然隐退了。你发什么疯？啊！我真的发疯！你还有力气跑到这里来？你以为留个字条就能溜之大吉了？所以你专程跑过来，就是要和我打架的。我知道你不怕这个，你那个满不在乎的态度。就算我把你杀了，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你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你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些该死的正义感和羞耻心了。就像我预期的那样，他们都来了。是啊，可是你的计划里包括那个大麻烦吗？就是他上次把你打得落荒而逃的吗？哼，那只是一时疏忽。说起来，你的走狗不也是被打得很惨吗？恶魔和人类混合的实验也不大成功啊。你当初在噬洞吞噬了那么多能力，那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那些操控人类的把戏。塔洛马迪，哼，这次可是有趣的试探。把我人生搅得一团乱，还在这里指责我，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这个世界上有公爵大人在乎的东西吗？切，整个圣亚里斯就没见过你这么倔的人。我不想又看到你在金史兰德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这不是迟早的事吗？嘿，嘉文先生，我是博尔特子爵，我房间的浴缸坏了啊，能借你的吗？我已经睡了，抱歉。在这个鬼地方我没心情，等我们回去再慢慢算账。难道我还要信？我们不是正在吵架吗？还有，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能挣脱这个？那是你的猫干的，你又不喂，它当然会乱吃东西。你把别人家窗户都砸坏了，又不是赔不起。他要是想要，我赔他个新的城堡都行。还不是你一上来就开始打架？难道我要谢谢你这次没扯坏衣服？你身上都是那个小鬼的花香味儿。你不也满身香水味吗？不想和你说话。黑廷斯先生，您睡了吗？他在敲你房间间的门，快去开啊！我一晚吗？人家一个人真的好害怕。这地方很诡异，我怀疑这地方被恶魔下了什么咒语，又或者踏入及签订的契约之类的。我也感觉到了。然后你就直接进来了？那不然呢？我本来就是想追查汉德的事。当初那个区域本来就是有黑羽喷手的，他们能绕过去，自然是很厉害。我还抱着他的灵魂还存在的一丝幻想，我梦到过他，又把花束放到门前。我希望那是真的。该死的，为什么要露出那副表情？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我好像在卢米埃斯见过她。她过去在洛洛花园剧院工作，你听过她唱歌吗？没有，那就类似于老年活动中心吧。你怎么会去听过？这不是重点。来的时候坐船的路上，那个木偶也唱了一首歌，他给你唱了吗？没有。所以那个木偶对你唱什么了？一首情歌。这很正常。那个什么伯爵的妻子死了，他制造一个会唱歌的人偶来纪念他。
天花板也有他的画像，这不是恨不得睡觉的时候也看着他们？话是这么说，他们那么恩爱，那幅画像里他看起来瘦骨嶙峋的，身体的朝外，那不是抗拒的表现吗？去哪儿？我想再去看看那个木偶，顺便在这个城堡看看，然后明早去找阿贝。怎么了？好像眼花了一下。我记得所有人都在同一层吧？也不像是木偶笨重的移动声，这边好像也有声音。下水口被什么堵住了？我来。头发是有一个人的发量高。没人。怎么回事啊？谁敲的门？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个房间？难怪会拒绝我的邀请呢。那个窗户明明锁上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复打开。我的天花板也响个不停，像轮子滚来滚去。我的浴缸一直在往出溢水，真是太吵了。阿贝的声音。没有啊，早就睡着了。没事，打扰你了。真麻烦，因为他是最后来人，还得带上他。那个划船的木偶大概在这边。真麻烦，果然还是应该把人带回去。在那边。真奇怪，按理说早就该被水冲走了。难道说……我试试。解气，难怪飘不出去。看来有什么人想把我们困在这里。这个结界可不是什么低级恶魔可以创造的。这下麻烦大了，把我骗过来，你可得对我负责，贾兰大人。我本来就没打算走，你才是大麻烦。扶着我。干什么？你的感知能力就这么随便乱用吗？木偶里面真的有灵魂的存在，我感受到窒息和重量，还有模糊的男人的影子。进了水音质都变差了，这东西做工方面没土力防水吗？它好像冒烟了。这首歌的歌词，他唱歌时脸也一直朝着那个方向。最后一句是什么？假如真有人看到我和他躺在一起。还真是躺在一起。看穿着就是画像上那两位吧？不是说和情夫跑了吗？女主人胳膊上还缠着铁链。虽然雨水冲刷了不少味道，但是腐烂的味道太难以掩盖。这里大概还有别的吧？你还真是狗鼻子。男的女的成对的摆放，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谁把他们埋在这里？我让他把人都埋在那里，为我献祭那些痛苦死去的灵魂。我都不用动一根手指，我们的目标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异常，那时候才是我们该出场的时候。恶毒到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那不是奎妮女士房间的窗户吗？喂，你就不能跑慢点？什么都没有，刚才明明看到有人往下跳。我要上去看看。等等，想想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都在眼前了，那也不能放任不管。你又……无所谓，反正毁的也不止一个门了。窗户这里什么痕迹都没有，奎妮女士人呢？啊！被半空中的漩涡吞掉了。谁在这里搞出来的传送阵？跳下去不就能找到她了？船到哪儿都不知道，就随便往下跳。你难道是横冲直撞的兔子吗？这是我的职责，不然我来这里是度假的。我可没有你那高贵的身子。松手！你要是敢从这里跳下去，从今以后我就在路上倒立着走路，丢脸的可不止一个人。那有什么？反正你整天也都是拿鼻孔看人，还光着身子在房间走来走去，总比你这个说话声调没起伏的冰块脸强百倍吧？啊，是阿贝的房间。啊，怎么回事？救！今晚第2次了，我好不容易睡着。什么？那个小女孩死了？你们几个谁干的？子爵大人，您来了。我，黑羽的加兰诺伊斯，现在情况紧急，需要你们几位的配合。开玩笑，就算是黑羽又怎么样？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我才不会大半夜的被当成犯人一样审讯呢。
烦死了！快说快说，说完我还要睡觉。我和塔尔伯特法官、卡扎莱亚伯爵，我们3个曾经关系不错，经常一起喝酒。他对朋友的确是个大方的人。当初我们心血来潮，共同去花园剧院听歌，卡扎拉亚伯爵对歌唱家佐伊一见钟情了。我要得到他。他当时就去后台找他，我们听到后台的叫喊声，只当他是在欲拒还迎。后来他们果然结婚了，伯爵还给他买下一座岛。后来我去做客的时候见过他，他过得并不好，他把妻子的头发剪掉，还囚禁起来。天花板的那幅妻子的画像，是为了他们在床上的时候让妻子回忆起过去。我们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根本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大度的绅士，我其实是他的情妇。他暴力易怒，我经常被打得全身是伤。他的女儿也严重营养不良，会偷偷问我讨食。我下定决心从这里逃跑的时候，被一个枯瘦的女人抓住了脚踝。当时我很害怕，没有理会就逃走了。自从他的情妇跑了，他就经常来我的马场散心，结果他在我的马场摔下了马，下半身瘫痪。尽管医生说是他自身的问题，可他还是恨上了我。法官偏向了我这边，所以我们都成了卡扎雷亚伯爵的仇人。因为在他手上的把柄太多，我收到信后还是被迫来看看情况。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房间的？说到这个，不！再次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堆发着光的头发在缠绕着阿贝。该死的女人，杀了我！你永远也别想离开！我发出了男人的声音，那卡扎拉亚伯爵的很像。你们来了后，他就消失在了天花板一角。眼珠浑浊，后脑的伤也开始腐败长蛆，背后已经长出尸斑，怎么看都是已经死了很久的人。黄色的眼珠。今晚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明明是蓝色的，是卡扎莱亚伯爵借用了他女儿的身体和我们对话。真正的阿贝早就死了，所以那幅画像上面的眼睛都被划掉了，是不想被人发现眼睛变色了。然后随着操纵者的离开，尸体开始迅速腐败。可是我们都没有察觉到异样，难道又是和恶魔签订协议的寄生体吗？那不就和那个已经埋地里死透的黄魔眼镜一样？你是说保尔森吧？如果奎尼说的是真的，卡扎莱亚伯爵为了健康的身体，不惜与恶魔签下契约，结果在今晚动手之前，被一个更厉害的恶灵吞了。有东西在外面。说动。等等，先别杀他，我感觉不到他的恶意。你的同情心非要用在一团头发上吗？他好像怕你，走开一点。我说副队长大人，你不会是夹带私人恩怨吧？你好像对自己的形象没有清晰的认知啊！又直接摸上去了。你是佐伊？啊，又是这个。没错，我是佐伊。请你告诉我一切的缘由。他对我所做的，我的尊严被践踏，身体被侵害，甚至我的骨肉也要遭受这一切。我们的求助无人理会，我早就是一具尸骸了。在河边划船唱歌的木偶是你吗？那是他的诅咒，让我活在城堡的边界，永远不能离开，直到你破坏了它。谢谢。我这么说，也是你杀死了附在阿贝身上的伯爵佐伊。我在他动手之前结束了这一切，我的痛苦也随之结束了。现在的我只有2个未了的心愿。就这么答应帮他了？他想我们把他的尸骨和伯爵分开，带回他的家乡。二是去城堡的暗道，破坏伯爵与恶魔的仪式，让所有惨死的亡灵得到安息。仪式也许和这里的结界有关系，倒也不算白跑一趟。不过你这么好心，什么时候满足我的愿望？是之前的那种漩涡，怎么到处都是？这么暗的地方几乎看不到。你扔下的那个瓶子也让我在意，我没在那个屋子里看到它。我也没看到，这说明它会传到不同的地方。这里很危险，我们还是要尽早离开这里。就是这里吗？的确是用于和恶魔交换的符文，不过现在还是原貌，仪式需要血液启动。那我来。用不着，这里还有某人导致的现成的血。
这都是被献祭的人的名字。隐藏的秘密就是这些，破坏掉这里，结界也许会一起消失。而一起结束了，我们走吧。夏兰，又来一次。我等你好久了，加兰诺伊斯。每次闻的时候，阿斯莫德的味道都是冲着我来的。难道是那家伙认错了人？让我确认一下，你身上带这种东西，一个两个的，都是这副德行。用的人类身体，这里比不上市洞。那些木偶可以派上用场，也会变成一个由我操纵的傀儡。是洞，傀儡，你是塔洛马迪。劝你关心下眼前的事。你的能力可以感受王子的灵魂的痛苦。恰好这些木偶，每个都存放着一个亡灵。别管了，劝你别这么做，说不定不但找不到人，还会让自己迷路。我们又见面了。哟，哦，真是无情，是怎么对我的？不记得了吗？少废话，快把我的人还回来！别生气呀，寂寞的话，我怎么样？论相貌美味，可不比那个不解风情的人差吧？丑死了，真让人倒胃口。我？你眼瞎了吗？真是不会怜惜人，幸亏有这些影子挡着。不过，我在他们身上稍稍施加了一些小诅咒，猜猜这些影子受到的伤害会转移到谁身上？夏兰，我会一直拿影子拦着你，还要向我出手吗？差点就要按不住了。别这么快晕呐！你是疯了吗？我在哪儿？问我？杀了我，你就再也别想找到。你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了，一定是有什么限制的条件。你们的把戏都是在这个城堡里完成的，他还在附近，用不着你了。我说，又是个疯子，让那两个疯子去玩吧。啊，迷人的印记，还挑选了一个漂亮的身体，就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痛苦让体内的恶魔开始躁动，也许这样反复催化会让心脏加速成熟。我要等不及了。不过奇怪的是，印记扩散得很明显，我却闻不到什么阿斯莫德的味道。不是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烈吗？如果是寄生后期的话，这么强烈的痛苦可能会把人弄死。糟了，不会这就死了吧？身体怎么开始变凉了？呼吸也……这身将令逼身，我同归于尽吗？放杀死那么多人，一起下地狱吧！嘉兰哥哥，嘉兰哥哥，我好疼啊！放开我，我们回去好不好？汉德。幸亏及时变换成功了，在石洞之外，这个能力很不稳定。我死！我什么事？我已经说中了，不能再和这个家伙纠缠下去。夏兰，夏兰，好久不见啊！
佳兰，保尔森，我好像困在这里出不去了，你能帮帮我吗？抱歉，我现在好像没什么力气。算了，看看你自己，也是信你的。天，无法呼吸了。一切结束了，我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在阿斯莫德醒来之前，用不着你提醒。佳兰，你来接我了，让我和你一起走吧，妈妈。骂什么骂？好好睁开眼，看看你身旁的人是谁。再不行，我就把你打包回卡尔纳斯去。啊！快醒！我的衣服！好冷。冷？我用的不是热水吗？醒了？你知道你活了多少天了吗？怎么不说话？是无意识的睁眼吗？水。现在知道要水喝。尤娜和我说要给你准备一块奥利维亚的墓地了。好狰狞的一张脸。活着的人才能喝到甘甜的水。还是一如既往的。你知道你这么多天吓坏了多少人吗？什么呀？又有情况吗，副队？您胡乱喂水的方式给病人造成非常大的负担。病人的状况刚有所好转，我需要做个检查，请您在外面稍作等候。危险。副队，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背后的印记那么明显。整整12天，当时这双手沾满了他的血，还以为他再也不会醒过来。明明是那样的情况，怎么没有对心脏出手呢？心脏还没到成熟的时机，就对他下死手，必须弄清楚怎么回事。队长好像是去出任务吧，别告诉其他人。尤娜，醒来就先说这个，你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吗？受伤是很正常的事情。受伤，你差点就没命了。别哭了。还有背后那个印记，一看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那只是暂时的，一次意外，也许很快就消失了。躺在这里快要发霉了，我什么时候能起来走走？醒来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转移话题了。检查结束，我就先走了，请您好好对待自己。尤娜，发什么呆？你不是喊着冷吗？干嘛把手伸出来？没什么，刚刚是。尤娜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今天下午。她说如果你保证在宿舍老实待着的话。你问他们，那几个人由黑羽派人安全带了回去，和他们说了情况，歌唱家救了他们，只得到了一声哦的回答，就该让那些傲慢的家伙吃点苦头。和他们比，你都变得正直了起来，听起来可不像什么真诚的赞扬。好吧，那我收回。当时你不见了之后，来了一个用影子作为攻击方式的人。影子？之前攻击汉德的人也是。还有那封邀请函，他们之间必然有联系。我们没打几个回合他就跑了，你看到他的样子了吗？没看到，但他提到了释动，他极有可能是伤害梅菲尔德后被队长重创的恶魔。他的能力好像没有彻底恢复，也许就是他想得到心脏的原因。差点就能杀死他，可惜被他偷袭，错失了机会。战局变化太快，没法等。为阻止他再变成触手，我用减负术将他困住。可惜还是被他幻化的形态骗了，不甘心。难怪伤口这么久才愈合，原来用的是这种玉石俱焚的法术。怎么一声不吭的出去又进来？你看起来也恢复不少了。当时在城堡就说过回来算账，刚刚发现又多了一笔。今天起就在床上好好休养吧，副队长大人。你又……你要干什么？
你在找我吗？这是怎么了？从未有过的，像绵密的雨点落在身上，像躺在波光粼粼的深蓝色湖水里，静谧又温暖，似乎要沉溺于此了。啊！不！视觉被剥夺，感觉变得尤为明显。别再继续了。还不结束？难道他是在生气？幸亏最后停下来了。都躺了一天了，起来吃点东西。看到你我就没胃口，走开，离我越远越好。我都做好了。放我下来！来，先把被子拿掉再吃饭。都说了我没胃口。等你吃完了，我们继续。开什么玩笑？你疯了吧？要我亲自喂你们？生气了？因为我们之前在城堡吵架的事吗？不是已经和解了吗？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打又打不过，还是从窗户逃出去吧，先让他转移注意力。盖布利埃尔呢？他呀，暂时托卢克去照顾了。你什么时候去接他？这是尤娜嘱咐你要吃的药，随餐服用。跑什么？这和你做的食物也差不多吧？可我使不上力。还有黑羽的副队长，你打算这副模样出去？你到底有完没完？我们聊天的时候不还很正常吗？饿了的，你答应过尤娜吧？好苦！听到了吗？你的心跳，这个时刻会特别明显。心跳？难道是怕我死吗？你的情绪，你所做的，是否已经超过对待猎物的范畴了？这些伤，是因为心脏，还是因为我？别在这里！看着我，看着我，嘉兰。我承认，那时的情景，浑身是血，躺在那里的样子，你对于我来说，比我之前以为的重要的多。我想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心跳得好快，你非要在这种时候说出来吗？难道不是一个将死之人把你拖入泥潭了？就算是，那又怎么样？睡得好沉。
好像折腾的太过了。那副表情，还有昨晚的那些话，任谁都没办法忍住吧？是被蛊惑了吗？不要，滚开！是梦话呀！我在心虚什么？好热，浑身黏糊糊的。一大早这么精神，跑什么？那就这样抱着吧。只是一个晚上，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要去洗澡。还没有愈合的迹象。毕竟不是普通恶魔造成的伤口，即使不是他全部的力量，可能也要很久才能好。你的未免好的也太快了。天赋，印记扩大了一些，之前明明保持得很好。既然梅菲尔德被塔洛马蒂重伤能够活下来，那被寄生的人也一定有办法。可是，这只是时间的问题。难道昨晚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什么？既然我做出了选择，就一定会去寻找办法。太阳总会升起。以后别再这么做了。还是说，你其实是故意的？你很想看到我为你着急的样子？你可真坏啊，加兰大人！看样子完全迷糊了呀。下次要做决定的时候，好好想想那些在意你的人。我要去接盖布里埃尔。随便你。现在你已经被列入黑羽进入人员了，干脆顺带和我回趟卡尔纳斯。我去告诉卢克，卡尔纳斯这段时间正在下雪，没事去那儿干什么？这可是卡尔纳斯盛产樱桃酒的时间，还有时令风味的乳酪炖菜。那里不但有雪山冰湖垂钓，我还养了几只漂亮的纯白色驯鹿。我走了，等我回来再收拾东西，你别乱跑。我还没有答应你吧？差点忘了。忘了你想动也动不了。得意什么？不对，怎么回事？做噩梦了吗？又是幻觉。你在这里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在没人的时候出现。尤娜说您受伤在休假，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儿，就问管理要来了钥匙。其实我是借偷看拿资料的名义偷偷溜出来的，就想看看您怎么样了。幻觉，还是先不和大家说。偷溜出来不怕队长说你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不怕他了？您可千万别告诉队长我偷跑出来这件事，他好像今晚就要回来呢。那是什么？任务单？厄尔利的求助来自卡尔纳斯雪山食人雪人，这么巧，那不就是在卡尔纳斯的必经路上吗？因为受伤，最近的案子都没给我通报。不行，副队，尤娜知道我给你看了这些，会杀了我的。好了，还给你，我就是随便看看，你才是。你拿这个看有什么意图？我只是对这些神秘生物感兴趣。立刻就好了。氛围总觉得不太对。卢克，我要你帮我。是主人。我继承了母亲一半的能力，盖布里埃尔以骨架的样子复活了。想他完全复活，阿斯莫德的心脏是当初想到的办法之一，只不过其他方法更加麻烦。尽管放弃阿斯莫德的力量可能会让我颠覆波尔金家族的计划难上一点，不过这个计划是不会变的。现在我想做的是让他活下来。主人，从来没听说过被寄生后还能活下来的先例。那我们就当先例。我不能看着身边珍贵的东西一个个都离我而去吧。又要去卡尔纳斯了，是和上次完全不同的心情。雪山好美啊。星星也特别的亮，可能是欢迎客人的到来。哪怕看到他对这个世界有一点赞美，我都很高兴。还有不同的关系，当时真是讨厌死了。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的车厢。等等，你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都多少次了，怎么和饿狼一样？离我远点儿！喂，你说这里真的会有雪人的存在吗？什么？堆雪人？我说的当然不是那种。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倒是听过关于雪人的传说。怎么在外面站着？就是想出来等着您啊。给，是烟熏三文鱼三明治。哇，我们一起吃。我已经吃过了。队长的话总是很少。好吃。不过相处的时间长了，这样也很自在。很奇怪吧？最近好像长出几根金色的头发。雪人啊，是传说中常年住在雪山、昼伏夜出的神秘生物。一旦下山，就是去觅食了。附近的村落或者城镇的居民，夜里如果听到敲窗户的声音，会看见雪人变化的远归的家人或者朋友，甚至是宠物。害怕就抱紧我吧。你怎么这么幼稚？接着说。如果有人忍不住打开窗户，雪人就会吃掉他的身体，把他的头摆在窗台上，就像这样。这才是你的目的吧？故事也是你编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还用怀疑？我当然是故意的。喂，你有完没完？有什么关系？看来加兰大人还是不太了解我，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交流。我怎么招惹上了这个变态？一个两个的都不让我审析，怎么就找不到背后印记的记载呢？副队背后的到底是？还让我保密，现在看到谁都心虚。尤娜，队长。我们上次来的不是这里，那里并不是真正的住址，只是随便应付你们用的。应付？这倒是他的一贯作风。吃吧。牛奶、樱桃酒、雪山垂钓和白色驯鹿呢？你的伤还没好，哪来的樱桃酒、雪山垂钓、白色驯鹿？我竟然让人给骗了！走，我带你去泡温泉，等天气暖些了再去看驯鹿。又不是立刻要回去，因为你受伤，所以只能来室内了。伤口不要碰水。又不是小孩子。其实很好哄嘛，立刻就开心起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怎么突然这么说？事情还没解决，我放不下心来。看看现在，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你每天怎么操心这么多？托你的福，我的伤还要好的再慢一点。其实，卢克和我说过一些你的事。卢克，那家伙怎么什么都和你说啊？这不是重点。这么大的水池，你就非要凑这么近吗？阿斯莫德的力量如此强大，得到它就可以完成无数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份诱惑，几乎没有人会拒绝。虽然你没有直说过，但你想要心脏的理由，我多少都能猜到一些。应该不只是为了盖布利埃尔吧？你这个表情，我又不是来这儿审问你的。审问？如果你喜欢的话，好像也不错。你就非要在这个时候耍嘴皮子？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没有问你，你如果放弃心脏，就没办法用心脏做你想做的事了。那也是我的事。可是你要做的肯定不是嘴皮子碰碰的小事。你这样，算了。你生气了？你那里，放开我！跑什么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真什么？你什么事都不肯告诉我？无论是什么代价，你都是值得的。什么？说这种话？跑什么？感觉不是很好吗？放开我！我要出去！这么有感觉吗？你的皮肤都变成粉红色了。才没有！结果什么都没有问出来，还……
星星，这是白天，哪来的星星？小兰，小兰，哎呀，乱来呀！应该不久就能醒了，伤还没好，怎么能去温泉玩呢？他的身体还是太弱，最近总觉得也没什么精神。毕竟是被寄生，有您给的项链，现在能这样已经算很好的状况了。哎呀，这次的行动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受伤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是来这里说风凉话的，就滚回你自己的影子去。你把我都连累了，我该怎么和阿塞内修斯大人交代？都是因为你的错误情报，目标不光身边的人有个大麻烦。怪我？被阿斯莫德附身的人，印记和气味不在一个阶段。当时我撕开他的衣服，印象最深刻的是雪白的皮肤和宝蓝色的项链。现在想来，一定是他克制住了目标的气味。说的这么好听，你下一步有什么高见吗？我需要吸收力量，就拿黑羽那些孩子练练手吧。救命！不要过来！这是第几次了？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这么着急见到我吗？你怎么了？你浑身都在抖。我做了噩梦，带我出去走走吧。你到底是梦到了什么？无聊的梦，没什么好说的。已经不止一次了吧？从你那次受伤醒来之后，夜里你总是睡不踏实，有什么事都不和我说。你看上次没有听我的，肩膀上的伤到现在都没好。你又开始翻旧账，你不是也这样吗？白天还和我说那是我的事。我们情况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了？等等，我们这是走到哪里去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不认识路？看看你急成什么样了。回不去，我当然着急了。放心吧，他们能引路。你的另一只鹿跑了。转身的功夫就不见了。大晚上的不会跑出去了吧？这是追到什么地方来了？远处的光，一个城镇吗？雪山脚还有这么大的城镇啊？我们大概是到了斯诺斯，这里是卡尔纳斯雪山更北边的边境，一时半会儿回不去，要不找个旅店歇歇脚。好。你们不是这个镇上的人吧？你们要先去1111号找镇长，我们需要他的证明才能办理入住。外乡人要住宿，都需要镇长批示啊。毕竟是卢米埃斯够不着的地方，外来人又不多，一个小小的城镇就和小小的国家一样，镇长的话可能比国王的还管用。现在只是晚餐前夕，可街道上都没有行人。管他呢，我们只投诉1晚而已。看来这里不欢迎外乡人。这样裹一起怎么走路？这么晚了，外面还有人敲门，你去开门吧，莱西。没人。请问这里是镇长的住所吗？我们过来是想让镇长办理在这里暂住1晚的证件。不会说话。好大的房子，里面还有院子。您好，我们是来办。是黑羽的贵客。我们是迷路的旅人，是来投诉的。这人张嘴就来的技能越来越熟练了，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因为你们的衣着华丽，加上前段时间我给黑羽写的求助信，还以为这么快就派人来了。两位是从哪里过来的呢？卢米埃斯。那么远啊。他写的名字厄尔利，难道是当时看到的那个？厄尔利的求助来自卡尔纳斯雪山，食人雪人。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必须和同伴拉着手，千万不要松开。夜晚要锁好门窗，如果听到敲门声或者有人在窗前叫你，一定要记得不要打开门窗。看这个样子，是出了什么事吗？你们只是在这里住1个晚上，如果全部告诉你们，会让你们担惊受怕的。都已经这样够可怕了，你就全都说了吧。好吧。莱西，去给客人倒杯红茶。你的手
哦，他是我的儿子莱西，他不会说话，他的精神有一些问题，发病的时候会伤人，镇上许多居民被他伤过。发病的时候要用绳子控制住，难免手上会留下痕迹。你们不用在意，我们接着说镇上的事。事情发生在几个月前，雅各布斯的人家和贾米森一家相约一起去几公里外的湖泊钓鱼。两家人在湖泊扎好帐篷，刚打算钓鱼，就遭遇了漩涡。雅各布斯先生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是贾米森一家把他带回了家。他们告诉了他妻女遇难的噩耗，然后默默地关上了房门。正当雅各布斯悲痛欲绝的时候，他看到窗外自己的妻女在焦急地呼喊他。贾米森一家已经在雪山遇难，他们是死人，快逃出来！雅各布斯选择相信自己的妻女，翻窗出去了，消失在风雪中。贾米森的儿子趴在门边听到发生的一切，然后告诉了他的父母。这件事立刻就在小镇传开了。过了几天，雅各布斯的头就被摆在了窗台上。那时候镇上就开始发生接连不断的怪事，很多人不幸被杀死，头被摆在窗台上。有人说看到了奇怪的脚印，大家都说是雪人的脚印。故事听听就行了，别忘了你在休假中。知道了，你怎么这么啰嗦？你们在路上必须和同伴拉着手，千万不要松开，走散了会被吃掉的。逮住这句话不放了，烦死了！离我远点。被外人打扰了，来，我们接着做刚才的事。别挣扎了，周围的人都当你是个疯子，你永远都逃不出小镇，逃不出我这里。李德那小子又出意外死了，再也没有人能救你。这都是我弄出的痕迹呢。真扫兴，今天是怎么回事？去开门，莱西。也不知道那个老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过他给黑羽写的求助信。你什么时候去的黑羽？是尼尔拿到宿舍，被我看到了。刚才就提醒过你了，我们可是在休假中，这种事也不能放着不管吧。总之今天别乱跑，不然我就连夜把你扛回圣亚里斯去。说起来，你觉不觉得他们很奇怪啊？两个人长得完全不像，镇长让他倒茶的时候还搂了他的腰，那种程度的抚摸不应该存在在亲子关系中吧？那算他们私事的范围了。快来过来躺着吧，你这样盯着窗户也盯不出什么的，雪人又不是每天出现。知道了，我把窗帘拉起来。副队，什么？没事吧？没事，倒是被你吓了一跳。别看了，那都是幻觉。加兰，这玩意儿还能跑到旅店里敲门？这也太逼真了吧！哼，保持警惕心是好事。你们怎么会突然来这里？因为那封求助信吗？可是尤娜怎么会一起？是很重要的事。尼尔他开始恢复了。虽然能有变化是好事，可现在还不是变化的时机，毕竟当年的恶魔还存在。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传说这里的雪山附近有个叫忘却湖的地方，如果能喝到湖里的水，可能会对尼尔现在的情况有帮助。正好看到了这个委托，就立刻赶过来了。我们从镇长那儿开了证明过来，看到了副队。恐怕不光是恶魔，是不是还怕他想起来什么呀？喂，当时两个人的感情一团乱麻。客人，您点的3杯热红酒和4份意面，还有您的特制牛奶热可可1杯，配巧克力小船。就算喝不了酒，也不用给我点儿童饮料吧？很适合你，不是吗？行了行了。番茄罐头是我们自制的番茄罐头，那是送你们的纪念品，以前想买还买不到呢。生意变得不好，我们店1个月之后就要关门了。因为雪人吗？是啊，自从雪人的事情传开了，几乎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了。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我想想，事情是从雅各布斯的遇难开始的，5、6个月前。和镇长说的一样，几乎每个夜晚都有朋友、亲人在门口或者窗户呼唤你。我们不敢随意给人开门，不敢开窗户，邻里之间也不敢串门了，除非找镇长开了证明，才能相互往来。你们的镇长就不怕雪人？为什么这么说？他可是镇子上最受人们拥戴的人，他似乎拥有魔法，轻松击退闯入镇上的狼群。
会通过祭祀祈求阻拦雪崩的到来，所以小镇才这么繁华。可雅各布斯一家不是因为雪崩去世的吗？那是因为对雪山的献祭中断了。杰瑞，你怎么出来了？反正没有其他客人，后厨没事做，还不如出来聊天。你是说献祭？每年向雪山献一对少男少女，所以小镇得以平静。平静的日子过了太久，人们忘了过去的痛苦，开始抵制这种祭祀。祭祀停止，灾祸就卷土重来了。我想，雪人下山吃人，也许只是灾难的开始。可是谁又愿意献祭呢？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的家里没有适龄的年轻人吧？总好过大家一起死。你就是仗着姑妈马上来给你撑腰。你们的镇长还有个精神有问题的儿子。你是说莱西？哦，那个是镇长的养子了。他经常冲出房屋，然后居民帮忙把他送回镇长那里。镇长还有个侄子叫李德，李德和莱西一起长大。他还活着的时候，莱西的病情还能稳定一些。可惜啊，镇长的侄子在7个月前因为一场意外死了。死了？姑妈，虽然已经知道您要来，但还是请您拿出找镇长开的证明。不是明天到吗？怎么今晚就来了？镇长没有和我们提起李德的事，不过和队长他们说了一些。结合旅店老板的话，镇长来任职时就带着他的侄子李德和养子莱西。李德的父亲去世，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弟弟厄尔利，莱西则是他们已故的老管家的孩子，名义上是养子，实际上是在家里干着杂物的仆人。听他们说，死去的李德和莱西关系很好，镇长责骂莱西的时候，李德都会护着他。一开始莱西并不是哑巴，后来在14岁那年突然就不能说话了。再后来，精神也变得不太正常。为了给他买更多的药，李德常常在下课后冒着风险去山上狩猎。直到7个月前，李德狩猎的途中意外去世。莱西的病情因为伤心更加严重。有传言，人们怀疑是李德的灵魂留在了雪山上，变成了雪人，不断杀死小镇的居民，所以镇长才求助黑羽。房间的炭火已经烧得够旺了，你这样不觉得热吗？我怎么觉得这破窗户漏风呢？胡说八道！你接着说呀。奇怪的是，明明太阳下山之后，只有拿到证明的人才能与人交流，怎么这几个月还有这么多人死去呢？这很正常，总是有人油盐不进的。就比如我身边的这位。你怎么总把话题扯到我这里？明天去山上调查的时候，你可别单独行动。知道了，知道了。你到底要说多少次啊？我倒是对那个忘却湖很感兴趣，要是对你也有用的话，睡吧。你这样让人怎么睡？是啊，都是因为你害得我睡不着觉。哎呀，晚上吃多了，只能在楼道里散步。你还是去前台要杯冰水冷静一下吧。怎么又让我碰到？有呢。你是问忘却湖？这条湖的名字来源于神话中的忘却河，原本是亡灵饮河水，忘记生前的记忆。不过人们给这片湖起这名字，其实是另外的原因。起初有人发现了这片湖水，拿它浇灌农作物，可是本该8个月长成的作物，生长了整整2年。人们反复实验，发现每一次结果都一样，植物仿佛忘记了时间一般，所以才叫忘却湖。既然都和恶魔相关，对尼尔有用，那对加兰也会有用。你们留小不点在圣亚里斯能放心吗？早就想到了，特地交代了人看着他，还让他参加新人培训。虽然表面人畜无害，破坏力倒是惊人。我们还是尽早办完案回去吧。闻到没有？有一丝血腥味儿。血腥味儿？没有啊，是不是楼下的厨房在备菜？老板说今天要那个胖厨师准备一些肉菜，还有雪布丁，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客人。在干什么呢？你最近又不乖了，忘恩负义的下贱东西！
我设置的结界快要不起作用了，要尽快解决掉它。杰瑞，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就算客人少，也不能这么偷懒。怎么了？不好意思，客人，我们的厨师还没起床呢。怎么了？厨师还没起床，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哎，你别……算了，我都习惯了。杰瑞，啊！老板，杰瑞，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的确说过他的姑妈最近要来看他。可是那么谨慎的人，怎么会轻易把门打开呢？怎么样？和这里发生的其他案件一样，头颅是被活生生扯断的，门外有没有看到脚印？昨夜的雪下得太大，就算有，也早就被雪覆盖了。不是要证明才会开门吗？怎么，雪人也有迷惑人心的能力吗？不太可能，那是高阶恶魔才有的能力。难道雪人还能自己变出证明不成？还有种可能，要镇长开证明才有用，这件事本身就是被有心人杜撰出来的。白天的小镇好热闹啊！燕麦粥、焦糖黄油烤面包。我们是来调查的。没关系，和商户打探也是一样的，调查就是要全面。快吃，吃完我们赶紧走，哪有那么多借口？尝一下。老板，同样的再来一份。好嘞。老板，我们是来这里做生意的，能和我们聊聊吗？哟，做生意的外乡人呐，好久没见到了。你们拜访过镇长，应该已经知道雪人出没的事了吧？没错，我们正想问你这个，那个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都说雪人是厄尔利镇长的侄子李德变的。问了一圈，大家的说法都差不多，也算是有所收获了吧？我还是觉得怪怪的。上山之前，我想去镇上的医疗所问问情况。这都有你。尤娜那个大坏蛋，明明是那样跟我说的。我们走了，黑羽的安危就靠你守护了。真的吗？真的吗？当然，队长也是这么说的。这不还是新人训练营吗？我至少已经参加20次了，而且成绩垫底。如果能和队长一起去就好了。没事吧？我可是这家伙的前辈呢，笑得这么开心，一点礼貌都没有。哼！队长交代我，时刻跟着带队老师，只要乖乖听话，回来就带我去酒神街玩通宵呢。就是有点眼熟。那个，我们要一起走吗？好啊，送上门没有不要的道理。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啊！都说忘却湖是会移动的湖，没人知道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的运气会怎么样。就算是找不到，解决案件也不是白跑一趟。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吧，队长。那是雪花都聚集到一起了，跟上他。好。问附近的人，都说镇上唯一正规的医疗所就在这里，药品也是最全面的。我想看他们的就医记录，如果看病，医生会留下记录和药品进货单。不过这种东西不会轻易得到吧？这还不简单？看你的样子，你打算去打劫啊，圣亚里斯的公爵大人？不然还有别的好办法吗？正义的黑羽副队长，正好我们去给你买点换药的纱布，伤还没好呢。人没事吧？我拿面包打的，能有什么事儿？你不知道你下手有多重。把他放回椅子上，这样醒来还以为在做梦呢。他是被打晕了，又不是打傻了。再把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出去，防止有人打扰我们。喂，你也太熟练了吧！先从近期开始翻。怎么了？有什么发现吗？旅店老板来这里买过祛斑药。这个厄尔利镇长的购药记录，他会定期买安神的药，给莱西用倒是也说得过去。但药量这么大，够3个人的分量了吧？他买这么多干什么？哎，大惊小怪，我可不会第2次上当了。你看，7个月前，厄尔利来治过脸上的伤。7个月前，那不正好是他侄子李德遇难的时间吗？是巧合还是？眼看着雪越下越大，我们就从雪山赶回来了。你们有什么发现？我们先问了居民，大家都流传着雪人就是李德的说法。雪人目前还没有袭击过外乡人，难道是只和镇上的居民结怨吗？镇长脸部在7个月前受过重伤，那正好是李德去世的时间。我们发现厄尔利镇长购买了过量的安眠药物，厄尔利身上看来有很多秘密。山上有什么发现吗？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们遇到了疑似雪人的家伙，他周围飞散的雪花汇聚成了一个发光的人。
而且飞快的从我们眼前变成雪花溜走了。我们也许遇到了另外的未知生物。队长，你看，我们看到了一片湖水。然后呢？我们遇到了风雪，风雪之后，湖在我们面前消失了。好了吗？我来。同意和你出来，已经是我最大让步了。我说，你这么多天一直没擦头发，不会是因为肩膀受伤，胳膊抬不起来吧？既然抬不起来，还说什么要来帮忙？为什么不和我求助？难道我会拒绝你？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肯和我说？你怎么总是翻旧账？这不是翻旧账的问题，对我那么难以开口吗？算了，我们回去再说。我要把棺材盖掀开，你离远点。别瞧不起人。哼，还真有尸骨在里面啊！这个是那个镇长的侄子李德吗？陪葬品未免太寒酸了点儿。我来确认一下，这尸体是谁的？你又要这样？你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些。这尸体根本没有骨折的痕迹。如果真的是李德，那厄尔利镇长就是骗了我们。我当然要查看。如果是恶灵或者怨念很强的情况，你也能察觉到。如果不是，那对我不会有很大影响。现在这样的状况，我需要你扶着我，黑泽尔，我正在向你求助呢。好吧，你可不能太久。这是最快的方法了。怎么样？是窒息的感觉。我不是在问这个。得知的信息太少了，要再试一次才行。温斯蒂尔，都说了别摸那么久。温斯蒂尔是人名还是地名？这是怎么了？要我帮忙吗？不用，他喝了点酒，站不稳了。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你有听过温斯蒂尔这个名字或者地方吗？温斯蒂尔，那好像是3年前最后的一次献祭被献祭出的少年的名字。最后一年被献祭的少年出现在了李德的墓地里。你知不知道李德长什么样子？还有温斯蒂尔又长什么样？那李德的尸体呢？回来什么话都没说就躺下了，都分不清他是晕过去还是睡着了。该阻止他的，可是坚定地和我说出那样的话来。我正在向你求助呢。现在又这样可怜兮兮地缩在这里。不，夏兰，醒醒！怎么了？又是噩梦吗？我没事。加兰诺伊斯，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是担心你，不是来嘲笑你的。你哪里难受就说出来。不管我们是怎样的关系，我都不想做拖后腿的那个。不只是心脏，我的身体也开始频繁出现状况，我开不了口。给壁炉添了柴火，是不是感觉好了些？要是身体好了，有什么想做的事或者想玩的地方吗？怎么可能会？还没有想过啊。不过现在可以想一想想做的事。怎么没有我呀？因为是静谧的森林啊，你这种家伙怎么会出现在那里？要我说，在水里，这样很不错吧？哼，我去的时候才不会叫你。那就等你想的时候再开口吧。乖乖跟着领队，回来就带你去酒神界。我一定会紧跟着领队。爱好还是没变啊。谁？是雪人，我看到雪人了，队长。是雪人，我看到雪人了，队长。尤娜，你不是说饿了要去吃饭吗？是在去的路上看到雪人又折返了回来。是在去的路上
看到雪人又折返了回来。麻烦这样接连不断找上门，黑羽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很好，他开门了。下步。怎么了？尤娜，刚才有个假的你。雪人不是会把人吃掉，再变成那个人的样子？也许是进化了，毕竟是传说，又不是作为依据，说不定我也是假的呢。这个玩笑太傻了。这就是他留下的痕迹，不像是雪化掉，更像是一滩呕吐物。里面好像有一些碎骨头和山羊毛，这是不是一种转移魔法？怎么醒了？这么大动静，怎么都会醒过来的？目前为止，受害者都是镇上的人。雪人了解居民之间的关系，骗他们把门打开。但他今天变成我了。敲门的时候，他知道尤娜对我的称呼，明显掌握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知道我们称呼的镇长、莱西、旅店老板、死去的厨师以及雪山那个影子。在镇长的管理下，还出现活人祭祀这种事，被献祭的人出现在了镇长侄子的棺材里，还有他奇怪的购药记录。和他没关系才有鬼呢。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寻求黑羽的帮助呢？估计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东西。现在找他也不会说实话。我们去山上碰碰运气吧。莱西，是主人。和我去仓库搬个东西。仓库很冷吧？不。快出去！我已经在公示板留言，等天快亮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伟大的镇长为了镇子和雪人，最好拼死一搏。我杀不死他，他们会被黑羽的人杀死。你就作为诱饵。不要，李德！李德，小崽子，看你还能飞到哪里去？我能杀你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我去抓雪人，抓我做什么？放开我！果然是我们之前在山上遇到的那个。走，手怎么那样了？让我给你包扎一下。哎，你们做什么呢？赫尔利把镇民都喊到这里来了，你们的镇长得去附近的警署一趟。为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把镇长带走，我们的镇子怎么办？对呀，你有什么理由带走？吵死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请保持安静。你是在保护我吗，加兰大人？我被这些坏人欺负了。我是担心这些人的人身安全，防止某个人大开杀戒。说话的功夫，队长趁机带着厄尔利走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和这些人废话？走。他们人呢？我们的镇长被一群会巫术的家伙带走了。队长在警署处理厄尔利的事。莱西怎么样？已经止血了。这孩子营养不良，身上还有很多旧伤，现在我得给他去配一些补充剂。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进去问吧。我可能有些问题想要问你，莱西。今天和你在一起的是李德吗？现在你在隔壁的小镇，可以放心的和我们说。他好像怕你，麻烦你离他远一点。好。是李德，不是雪人。李德他是特别好的人。你是不是莱西？你好。管家说你比我大一些，我却比你个子高呢。我叫李德，以后我们就一起玩吧。这是我从后厨拿的，快吃吧。莱西，我想家了。不要听他的，在这里跪着了。这么冷的天，不就只是打碎了一个碗吗？时间在不断流逝。那厄尔利呢？他又是怎么回事？他
我恨不得他死。我开始躲着他。你是不是病了，莱西？我无法发出声音。你要是真的关心，就去多花一些心思给他买药去，别整天围着他转。直到他发现厄尔利所做的事，雷德，我要带你离开这里，我去拿一些钱，今晚我们就走。只差一点点。别等了，那个兔崽子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李德死了。乖乖听话，让我高兴了，说不定会告诉你他的尸骨在哪里。突然的某一天，我隐约在风雪中看到了他，他在屋外徘徊。厄尔利也发现了他，这让他开始恐惧。我杀不掉，可以找外力帮忙啊。我看他在操控着一些魔法，第二天就会听到镇上又有人死去的消息。他才是镇上雪人的始作俑者。你知不知道厄尔利和被献祭的少年少女有什么关联？我知道，在他的桌子下有个密道，那里放着的是那些人的尸体。你提供的这些信息都会被作为指控厄尔利的证据，他会被游街示众，然后处以极刑。你好好休息吧。走吧，去找那个湖。可就算是找到，你们说的是不是忘却湖？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呢。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莱西？因为他一直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李德所在的地方。只是他早就告诉我，他死后身体变成了石头，沉入湖底。渐渐的，人们会听不到他，看不到他，直至很久之后的某天，他彻底消失。他会永远留在暗夜的雪山。我一定会救你出去，就算是将来的某天看不到我，也要好好活着。我永远爱你。可是他太傻了，我不会让他一个人的。我叫李德，以后我们就一起玩吧。是时候实现当初的诺言了。莱西，莱西，莱西，我们小心，别再往前走了。我没事，莱西，和我回去。谢谢你们把我从黑暗之中解救出来。就算你们今天救了我，明天、后天，你们都无法阻止我走向他的脚步。别再往前走了，和我们回去。你，谢谢。新鲜的鲑鱼，牡蛎来看看吧。又下雪了，雪人的诅咒没有了，旅店的生意第二天就好了不少。哎，雪花怎么都是两片连起来的？谢谢你们把我从黑暗之中解救出来。就算你们今天救了我，明天、后天，你们都无法阻止我走向他的脚步。行了，我们先回卡尔纳斯接盖布里埃尔。队长他们呢？他们先回卢米埃斯了。尤娜说湖水要先拿回去做一些研究，才知道有没有作用。你怪我？不是。现在的我好像不适应孤单一个人待着，可是您回来了，我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喜欢你，留下来吧。队长，在想什么呢？我真是个坏人。要是真是这样就好了。困了。怎么睡在沙发上？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会像从前那样，宁愿赴死都不肯见我一面吗？就算是一个人在家很自在，也要穿好衣服吧。没有找我说这件事，还以为会和我吵架呢。安静的坐在这里更反常吧。干什么去？饿了，我要去做饭，你吃吗？让卢克去准备不行吗？我想自己做。到目前为止每一步都对，他到底是在哪步出问题的，把菜做成那个样子？
好了，一会儿就喂你。怎么一转眼就……算了，还是去找卢克吧。不酸吗？你都把配菜吃进去了。我好得很。是柠檬味啊！难道你没吃过吗？是没吃过这么好的。既然你什么都不愿意说，我们来打个赌吧。在1天内，如果你叫我的名字，就算你输了。赌注就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赢了，你说；你赢了，我说。别害怕，都说了我是绅士，我保证不会用手碰你的方式来赢下这场赌注。莫名其妙。那我就当你是答应了。莱西的话反复在脑海中回响，我也无法去怪黑泽尔做出那样的选择，这是无解的事。只是我讨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对于汉德、保尔森、莱西都是。幼稚傻瓜，居然让自己的猫干这种事，还怕了你不成？我是不是该把门锁起来？可是如果幻觉出现呢？好像有点过于依赖他了。救救我！救救我呀！救我！不，动不了了。我发呼吸了。我被我缠住，然后用那样的表情让我放开他，坦白的交代一切，就算没有达到预期，也会吭个声吧？难道是生气了？如果是用仓鼠类比的话，就是那种绝对不会吐出腮帮子粮食的家伙。真拿你没办法，算我输了行不行？我只是想听你说实话而已。不，咽下去。还疼吗？嘉兰，嘉兰。感觉过了很久。你醒了？刚才把我吓了一跳。卢克来看我，说是心脏又发作了。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是说出来又能改变什么呢？什么可是不可是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吗？你这是什么表情？因为听到有人在说大话。说起这些幻觉，我在城堡接触到了那些人偶，之后我不断的出现幻觉，尤其是在没人的时候。别用同情的眼神看我，我还好好活着呢。如果那些幻觉再出现，别躲着我，叫我的名字。莱西的事，我也没有想怪你，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对的。和汉德一样，想起来心里会沉重。够了，今天我们还要回卢米埃斯呢。既然是我输了，所以现在就由我来服侍加兰大人吧。比如主人与仆人的游戏。啊，那种东西。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华丽的宫殿里醒来，旁边站着服侍你的中仆。地点好像没有变化吧？下午还有个行程，殿下。本来就身体不适，现在好像有点恶心。让我来服侍您更衣吧。感到冷吗，我的殿下？胳膊请抬起来。你到底打算演到什么时候？您是在怀疑您的中仆吗？什么中仆？这分明是在占主人的便宜吧？那就请惩罚我，今晚留在您的房间，好好的服侍您吧。好了，这样就够了。接下来我自己来。果然还是对我不满意。难道您要换别的仆人来照顾您吗？只有我一个都不能让您满足吗？我来帮你平整下衣角。适可而止吧。不是输了要交代一个秘密吗？秘密呢？我有说过这个吗？我去看看行李收拾好没有。逃跑了，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家伙！这么久，不是说中午就要出发回卢米埃斯的吗？卢克，是。
是乔治亚娜公主，是邀请您参加，要打开。没听过，扔了吧。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要你去调查。是。你听过阿斯莫德的门徒阿萨内修斯和塔鲁马迪吗？让你痛苦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怎么这么多信从卢米埃斯转接到这里？因为在卡尔纳斯待了很久，本来今天要回去，也被某人耽搁了。我来看，要是和上次一样，你又擅自跑了怎么办？什么叫擅自？还有，你又翻旧账了。枫叶，汉密尔顿，这是谁来着？是那时候兽人王国遇见的。哦，是那个哭哭啼啼的小矮子和画像很丑的人。我总觉得你看待世界的眼光不太健康。难道你不就是喜欢我这样吗？其他的信呢？尊敬的圣亚里斯黑羽骑士团加兰诺伊斯先生，诚邀您参加我的成人礼。乔治亚娜波尔金。我才刚把这个无聊的邀请拒绝了，怎么邀请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也收到了？你认识他？不认识，请我也只是走个虚伪的过场而已。谁会参加这种傻瓜舞会？乔治亚娜是当时不是关系单薄吗？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一起出任务救出的女孩子，都这么大了。当年我们去济州被怪物掳走了乔治亚娜公主，还在我怀里哭了。我会去的。好。啊，酒神间，跟着我，别走丢了。这样悠闲地走在这条路上，来往的路人很多都是情侣。幽暗的灯光，还有队长，也不知道该不该带他来。好像是在约会，是这样没错吧？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里很熟悉。是真的很喜欢这里。一扎金酒，一杯杏仁酒不加甜酒。那不就是杏仁汁吗？小朋友，如果是这个大叔哄骗你来这里的，就到前台找我。不是这样的啊！刚才那个人和你说什么了？没什么。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相配，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也刚刚问过尤娜。尤娜啊，我想我可能喜欢上队长了。这个场景也太似曾相识了吧！本来队长把他留在身边就是为了看着他，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再次发生，也一直瞒着尼尔知道过去的真相。如果我说你们不能在一起之类的话，哼，我要离家出走。尼尔想不开怎么办？等等，不对啊，现在的情况明明是互相喜欢，为什么不直说啊？干脆你亲他一口呢，再问问他是什么感觉。虽然当初分得很难看，万一有破镜重圆的机会呢？怎么突然不说话？亲一口的话，身体不舒服。亲一口的话，队长，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总算是回来了，身体有点吃不消呢。不过这么快能好起来，好像当时迷迷糊糊的喝了什么东西，但是什么都记不清了，是什么的？什么都不会告诉我的。难以想象这样的人还会露出当时那样的表情。如果他的秘密能换钱的话，应该都能买下一座城堡了。吃吧。你去猎杀恶魔了？哼，哪用得着出去？你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恶魔诱捕器，你都不知道你的味道会引来多少恶魔，等时机到了就把你吃掉。都这样了，你还是要去那个无聊舞会吗？我都已经回信说要去了，而且那封来信你已经反复检查过，上面有皇家的印章，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想死已经来不及了，地址我已经记住了。去哪儿？洗澡，然后睡觉。我陪你。啊？看看你现在走路都直打晃。但是放你进去是面对不同的风险而已。如果又突然晕倒呢？我还不是得把光着身体的你从浴室里抱出来。考虑一下，我们都是什么样的关系了。话是这么说的没错。这个浴缸好挤，应该换个大点的了。本来是一个人正好的，可是你非要挤进来。干什么？干什么？那个在城堡留下的伤口还没有好。都说了，那不是普通的恶魔，怎么会那么快呢？说不下去了，
后面那里存在感也太强了，就算当做不知道也不可能。我就知道，如果同意他进浴室，情况就会变成这样。你身上好香。一开始我以为是被味道吸引的，所以难以控制。后来在椅子上那次，看着你红着脸面对着我，我还以为是因为你漂亮的脸，还有敏感的身体。不行，最后发现都不是。你听到这些话，都感动的哭了。你不是，就是为了阻止我去舞会吧？是啊，我承认。这是第几次了？不要，不要了！好像意识模糊了一段时间，又醒过来。别跑了，我给你擦干净。混蛋！你要是继续做下去，以后就抱着你的猫去睡觉吧。倒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你可以答应我的条件的话。什么？等舞会回来，穿着这个做饭给我看吧。虽然看起来华丽了一点，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都差点忘了，他是因为从小缺少关爱，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围裙也是缺乏关爱的表现之一。除此之外，里面什么都不穿，这种额外的小条件就不必明说了吧？好吧。这么干脆啊？快看，那家店被藤蔓包住了。往我们的方向来了，你退后。是巴巴尔特藤蔓。这么窄小的空间，要彻底解决掉这些藤蔓，可能会伤到店里的人。队长，关键时刻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啊，等等，什么声音？谁在说话？这是藤蔓在说话。啊，小姐，你是不是认识这株藤蔓？哎，我这么一说，确实想起来一件事。我曾经把一粒种子从家乡带过来，把它随手种到了店门口。一开始按时浇水，有时候还会和它说说话。后来你就把它忘了？对，你怎么知道？后来店门调换了方向，它所在的地方变成了后厨放置垃圾桶的位置。我的生活逐渐稳定，交了新的朋友，我就把它渐渐遗忘。所以藤蔓才会冲着我们这边来。他好像没有伤害人的意思。让我来试试吧，队长。不行，你你好，那边的小姐她想起你来了。哦，有效果。她想和你道歉。来呀！曾经孤独的时候，你陪着我，后来却把你忘在了那里。对不起。解决了，幸亏店铺有保险理赔。耶！队长，真是太好了。你做得很好。要赶快找点话说呀。这么喜欢出去玩的话，下周和我去舞会吧。舞会，买衣服去了。啊，你就非要跟着我出来吗？我不放心，如果别人都看你怎么办？这俩人走在大街上也太招摇了，我可不想在假期的时候还遇到同事，尤其还是约会的人。舞会上会来数不清的变态，你也不用这么夸大其词吧。不管怎么样，你得穿得低调一点。你们走在这里就已经很高调了，好吧？我亲了队长。什么？万一在浴室晕倒怎么办？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这是舞会的名单，似乎是会来不寻常的宾客呢。看啊，是乔治亚娜公主，圣亚里斯皇室最受宠爱的公主。如果她想要天上的星星，索尔特公爵都会为她摘下来。尤娜呢？她跑到人多的那边了。喂，你听说了吗？这次舞会里好像邀请了黑泽尔波尔金公爵。那不是上次在城堡里那个，还是和之前一样自大。听说他曾经徒手拧断人的脖子，还有人见过他越传越离谱了。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某位贵族吊死在家里？听说是自尽，怎么可能？那可是6米高的房梁，还被人用鲜血写的字。出现那样的事儿，说不定和那个可怕的人有关。毕竟很多年前发生过那样的事儿。哎呀，
得了吧，某些方面黑泽尔说这些人的话也没错。说到这个，还以为他会来呢。开场舞结束了，我有幸见过公主，不知道公主是否还记得？公主，请和我跳支舞吧，我来自维尔利家族。请公主赏脸和我跳舞吧。我不会跳这首，对不起。没关系。请让一让。公主殿下，我衷心的为黑羽的到来感到高兴。能前来为您庆祝生辰，是我们无上的荣幸。我能邀请您跳支舞吗，加兰先生？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你还是和我印象中一样，一点都没变。公主殿下倒是变了不少呢，没想到会找我跳舞。更漂亮了吗？感受到那些被拒绝者的视线了。对不起，你没有舞会的通行证，您不能。请进吧，先生。公主特意嘱咐过，那个人可能是黑泽尔·博尔金大人。舞会上，一个漂亮的长发男人又喝了酒，在四处耍酒疯呢。嘉兰，他先是在舞会上讲冷笑话，然后四处借别人的帽子戴，后来还跑到喷泉里游泳。你说的是后花园的喷泉？没错。我还以为我要被呛死了，你可真是个大好人。遇到一个疯子。天怎么黑了？人呢？黑羽的队长很忙啊。尤娜，你怎么不去玩了？当然是来看着你。上次的事怎么样？喂，你那是什么表情？对我提出的意见不满意吗？虽然邀请你参加了舞会，然后就没有理过你了？是啊，我想我或许是被讨厌了。青青居然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看是需要下点猛药。你要这样那样。什么？尤娜？那不是黑泽尔先生吗？真是吓死人了！他的怒火好像要实体化了。那个方向是……时隔这么多年，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露台这样轻松的聊天。本来以为会是场无聊的舞会呢。这是我的荣幸，公主殿下。你用不着这么拘束。能够亲眼见证曾经救过的人过得很好，这是黑羽存在的意义，也是我来舞会的原因。说起来，最近的确遇到一些让人烦恼的事。哎呀，嘿，好久不见呀，哥哥，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舞会，我感到很荣幸。真是抱歉，打扰了你们的聊天。你会留下来吃晚宴吗？赛琪他们也好久没看见你了。我还有事，就不多做打搅了。这样啊，难得的一次见面就这么走了，真是可惜。怎么当着别人面讲？愉快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我是来带走我的人的，回见。喂，才这么一会儿就闻着味儿找来了。不是不认识公主吗？怎么回事？你是不知道，那是个多恶劣的家伙，仗着自己有一副天真的外表，被人宠爱，只要他看上的东西就必须得到。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那就送给公主殿下吧。蝴蝶飞走了。那是因为蝴蝶长了翅膀呀，公主殿下。这样就不会飞走了。这么一看，和普通的虫子没什么区别了，去扔掉吧。后来，他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蔓延到了同类的身上。乔治亚娜为了满足他的癖好，建了一个庄园，专门放他抢夺的东西。你是不是多多少少带了夸张的成分？如果这是真的，皇室的精神状态难道是家族遗传？你不就喜欢我这样的吗，加兰大人？说完这些无聊的事，该补偿我了。什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吗？我都不知道加兰大人那么擅长跳舞。大家都在讨论你和乔治亚娜刚才那支华尔兹呢，怎么就不和我跳呢？我有这个本事和加兰大人共舞一曲吗？我都说了，我不怎么擅长跳舞。你有听说过那个吗？什么？跳舞要像没人看你似的，想象你是一只平底小船，风平浪静之际，你就通过两桨在水波之中滑行，你随着水波上升或者下降。但愿我是个好舞伴。
那不是和公主跳舞的人吗？他是在和谁跳？是2个男。他们2尤娜个好配啊！副队在和黑泽尔先生跳舞，这也太肆无忌惮了吧！你怎么临时改变主意过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是来找人的。找人？这是舞会的名单，似乎是会来不寻常的宾客呢。名单里有个叫兰卡斯特的人，他是传说中圣亚里斯的珍宝，拥有预言能力的人。预言家？他是传言中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很多人找到他，希望得到神的启示。某次，他帮某个国家的国王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灾祸，却被赶了出去。从此之后，他游历于各个国家，不问世事。之后，几乎再没有人见过他了。不知道长什么样，那怎么找？他有一双特别的眼睛，一只瞳孔如同木叶黑暗，另外一只瞳孔则是亮如白昼。那你找到了吗？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今晚你忙着和公主跳舞呢。你踩我？我又没学过跳女步，真是抱歉啊！不满意就去找别人啊。哎，怎么突然就不跳了？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你怎么又？你生气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太单一了一点？这可是舞会，万一被人发现了是什么后果？既然这样，我们可不能被人发现啊！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需要酒水或者甜点吗，先生？快回答他呀，加兰大人。不，什么都不需要。哦，是，如果有需要，就在前面的桌子上。别紧张，他已经走了。现在是我们私人教学时间。啥？你打算在帘子后面练习舞步？我们要学到你不会踩到我的脚为止，就像这样转个圈，然后回头，不要拒绝你的舞伴热烈的吻。你当我是弱智吗？说真的，我第一次觉得古典宫廷舞很有品味。哼，有烦人的家伙出现了。我觉得香槟就要搭配鹅肝酱，和甜品好像是强行配对。你们好，最近过得还好吗？我们是跟着旧时的贵族进来的。你们知道的，我们当了很久的通缉犯，其实来舞会是很冒险的做法。加兰先生呢？他们刚才去跳舞了，可能一会儿会过来。那么之前那个，我听副队说他改名为萨迪了，而且还长高了，有没有超过我呢？哦，他就在这里啊，来啊！什么？虽然长这么高了，却还和之前一样害羞。你们打算留在这里吗？好像一个大型犬粘在身上。旅行一段时间就回去。又是影子，逃走了。不用费那个力气，他可以钻入任何物品的影子之中，即使抓到他，也不会对操纵他的本体造成任何伤害。又是这种黑色的东西。他们一直觊觎你的心脏，一直在你周围出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你把手套给尤娜，然后让他们注意一下附近的情况。我要在这周围搜寻一下恶魔的踪迹。你怎么还不去，下属？你这是什么馊主意？你这不就等于把一块肉塞到别人嘴里？要去追他们，也该是我来吧。你要是实在想我，再出来找我不就行了？你想得美。没有感受到附近有恶魔的气息，看来是暂时走掉了。又是你，你没事在草丛里爬？这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先生。事实上是他有一双特别的眼睛，一只瞳孔如同木叶黑暗，另外一只瞳孔则是亮如白昼。你是预言家兰卡斯特？哦，是你啊！看来你没有醉得很彻底啊，醉汉先生。要找这样的人预言，我看我是疯了吧？等等，请拿好这个，喝下它就能看到2天之内发生的事。不久之后，你一定会用到它的。派上用场之后，你就会着急的找我，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如天神一般降临。我看我还是走吧。这是互惠的交易。未来的某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事关你情深眷恋之人，你要为他考虑清楚啊。什么？乔治亚娜让你过去找他？为什么？不知道，你当时冲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什么都来不及说，你往右挪挪。难道你还想和他交流感情吗？
呀，好大的风！露台好冷啊，加兰先生。冷，给你我的外套，公主。不是这样的，加兰先生，我只要你抱紧我。你在想什么呢？而且我为什么是个杯子啊？不要去玩弄我的夜宵。他到底和你说了什么？当时啊，最近的确遇到一些让人烦恼的事。机缘巧合之下，我得到了一本书。从那天之后，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什么得到一本书？我看根本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抢的吧。喂喂，这根本不是重点吧？希望你别忘了你的承诺，加兰大人。你需要一个镜子来看看你笑得多吓人。这个我帮你穿，还是自己穿？你就不能做点正常的事吗？这种东西不该出现在做饭的时候吗？这倒也没错，不过我现在就想吃。美味佳肴就在眼前啊！我们黑羽的加兰大人一定会信守承诺吧？那我还是去当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吧。晚了。这件衣服很适合你，不会是气哭了吧？感觉比光着身子还让人害羞。感觉很好吧？加兰大人总是口是心非呢。不过美味就要去餐桌去享用。你打算和鸵鸟一样，一直把头埋起来吗？烦死了！一起享用这个蛋糕吧。够了！等等，再后退就要摔到地上去了。我自己来。好啊，如果你想的话，请随意。放松。好了吗？我来帮你吧。不，都说了，我自己来。你这样让我怎么等下去？你什么时候停下？说好的让我来呢？进门的路修得这么长，恨不得把花园绕一圈，就和他本人一样浮夸。既然这么困，就回去算了。还不是因为你这几天……什么呀？没事吧？我给你揉揉。走开！打扰了，已经到了，先生们。欢迎两位。您好，公主殿下，黑羽接到了您的委托，今天前来拜访。不过我隐约记得，我只邀请了一位贵客呢。是我和公爵大人说了这件事，他也想过来看看呢，或许撒谎帮很熟练。两位还真是关系匪浅呢，带两位去花市吧。请跟我来，尊贵的大人们。我们是来工作的，你可别带什么情绪。当然不会，我是不会记得你和他一起牵手跳华尔兹这件事的。在那之后立刻就和你跳舞，还唠唠叨叨的嘛，没完没了，烦死了。我看信函上写的并不清楚。请详细描述一下您发生的事吧，公主殿下。你好像比上次见面憔悴了一些，加兰先生，最近是没休息好吗？他很好，比起这个，你还是直接回答问题比较好。怎么说呢？那是一段神奇的经历。打开它。是，殿下。这是……这本书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是我前不久从一个收藏家手中获得的。我是被封面的漂亮织金图案吸引的。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只有序章，并没有内容。能看出什么吗？什么都看不到，
你最好先别碰。那是一个平常的夜晚，我即将就寝的时候，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什么都没有，公主殿下。谁？去看看。我想叫侍卫，却被楼梯尽头的鞋子吸引了目光。殿下，神是鬼差的，我穿上了它。我们尽情地跳舞，一支接着一支。我的余光瞥见了我的2个仆人，他们也在这里。我沉浸在无际的欢乐之中，他们好像对我说了什么，但我无暇留意，精疲力尽，直到鞋子磨坏才停下。第2天醒来，还以为是梦呢，直到我看到床下破掉的鞋子，我正想伸手拿，它发出哗哗哗声，就那样凭空消失了。那些你跳舞的女仆在哪里？我想从她们那儿再获取一些那天晚上的见闻。她们呀，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3次，每次都是舞鞋出现。我穿过一片金子般的树林，愉快的起舞，直至天明。紧接着，仆人们一批一批的消失了，每次都是这样。然后书上就会多出一些字，像是在记录我梦中的经历。内容会发生变化。公主殿下，你是从哪位收藏家手里买到的？在爱索门街，一个绰号叫地鼠的人。我还是看一下这本书吧。啊，我来。我怀疑乔治亚娜的真实目的。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得了吧，我又不是什么万人迷。他一定是想对你这样，然后再那样。可恶！那根本就是你在想的事吧？你好，去爱索门街。怀疑的话，去看看不就好了？发什么呆？要我扶你上车吗？怎么？你最近好主动啊，加兰大人。先生，别理他，请走吧。这么破败的街道，人员又杂乱。是啊，那位文雅的公主常常光顾这里。122号，我们到了。哦，怎么了？怎么了？这里还卖钓竿？钓线是马鬃做的，鱼竿上的标牌是已经停产的牌子。这个钓竿有一定年代了。什么？现在是该办正事的时候。老板，橱窗里的鱼竿打包送到布里街。我都说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你好，请问是地鼠先生吗？我们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这里。我对你们这里出售的古董书籍很有兴趣。你什么时候？趁你转身出店门的时候，我就和那个地瓜说了。他叫做地鼠。你这里所有这样的鱼竿都打包送到我说的地址去。虽然嘴上说不要，实际上很喜欢吧？才没有呢，一点也没有。可惜今天毫无收获。这些东西不知道转了几手，找不到最初的卖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还损失了一笔钱。愧疚的话，就亲我一口作为补偿。你少油嘴滑舌了。难道你这几天还没……接着说呀，干嘛停下来？你这样红着脸，让人更想去欺负了。你，在写什么？那本书的目录我都背下来了。怪不得会让乔治亚娜念念不忘呢。这么聪明的加兰大人。如果你这么闲，就去把你的猫抓坏的窗帘补一下。买一个新的不行吗？不，我就要原来的。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童话书目录。我记得第4章的字迹颜色比别的章节新很多。那本书后面多出来的内容与公主的梦是同步的。穿过一片金子做的树林，去和王子跳舞。这本书希望高贵的公主成为自己的主角。这书的眼光还真差。这不是问题所在吧？波尔金家族的血管里除了血液外，还流淌着一些傲慢、偏执和疯狂。乔治亚娜的话有撒谎的可能性，你不能100%把她的话当真。对了，你听说过厄菲阿尔特吗？那个我只在资料中见过，长着8哥脸、鸟翼的，可以让人在睡梦中窒息而死的妖怪。那只是传统资料上的内容，实际上是让人在梦淫的快乐中死去。或许这本书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怎么总是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按照公主的说法，在她身边的仆人都被这本书吞噬了。可是这是她编织梦境的力量来源吧？当务之急，我们得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行。你想跟着她进入书里去？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可是这也太反正你也会和我一起去的，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是我的
什么？收拾收拾，明天出发吧。哼，迟早要你亲口对我说出来。因为那个鞋子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我们得一直看着你。你们打算和我一起进去，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如果你们和那些仆人一样一起消失呢？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范围了。好凶！你就不能温柔点吗？他还是个孩子。你没看到他光打雷不下雨吗？公主的生活还真是无聊，你们的贵族每天就干这些事吗？我才不是这种废物呢。两位，共进晚餐吧。根据之前鞋子出现的频率，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很抱歉，在鞋子出现之前，我们可能要一直待在这里。这也是我乐意的事，我很开心能和加兰先生待在一起呢。有你的保护，我很放心。麻烦让一让。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我们来这里是来办事的，可不是让你来揩油的。今天吵多少次了？正是需要保护，才会靠近可靠的人呢。别吵，鞋子出现了。没事吧？没事，除了你压到我了。霍夫，你起来。对于这本书来说，你可是大部啊，加兰大人。公主呢？大概是到他那个全是王子的第4页去了。我们可能和他不在同一个章节。你怎么不看好他？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是要抓住你了。在这里呀，和我来，我亲爱的孩子。孩子是对着黑泽尔说的。我先和他出去，你在这里等我，别乱跑。我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喜欢那条漂亮的围裙。如果不按剧情来，一点也不喜欢。我亲爱的孩子，看样子不顺这个故事的剧情演下去，去，他就会一直这么重复说下去。没错。听好了，今天深夜我会拿着斧头把他的头砍下来。你睡觉的时候往里缩，然后把他往外推。好，好，好。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我们现在是在挚爱罗兰的章节里。邪恶的继母女巫和她的亲生女儿，为了得到妓女手中的围裙，商量半夜害死妓女的计划。善良的妓女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她把坏女儿推到床边，继母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头颅。现在我是故事中拥有围裙的善良女儿，黑泽尔则是那个和继母商量杀我的坏女儿。这本书是故意的吧？他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怎么出来了？不是说在这里好好待着吗？我们必须沿着故事的走向，不然故事就会一直重复进行。按现在的剧情，他想让我们自相残杀，我们要找到解决的方法。一个围裙，也许就和那个鞋子一样，是展开故事的关键。难道是要你穿上它吗？一定还有别的线索。如果能遇到被困者，救出他们的话更好。果然，这里有很多前辈。我要去斯诺斯一趟，大概要1周的时间。其他成员的安排呢？大部分都在任务中。尼尔呢？他还在资料库整理资料。我听说副队收到了公主的邀请。副队他们早上报备后已经过去了。那个任务，他们2个人就去了。副队说可以解决。算了，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如果他们3天还没有消息，就派更多的人过去支援。是。夜深了，夜深了。邪恶的女巫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脑袋。天空的字又出现了。这里的一切撕开都是纸做的。我们用床单包裹住了人类的骷髅，滴了几滴自己的血，蒙混了过去。这本书也太不严谨了。可这样也算顺应了这本书的意愿，按照他所希望的剧情走下去。我想想后续，女孩从床上爬起来，去找她的爱人罗兰。女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罗兰，求助于他。罗兰给爱人出主意，你要把女巫那个魔杖拿过来，不然她会用魔法追我们。我们就先去找罗兰，再寻找破坏剧情的机会。说话归说话，手为什么要一直握着？当然是防止之前一样。那也不用这样十指相扣吧？我一扭头你就消失了。我的人呢？他来到一片沼泽地，他不想弄脏自己的鞋袜。是因为那个妓女的角色不在，把我扔出来了。
我要把这本破书撕成碎片。黑泽尔，亲爱的，这个称呼难道是女孩的爱人罗兰？劫后余生，女孩希望得到爱人罗兰的抚慰，她的双唇在女孩娇美的脸庞上抹上嫣红。接下来不是该给我出哪种魔杖的主意吗？怎么和原本的剧情不一样？他们交织在一起，这不是童话故事吗？怎么会有这种情节？来真的！殴打书中的角色会算破坏规则吗？会不会造成某些无法预料的后？我的爱人，这个人的脸是一层层的纸，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了。就算是再帅的人和我跳舞也坚持不住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只要闭上眼睡一觉，就能回到现实。怎么还在丛林里？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那个故事是，有个性格恶劣、傲慢的少女，她的母亲辛苦烤了面包，让少女送给她的祖母。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她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她把面包放在地上，打算踩着面包走过去。可是她刚踩上去，整个人就跟着面包一起陷入沼泽中。女孩坠入黑暗的深渊，饥饿的痛苦侵蚀着她，她的灵魂和身体变得千疮百孔。在痛苦中，她深深懊悔，她祈祷能得到救赎。随后，一束光穿透深渊，射在她身上，她化作一只鸟儿，飞出了深渊。总之，就是不要浪费粮食的故事。不能吃异界食物，否则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这基本是各个异界不成文的规矩。女孩随着面包沉下去，地下的恶魔用绳索缠绕着她的情色故事了，偏偏不听你的。你来了，孩子。这么多面包，得来多少次？我才没时间进行这啰里吧嗦的故事呢。出口在。难道你也是外界的人？把我刚做好的又面包变成刚交给你才的样子了。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他在看壁炉，那里有什么东西？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啊！如果让他知道我见色，不就又要生气了？来吧，动不了了。相信你跟我一样迫不及待，我会给你。这是反抗书中剧情的后果吗？难忘的夜晚。怎么办？一定会有办法。疼痛好像能找回一点知觉。啊，有用。他好像不动了。我美丽的爱人。再咬，舌头都要掉了。还在动。你怎么样？这血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太着急了，都是我自己咬的。我发现这样能换回一些身体的知觉。你在对不能动的人做什么呢？吓死我了！啊！哇哦！怎么门外都是人呢？都是替你救出来的。等出去之后，好好想想该怎么感谢我吧。后面那几个，盖了1个月糖果房子的，熬了1年面包的，和那个大脸女巫，他们待得太久，样貌都被书改变了。你干了这么多事啊？谁让你当着我的面变成面包了？又不是我要变的。你现在动不了。可是为什么你能动？谁知道呢？这里的规则对我无效。刷下一个故事，这本书对你的控制应该就会失效。这个故事没有角色存在了。这里穿越的出口是在床底下。床底？这个地点还真是随便。等等。啥？
该走了。我真是受够了，赶紧跳！你们随意，别再变成面包了。你怎么才来？开个玩笑，公主，尽情的跳舞不好吗？我还以为被你这本破书耍了呢。怎么可能？公主殿下，我们可是有契约在身的。我依靠您带来更多的养分，为此不惜破坏书中的剧情，甚至让危险的人物进入书里。他们总黏在一起，我能有什么办法？不管怎么样，你最好牢记我们的约定。等等，我能动了，快放我下来。怎么样？我很好。真的好了吗？怎么手指看起来还是软趴趴的，胳膊也是软趴趴，要不还是抱着吧。都说了已经好了。试试你是不是在逞强。疼死了！你们刚才就是从这里来回穿梭的。没错，这些蛛网一样的东西连着各个故事的通道。可是这么多个，我们看到目录只有几个小故事。或许有什么隐藏篇章，人类进去其中才能让他的故事生效。上面是什么东西？不用害怕，看样子他们对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尽量小声，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请跟紧我们。好，好。连书中的书尸都养这么大了。12个公主，就是这里了。走吧。大战章，其他潦草的故事那么简陋，这个故事明显不同，甚至肉眼已经分辨不出来这些是不是外来的人。手好痛。忍一忍吧，万一你又背着我变成面包了呢？那是我要变的吗？盖着衣服，有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不过，真不可思议。怎么了？你不停地往后看那些人，是不敢相信我救了那些人吗？人也是多面性的嘛。做得很好。国王宣布，如果有人找到公主去了哪里，就可以娶公主，并且继位。但如果没有查清楚，就会被处死。这些人是书中的角色，还是从现实世界来的？你们也会去找公主吗？哈哈哈哈！你在开什么玩笑？放着这么快乐的日子不过，什么意思？他这算自愿留在书里。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找到公主的人。如果寻找失败了，那一定是死路一条。啊，那我们是不是还不如留在这里？那些人不是也在这里过得很好吗？我们需要对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比如它原本的主人是谁。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2个貌美如花的公主。每天早上起来，国王发现公主们的鞋子都磨破了。国王想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国王就发布了全国通告，寻找可以找到公主的人，开出了丰厚的奖励。故事还是那样的故事，但这些表面的和谐平静，一定是通过一定的代价获取的。管他呢，不管怎样，先休息才能应对明天的事。你这个样子，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需要你的保护啊，夏兰大人。这么危险的环境，我要抱着你才能睡着。我看是你比较危险。对子也是指，短期内我可不想看到这种东西了。你又不是来度假的，这里也不是真的童话小屋。今天和他们的谈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好像来这里快要1年的时间了。1年之前，我还在皇家专供的面包工坊做工，我烤的黄油面包又香又软，很受欢迎呢。这种单调的款式在贵族中早就不流行了，吃黄油牛角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而且那个工坊后来倒闭了。正是这样。你们服务的大部分是哪些贵族？那可太多了，面包几乎所有人都在订，经常是供不应求的。哦，对了，当初我过去的时候，阿卜杜勒、班克罗夫特、马奥尼他们在举办一场聚会。但是据我所知，阿卜杜勒伯爵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吧？没错。另一位女士之前是班克罗夫特子爵的管事，她说她是5个月前来到这本书里。她曾经陪着班克罗夫子爵参加阿卜杜勒伯爵的葬礼。她说她当时看到班克罗夫在翻找东西，她从阿卜杜勒那里拿走了一本书。后来就是5个月前，班克罗夫当着她的面打开了那本书。随着白光出现，他来到了挚爱罗兰的故事中，变成了其中一个角色。第3位说，他来这本书大约有1个月的时间了。他说他原本是一个金匠，1个月前他在为马奥尼伯爵做金像。马奥尼伯爵夸赞他的手艺，要他建造更多的东西，他欣然同意了。
结果马奥尼伯爵当着他的面打开了一本书，他就被带入了书中，变成了糖果屋中的角色，直到遇见了我们。这么看来，这本书经历了3任或者以上的主人，而公主是最新一人。而他们在得到这本书之后，他们都莫名其妙的暴毙或者失踪了。也就是说，公主一定处于危险之中。这么听你一说，我倒是觉得留下来算了，还是先躺下来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不错。你的身体受得了吗？可能是相恋的原因，心脏的疼痛次数减少了很多，我感觉自己还能再活很多年呢。睡觉。你的胳膊好重，被你这样勒着怎么睡得着？这个姿势晚上一定会做噩梦的。可我想看着你的脸。要求别那么多了，这种危险的环境怎么都不会睡踏实吧？面包。欢迎各位的到来，国王等待各位勇士很久了。还有别的勇者来参加。高墙两边是从来没见过的果子，道路两边是果园吗？现实世界很少见到这样的城堡，不过这里是童话世界，好奇怪的感觉。如果你想吃，还是出去以后让卢克给你准备樱桃吧。我盯着看不是要吃它，你不觉得它很奇怪吗？是腐败的臭味啊！别盯着看了，这些贵重的果子只有这个世界才有，一般人别想吃到它。这个画像看装扮是这里的国王吗？看着很年轻。这里连公主都是从金史兰德凑数来的，国王也可能是。作为这个故事中地位最高的人，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尊敬的国王陛下，又来了新的勇者。欢迎各位勇士，希望这次真的有人找出公主的下落。这比刚才的画像还要年轻。这是同一个人吗？嘴角的痣倒是在同一个位置。给你们的期限是1天1夜，否则你们将会被处死。1天1夜，这么苛刻的条件，他根本就没想过要人完成这个任务。从这道门出去，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找公主了。别着急啊，我们的规则是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当人质。如果你们返回时没有说出答案，你们的同伴将和你们一起处死。既然这样，我们就分开行动。不行，我们两边同时进行，这样才能更快地找到出口。可是，在不认识你之前，我从来都是一个人的。离开你，我又不是不能走路了。那我留下来，我不希望你成为被动的那一方。各位商量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重要的事情只说一遍，我会告诉你们公主房间的位置，请听好了。顺着过道，在前面13个岔路口，如果门是红色，就进入第5个门；如果门是黑色，就进入第4个门；如果门是白色，就立刻面对墙站好，不要让那些东西知道你能看到它。进门之后是花园，在第3个喷泉处，花园里的水是黑色。如果中途遇到的是男人，就要从黑色的窗进入；如果遇到的是女人，就从白色的窗进入。进去以后好蠢，找到第5好像是坏了脑子的人想出入。听起来没什么难度，好像只是比较繁琐罢了。我们走到第几个岔口了？按规则，要从第13个岔口的门进去。喂，后面的小白脸，在和我说话。好像第一次看见你，你是第一次来吗？公主会喜欢你这样的小白脸吗？有什么好笑的？你对这里好像很熟悉。那么多规则，只听一遍怎么记得住？我已经第10次来这里了，我与我的同伴都来第4次了。你不是也带了愚蠢的人质来吗？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如果失败了，不要。怪不得他们一副轻松的样子。我是第2次来这里。那你就是新人喽。我们这里的传统就是新人就要多做事。别说新人不新人了，前面就是第3个岔路口了。是白色，快面对墙站好。怎么第一次就遇到这种事？我害怕。别再说话了。你看到了吗？先生，你能不能不要走来走去？我都要被你晃晕了。你也不用这么害怕吧？我是在观察这里。我的朋友和我保证说，已经打听好了，他会成功的，你就放心吧。这些规则明显是把你们这些人质当傻瓜了。
什么你们？你不也是吗，先生？我和你们可不一样，门在我们进入之后就消失了，变成了一面墙，顶上是什么东西？隔壁是空的。你破坏的地方不会要我们一起赔吧？还担心赔钱呢？还是和刚才一样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这个窗户，这显然不是外面的世界。你见过我的爸爸吗？爸爸说好的要给我讲新的故事听呢。要爸爸讲故事，讲什么？你是我的爸爸吗？这个蠢货，为什么要骗我？你明明看得到。这里没有你的爸爸，你的爸爸是谁？阿卜杜勒，真奇怪，那他去哪儿了？这个名字是书的某一任主人。终于走了，不是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吗？那些怪物又没对你做什么，他胆子很小，你就少说几句吧。胆子这么小的人，就别带他来这里。我们到喷泉了，这次很顺利。现在该有人去找那把宝剑了。哎，新人，你来吧，那里的水是黑水，记得左手拿剑。抱歉，我需要照顾同伴，拜托你了。因为曾经来过，所以预知到这里的危险了吗？随便，黑子二还等着我救他呢。摸到了。我记得上次来这里的时候，那个人被拖下水了。但愿这次是个幸运的家伙。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如果再出现一个像那个罗兰一样的罗斯罗卜什么的，如果遇到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什么？谁的灵魂被关在这种地方？别说了，我根本就听不到你说话。这种时候，如果加兰在，他可以直接和这些虚弱的灵魂沟通。不，他还是不在比较好。每一次沟通只会让他的身体更差。当然也有完全无感知的。这里有蚂蚁路过吗？我可以用手指到底是和什么样的笨蛋在一起？我是阿卜杜勒，我在寻找我的女儿。你是阿卜杜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这本书的前主人吧？我多年前还看到过你的讣告。没错，先生。某次生日庆典过后，我收到了一份礼物，一本古董书，是谁送的？我发现了这个神秘的书中世界。我偶尔也会把女儿带到这里，她很喜欢体验书中神奇的经历。之后，我还带上了我的那些朋友们。这本书尊称我为主人，我可以来去自如。我享受到了更高的权力与地位带来的快乐。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做任何想做的事，就算是犯罪都可以被原谅，反正都是虚假的体验。直到某天，我和班克罗夫、马尼奥在聚会，我们打开了那本书，周围的仆人还有送面包的女人，我们一起进入这本书里。或许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个烤面包的女人。我发现有些人变成了只会说固定话语的书中角色，而有些人死去，他们的尸体变成了那片奇怪的果园。我意识到这本书是如此的恐怖，我不能留下这么邪恶的东西，迟早会出事的。是时候结束这恐怖的一切了。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你没看到被我们带进去的人变成什么样了吗？那又怎样？低等人而已，你怎么能把这种有趣的玩具毁掉？哼，是你逼我们的。既然做了，就得做得干净点儿。你看到了吧？救命！马尼奥为了彻底享受这一切，又杀死了班克罗夫。他开始通过吃那些果实改变自己的容貌，甚至变得越来越年轻。说了这么多，我现在只希望你能毁掉这本书，让我和我的女儿的灵魂得到安息。要毁掉那本书？可是至今我也不知道破坏这本书的方法。要破坏一本书，那如果从书的内部开始破坏呢？你刚才拿剑拿那么久，是看到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看到。为什么会变成鱼诱惑我？难道是因为我太想钓鱼了？一定是这样，我才不会被黑子尔的脸迷惑呢。我怎么已经身处水中了？这歌声……
我又是谁？我当然知道，你就是池底的那把剑。别再盯着他的脸了。刚才好像是只有我能看到的幻象，在外人看来，就只是对着水池发呆。意志力不坚定的人会被拖下水，然后变成这本书的养料。接下来就要把这把剑放到盔甲的手中，然后从第二件盔甲的脚下拿出钥匙。快跑！整个庭院的盔甲都开始追着我们，没必要在这里纠缠。我们要找的黑白窗户在哪儿？在那里。等等，我们该选哪个窗户？遇到的男人选黑色。我在喷泉里看到的假的黑泽尔，应该也算男人吧？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去黑色的窗户。快上去啊！发什么呆？如果他骗了我们呢？如果进错了窗户，我岂不是牺牲品？那我先来。如果你上去了不肯拉我，那你就在第二个上去。抓住我的胳膊。如果现在把他们推下去，那找到公主房间的岂不是只有我一个？你最好别乱动。他是背后长眼睛了吗？53、54、55，我猜我们已经到了公主的房间了。没人，还以为公主会在这个房间里。无所谓，反正我们只是来寻找公主晚上去了哪里。先在这四周找找有什么线索。床底这里有个通道，下面是金色的树林，和故事里写的一模一样。国王的问题是，公主夜晚去了哪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公主寝殿，但我是要找到公主本人，看看衣柜里有什么吧。这是公主的那双鞋子。公主，你穿了哥哥的衣服啊？这是哪里？一个隐秘的房间。我所喜欢的东西都会像粘在蛛网的可怜小虫子一样，粘在这里任我摆布。你已经是公主，何必要和这本书做交易呢？消遣而已。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真有趣。非要一个理由的话，我想给哥哥找点麻烦。你以为黑泽尔·波尔金就是什么好人吗？恶魔与人类的混血，邪恶的化身，不是黑羽一直要除掉的存在吗？这些我早就知道。那你知道他母亲的事吗？在贵族之间都流传着，之所以被处以火刑，是因为他以无数少女的鲜血入狱，磨牙审讯，后来又因为失控，他的力量无法控制，让周围的人都死无全尸。他为皇室带来的只有灾祸。也许他的儿子也有这么一天呢。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你已经和他吧？上次舞会的时候，他都急成什么样了？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对你漂亮的脸念念不忘了。可惜没人在乎一个小女孩的想法。后来又远远地瞥见过你几次，每一次我都在心里发誓要得到你。舞会时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可惜被某人先得手了。波尔金家族流淌着无情的血液，他们好像说过差不多的话。或许深入交流，我也会变得多情呢。沃尔金家族的教育都是怎么回事？失礼了，公主，现在不是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出去了。以后不要接触这种危险的东西。所有人都在教我该如何做一个温顺的公主，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关心过我。现在的情况比你想的还要严重，要是想安全的离开，就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息。如果太大声可能会引来他，你靠过来，我告诉你。凑近了看，你更好看了。这黏黏糊糊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本书是个骗子，他告诉我这里可以困住所有人的。你是怎么来的？喂，你们，你的脸怎么了？都是因为你。我？哥哥来了你就不抱我了吗？脸上还有我留下的唇印呢。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出去再说。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是疏尸。疏尸？我们之前遇到的虫子？你还记得吗？当时有液体掉到了做面包的人的脸上，夜里虫子从女人脸上爬了出来。出发之前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我就把他们带上了。那些虫子一路吃到了现在，已经长得很胖了，天空的部分都要被虫子吃空了。这本书可能快要散架了。你说的对，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好吧，
当初卖书的人好像和我说过，故事结束才是真的结束这种话，其余的我也不清楚了。我记得目录最后一个章节是睡美人，我们可能需要赶到那一章去。王子俯下身，吻了沉睡的公主。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世界都快完蛋了，你不会还是在耍人吧？你不愿意可以换我来啊。之前按照剧情来做的人，被迫留在了这本书里，变成了傀儡。这话倒是没错了。如果能改变天空的那些字，是不是需要特殊的工具？那个幽灵老头把他仅有的笔给我了。你还遇到了别人？你手上有东西吗？王子俯下身，吻了沉睡的公主。他的吻渐渐地激烈起来，他伸手……这破书的剧情怎么用？要说能够到天空的方法，笔拿给我试试。这里要反着写字吧？我知道，故事真正的结束了，有效果。又一个收集欲念的容器被毁掉了，是时候做一些更有趣的事了。这本书被啃的只剩下这些残片了。多亏了你在书房里找到了它。那我们也许该叫你专家了。嘿，是队长去斯诺斯之前让我们过去接应的。多少人获救？20多个。有些人吃了那里的尸体做成的果实，无法离开那个地方，还牵扯出了一桩旧案，但是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这个之后再详细说吧。这本收集人类欲念的书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先别说这个了，你现在的脸色看起来很差，是不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再讨论这些比较好？